重整山河，再兴华夏。明君威武，诸位同行。皇爷，锦衣卫指挥使田尔庚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臣锦衣卫指挥使田尔庚参见陛下。何事？陛下，精卫3大营各军主将于酉时3刻进入英国公府。英国宫那边你不用管了。朕听说最近许多人讨好国丈周奎，送了很多礼，这事你去查查吧。臣领旨。今日去经营，一是测试方正化实力，二是探经营虚实，三是敲打英国宫，顺便给东林党释放信号，让他们和阉党狗咬狗。经营不整顿，没有兵权，万事难行。方正化，你选一个徒弟，带着朕的手谕，让李邦华秘密进京。奴婢领旨。英国公，陛下今天上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陛下刚登基，不去应付党争，来经营做什么？够了！陛下就是在敲打我们。新皇想做出改变，能理解。估计接下来就要对经营动手了。你们以前做的那些破事，现在都给老夫把屁股擦干净，别被陛下抓住把柄。都回去好好想想。爹，小皇帝这是要对咱们动手吗？没有我们扶持，他根本没法继位。小皇帝是你叫的，想死是不是？记住了，无论如何看不起陛下，礼节不可少。今天陛下是在敲打我们，我们张家袭爵7代，又有从龙之功，应该不会动。但下面的勋贵肯定要动了。最近约束府里人，别惹事。爹放心，我这就下去安排。皇爷，大办，何事慌慌张张的？慈庆宫来报，大太监陈德润竟然闯入慈庆宫，意图……怎么把这个色胆包天的太监忘了？王承恩，请皇后去慈庆宫陪皇嫂。方正化，你亲自带人去将陈德润抓回来。记住了，无论是谁阻挡，格杀勿论。奴婢遵旨。另外，让王体群、魏忠贤、田尔森和今日当值的内操首领来见朕。遵旨。皇爷，陈德润抓回来了。皇爷，陈德润招了，娶了9个媳妇儿，与数十宫女对食，收受财物数十万两，好得很。来人，将这个狗贼押下去，朕明日有用。若是夜里死了，朕诛你们3族。奴婢领旨。大办，即刻带人抄家，男眷全部处死，女眷流放，所获财产充入内党。奴婢遵旨。被窝里暖和吧？皇嫂的寝宫都有人敢擅闯，你们锦衣卫是做什么的？是不是哪天朕的寝宫也有人闯进来将朕杀了，你们才过来？陛下，我们锦衣卫只是……你是不是想说你们锦衣卫只负责外围安全，后宫不归你们管？朕问你，后宫的景运门和龙道门什么时辰上锁？陛下，臣死罪，请陛下恕罪。陛下，臣御下不言，臣立刻彻查。大办，这2人所犯过错，按照大明律该如何处置？皇爷，按照2人的过失，死罪。来人，拉出去砍了！陛下饶命！求陛下饶命！陛下，可否容臣说几句？说，陛下，皇宫内24衙门，截止到昨天，太监有14835人，宫女3216人。负责景运门和隆中门值守的锦衣卫不可能全认识。2位大人纵有御下不严的过错，但罪不至死。若因此事被斩，会让锦衣卫众将士内心惶惶，容易激起变故。此事主要责任也不在锦衣卫，臣叩请陛下饶恕2位大人的死罪。今日2门轮值的锦衣卫全部革职查办，田尔庚降为指挥同知，指挥金质徐显全降为镇护使。另外停邦20，罚俸1年。魏公公，这个结果可还满意？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臣谢陛下天恩。方正化，你亲自打。2位大人，是奴婢动手拖下去，还是2位主动点？明日处决陈德润，你2人亲自动手，1人砍陈德润50刀，他死之前少1刀，朕就在你们身上补1刀。下去吧。
皇爷，臣下手极重，这两人至少1个月内无法下床，想要恢复完好，至少得3个月。干得漂亮！安排人守在暖阁外，没朕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奴婢遵命。参见陛下。诸位爱卿，今日朕请诸位看场戏。陛下饶命啊，饶命！重整山河，再兴华夏。迎君威武，诸位同行。参见陛下。诸位爱卿，今日朕请诸位看场戏。陛下饶命啊，饶命！王体乾，魏忠贤，开始吧。狗皇帝，我在下面等着你。魏忠贤，还不动手！行了，戏看完了，诸位心情也放松了，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。本都督提醒诸位一句，别乱打听，容易死人的。臣妾张嫣参见陛下。皇嫂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这么多礼序。不愧是历史上的5大艳后之一，比后世明星漂亮多了。9000岁，陛下一进慈庆宫，便将随侍的太监宫女都赶了出去，并且在慈庆宫内待了半个时辰。陛下出来后，脸上满是笑容，精神振奋了许多。下去吧，继续盯着，陛下有任何的举动都要速速来报。上宫，陛下会不会对胤安皇后？之前，你去宫外选几名绝色女子送给陛下，穆宗、光宗之事可以复制。上宫高明，必须先掌控兵权，但掌控兵权需要钱，钱又从哪儿来？贪官、商人手中有大把的钱，可抄家又得有兵权，无解的死循环。罢了，先拿几个人开刀搞钱，把藤阳四卫弄起来。皇爷，奴婢回来了。皇爷，昨晚抄了陈德润家，所获白银12万两，良田500亩，各种店铺庄园5处，各种珍稀古玩字画若干，估算下来至少值25万两白银。尽快将所有东西变卖，换成白银。李若莲来了没有？皇爷已经在外面候着了。宣。臣锦衣卫备千户李若贤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李爱卿，你可知朕为什么要找你来？臣不知道，陛下有事交代，臣万死不辞。万死不辞。朕让你去砍了田二更，魏忠贤你也敢吗？请陛下下旨。李爱卿，朕想重掌锦衣卫，诛阉党平党争，所以朕刚刚说杀田二更不是开玩笑。陛下，臣愿意一命换一命。魏忠贤那里臣没办法，但田尔更这边臣完全有把握。好，大班，赐座。李爱卿，你可知锦衣卫现状？给朕讲一讲。回陛下，锦衣卫吃空饷严重，目前上报锦衣卫总数5万余人，但以臣估算，可能只有15000余人，真正能战之人还要减半。臣所辖千户目前在编858人，已经算是在编最多的。李爱卿，你可知锦衣卫中有哪些可靠之人？朕说的是真正的能忠于皇权的。臣手下的人均可信任，指挥同知吴孟明、指挥佥事王国兴都是正直之人，可用。你们能控制多少人？陛下，我们都是能做实事的，所以魏宗贤没有过分动我们，我们大概能控制3000人。好，李若莲，你暗中调查锦衣卫100户以上的所有人，找到他们犯罪的证据，朕有大用。你只有1个月的时间。调查清楚了，你就是锦衣卫指挥同正，日后若是表现得好，下一任锦衣卫指挥使就是你了。李大人，还不谢过陛下天恩？臣谢陛下天恩。从中州到北京，若是有600里加急的公文传递，会从哪条路走？陛下，从中州出发，必须要经过陕西，只有这么一条路。从陕西开始，有2条路。李爱卿，
让你的心腹带100户锦衣卫分别在2条路线上，离北京500来外的驿站上驻守，截住所有从四川入北京的600里加急公文，其余的放任不管。臣领旨。对了，顺便查一下司礼监的李永贞朕要的是实锤的证据，一旦亮出证据，没有任何人能挽救。臣遵旨。陛下调白杆兵进京了。1个月后，秦良玉的白杆军进京，就是重组藤乡四卫和锦衣卫的时候。盖时3股力量在手，腰屌斩就硬了。而掌控了锦衣卫，皇宫才真正安全。查李永贞，1是超前，2是震慑魏忠贤，3是安插心腹。李永贞光现银就有29万两，举以部下，静待1个月后收网。现在还要为孙承周等人入阁做些准备。胡臣蔽日，神州路臣，领军威武！受之，陈德润的事情查清楚了。陈德润胆子也太大了，有损皇家颜面啊！是啊，宫里各大势力安插的人还少吗？这件事根本瞒不住。陛下这么做，是向我们宣誓，确立皇帝权威呢。周之，既然陛下有意打压魏忠贤，我们何不趁这个机会？再等等，陛下到底是不是在拿魏忠贤试探我们？我们也不清楚。此事先透露给督察院，只要他们出头，我们就跟上。言之有理，果然还是前宫思虑周全。我们不能弹劾魏忠贤，但能恶心他。受之说的是奉圣夫人吧？前宫，若是陛下不许，怎么办？是啊，那就死谏。新帝登基，手上无可用之人，我们就是。其次，奉圣夫人的罪证可都是实打实的，陛下不可能为了袒护而杀我们。陛下，该起了。这才几点？再睡会儿。陛下，该上早朝了。参见陛下，有本起奏，无本退朝。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准奏。陛下，客氏非后宫之人，居住后宫，与礼法不合，臣恳请陛下将客氏逐出皇宫。终于上钩了。钱爱卿，你且细细说来。陛下，臣有弹劾克印月的78大理由：第一，将龙卵烹煮给先帝食用，以致先帝身体亏空；第二，提拔太监魏忠贤，2人联手，以致张皇后诞下死胎，终生不育，后又迫害惠妃，幽禁玉妃。陛下，臣对。让他继续说。钱爱卿，你继续。陛下，第三，客氏是皇兄亲自册封的，你可知恶意弹劾的后果？陛下，这是所弹劾罪状的证据，请陛下过目。来人，传客氏。陛下不可。客氏乃先帝乳娘，又是先帝亲封的奉圣夫人，怎可因大臣弹劾就当场对质？陛下，客氏与先帝情同母子，钱谦益这是恶意弹劾。陛下，臣左都御史曹思腾弹劾礼部右侍长钱谦益，天启元年浙江科考舞弊，此起人的弹劾怎可为证？荒谬！此案已由先帝定案，曹大人重提此事，这是质疑先帝的决断吗？戏台搭好了，就看你们谁爆的料更猛了。够了！传客氏，此事朕自有决断。这戏台本来是给东林党弹劾魏忠贤准备的，没想到他们竟针对客氏，真是怂啊！不过也算是无心插陵。魏公公，钱谦益弹劾的罪状你怎么看？陛下，钱大人弹劾之事，臣也在其中。臣出言有袒护嫌疑，与法不合，一切听从陛下发落。老狐狸又把皮球拖回来了。钱谦益，客氏是皇兄的乳娘，也是朕的长辈，若罪名不成立，你可知后果？陛下，客氏秽乱宫营，谋害皇嗣，不死必将再次祸乱后宫。大明如今风雨漂泊，后宫不平，陛下怎有精力处理朝政？臣死谏，恳请陛下彻查客氏。臣也死谏，恳请陛下赐死客氏。臣恳请陛下彻查，否则臣就撞死在这皇极殿上，以警醒后人。好一个为了江山社稷！既然你们死谏，那朕就成全你们。李若言，
将这群目无君父的东西拖到外面停帮30。方正化，你亲自去，用心了打。陛下，庭长30，钱大人绝无生还的可能。陛下刚登基就杀言官，恐伤及圣德。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，从轻发落。郭爱卿言重了，死谏死谏，以死明谏。朕只是成全他们，和圣德有什么关系？昏君朱由检，你就是昏君，你就等着克氏秽乱后宫吧！哈哈，昏君，我现在怀疑克氏弄死先帝皇子就是你的授意，皇子们没了，你才好继位啊！若莲，朕要是再听见他们几个骂朕一句，朕砍了你的脑袋！陛下，钱谦益等人已经死了。钱谦益、曹于班等人目无君父，居心叵测，蔑视皇权，3代内不得参加科举。家族现有出事者，一律革职查办，若有徇私者，杀。臣领旨。诸位，既然钱大人死谏了，还提供了证据，即便克氏身份特殊，朕也需过问一下。来人，传克氏当庭对质。你们这些天杀的！大胆克氏，见到陛下为何不跪？臣民妇柯银月参见陛下。柯银月，礼部左侍郎钱谦益等人弹劾你18大罪状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陛下，他们这是在污蔑民妇。钱谦益等人，朕刚刚杖毙了。克氏，你可要想清楚了再回答。陛下，民妇冤枉。克氏，你若如实交代，朕可以从轻发落。如果你不承认，诏狱的手段你是了解。陛下，民妇冤枉！来人，将克氏一族全部押入诏狱，着大理寺刑部督察院会诊，仅1位从旁协助，胆敢包庇者，格杀勿论。朕今天就要结果。魏忠贤，你快替我向陛下求情呀！混账！陛下何等圣明，相信陛下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的。李千虎，克氏在朝堂之上大呼小叫，若是经了圣驾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还不将克氏拉下去？是，我承认，我全部承认。魏忠贤，既然你出卖老娘，老娘死也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。陛下，这18条罪印我全部都认，大部分都是魏忠贤的主意。当年他为了巴结我。够了，李若莲，将他带下去，让他全部交代清楚，做好罪证。朕在这里等着。陛下，钱谦益弹劾的罪状，克氏已经全部交代清楚，且已签字画押，请陛下过目。李若莲，将克氏凌迟处死，诛3族，财产尽数入内党。克氏宫中之人全部打入刑部监。克氏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好了，今日朝会就到这儿吧。空缺的位置由各部提交名单，一切按计划进行，只等白干兵进京，就能放开手脚了。皇爷，魏忠贤求见。来了。宣，奴婢魏忠贤参见皇爷。奴婢，看来这把刀可以用了。忠贤，起来说话。大办，看座。奴婢谢过皇爷。皇爷，克氏的罪行中有属种牵扯到了奴婢，当时奴婢只是王才人的点扇，克氏看奴婢有几分姿色，就拉拢奴婢。皇爷，茶太烫了，奴婢给您换一杯。忠贤，你继续说。皇爷，有些罪状是奴婢做的，可那是万不得已。咱们宦官是依附皇权的，陛下随时都能收走奴婢手中的权力。奴婢愿辞去东厂图都的职位，安心待在皇爷身边伺候。魏忠贤，朕要想杀你，刚刚在皇极殿就不会将克氏拉到外面去拷打了。克氏的供词加上大臣的联名弹劾，朕就是想保你都保不了。你也不要惶恐，朕是相信你的，没有你，国库早就空了。皇兄临终前就说了，忠贤恪谨忠贞，可记大事。皇兄这么相信你，朕自然也是信你的。至于辞去东厂提督这种气话，就不要再说了。多谢皇爷体谅，奴婢愿为陛下赴汤蹈火，死而后已。行了，起来吧。你现在的任务是将城中的地主、绅士、大臣、勋贵们的家底摸一摸，有什么罪证都收集一下。奴婢领旨。皇爷放心，奴婢这就去办。下去吧。大办，将魏忠贤来东暖阁的事情暗中透露出去，
过半个月再将魏忠贤要查士绅勋贵的消息放出去。奴婢明白。接下来就是看戏的时候了。上公，怎么没事了？最近要收敛一些，别被东林党抓住了把柄。明白了，我会让下面人最近老实一些。提前，新皇心思深沉，主动权还是要抓在我们手中。美女选好后，赶紧给陛下送去，别忘了迷魂香。已经差人去找了，这事急不得。抓紧！司礼监这边你盯着，我去东厂。东林党这群伪君子竟敢弹劾我，本场公非得整死他们！臣请陛下裁撤驿站，理由有三：其一，驿站日益腐化，驿卒逃离严重，已然无法正常运转；其二，目前驿卒近10万，裁撤后的费用可用作辽东军饷；其三，裁撤后可将驿站的劳役编派给农户，增加杂役。陛下，臣附议。毛建乙，朕记得你是右亲都御史，你可知道自己的职责？回陛下，纠俄百司，辨明冤枉，为天子耳目风纪之。那裁撤驿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本职工作没做好，你操心兵部的事。驿站裁撤了，边关公文急报如何传送？裁撤的一分如何安置？别以为朕不知道，你养了个小妾，结果你正妻通过驿站来京知道了，你不反思自己过错，倒是怨恨起驿站来了。来人，将毛羽剑拖出去砍了，刘裕也拖出去，停杖20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。崔成进，驿站归属兵部车路司，异族叛逃，公费私用，你该当何罪？陛下，臣有项严重，异族地方天灾颗粒无收，异族只能叛逃，这非臣所能及。此事你虽没有主要责任，但负有视察之责，奖为兵部左侍郎，暂领兵部。诸位大人，还有没有上奏的？臣等无本再奏。你们既然无本，朕这里倒是有一件事，请诸位爱卿听一听。曹思成，你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，你来说说，北京外城的难民到底怎么回事？臣不知道，臣这就去彻查。不用了，朕可以告诉你们，这些难民都是从陕西来的。陕西大旱，颗粒无收，加上各种杂税，以致民变。现在整个陕西境内有数10处民变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要不要朕给你找几个难民来对质？王承恩，念给他们听听。臣深察陕西，自去岁1年无雨，草木枯焦，7、8月间，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。黄首府，你是天启6年9月入阁的，这份奏章你不会不知道吧？陛下，当时内阁周到巡按御史的奏章，只是聚集了数百难民，当地官府有绝对的能力处置，内阁票拟了，司礼监也批红了。闭嘴！你们票拟过后就不跟进结果了，那要你们内阁做什么？你身为两朝首辅，怠慢本职，有负圣恩，以致民变扩大。来人，将黄立基打入督察院监，由督察院和大理寺彻查，待民变结束后再行定罪。周应秋，陕西巡抚3边总督如此昏庸，你们历史就是如此考核的。你说说，陕西巡抚该如何治罪？陛下，按大明律，地方若有灾害，州县不以实文上下相蒙者，处极刑。好，立刻彻查陕西官员，如有瞒报者，杀无赦。来人，锦衣卫指挥使田尔征懈怠职责，以至于陕西境内民田翻发而不知，贻误军国大计，将田尔征革职，打入诏狱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好了，诸位爱卿都说说这事儿怎么处理。尸位素残，无可救药。等白杆兵进京，就大换血，杀一批，关一批，换一批。陛下，臣以为可以分3步：第一，请陛下下旨劝降民变的难民，只要他们放弃武器，朝廷可以既往不咎，否则杀无赦。第二，朝廷派出钦差出任3边总督，负责陕西赈灾工作。第三，从江南等地调粮，以解陕西缺粮之急。不可！陛下，臣以为将参与民变的难民全部杀光，甚至连他们的亲属都给杀了，杀到所有百姓不敢再造访为止。陛下，臣有要事禀报。说，陛下，国子监广场上有数百学子聚集，大肆批评朝政，弹劾东厂提督魏大人等人，还说陛下昏庸，自毁长城，斩杀直言劝谏的忠臣。李若莲，带人将这群人都给围起来，敢反抗者杀无赦。走吧，在这皇极殿内待久了，咱们出去透透气。围起来，胆敢反抗，上！你是谁？来人，拖出去，掌嘴20。陛下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除了集会的学子，其他人都起来吧。谁组织的集会？学生海盐县贡生钱如林参见陛下。为何要集会？为钱公等人鸣不平。
劝陛下亲贤臣，远小人。放肆！方正化，放他下来，让他继续说。陛下，前宫弹劾客氏，证据确凿，如此敢直言劝谏之人，您都杀了，以后谁还敢进谏？死谏死谏，朕这是成罪他。如果只是嘴上说说，以此来博名声，那就是欺君之罪，一样是死罪。你们天天喊着君让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朕真杀了你们，又在这里唧唧歪歪。行了，朕也懒得跟你们废话，说吧，此次忌讳是谁主使？不说是吧？李若莲，每人赏50军棍。朕倒是要看看这群人脊骨是不是和嘴一样硬。陛下，这些都是共生，大明律有令，不得对秀才以上学子动刑。陛下，大明律有令，若是学子犯错，需通知当地儒学提举司处置。够了，跟朕讲大明律，看看这群读书人都是什么德行。边关将士浴血奋战，死了多少将士？陕西大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千里。此等惨状之下，这群读书人在做什么？朝廷给了他们6项特权，你看看他们聚众闹事，有关心过百姓的死活吗？不想着学有所成报效国家，却一门心思的想着结党营私攀附权贵，这还算是读书人吗？若是这些人进入朝廷，大明亡国不远了。钱如林，朕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出幕后指使。陛下，是学生组织的，只想为前宫讨一个公道。呵呵，李若莲，带人将江南会馆给朕查封了，里面所有人打入诏狱，严刑拷打。苏茂相，你是刑部尚书，读书人可以免交粮。朕听闻有些读书人隐瞒包庇，帮别人免粮，借此发财，是不是真的？启禀陛下，此事臣略有耳闻。既然你有耳闻，那你就先从国子监开始查起，朕允许你动刑。陛下，大明律有规定，秀才以上读书人犯错，需先通知学生当地的儒学提举司，想要用刑，需先撤了他们的头衔才行，是不是？先不用了，当地神宫监掌印即刻准备相登祭祀之物，朕要去向太祖请罪，废除太祖定下的规制。陛下不可，此乃祖制，岂可随意更改？您就不怕太祖怪罪吗？是啊，陛下，如果废了这些特权，对我大明培养人才不利呀。臣等请陛下三思。你们也说了是祖制，晚点朕去太庙给太祖上炷香，太祖总不会跟我一个后辈计较吧？陛下，我大明现有60万在籍的秀才，若因此事废除了这条祖制，对其他学生不公平，请陛下三思。既然你们说不公平，那朕就再退一步。其他特权可以保留，但法律优待这一项必须废除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今日之后将这项决议传遍天下。好了，咱们再回到秀才隐瞒包庇、帮别人免粮、借机发财的事情。此事交由刑部和礼部办了，锦衣卫协助。朕也不是不讲人情，追查3年即可。至于这些人，永久剔除所有头衔，永久不得参加科考。领头之人领军棍20，流放3000里，其余人等各打20军棍。你们不要怪朕无情，怪就怪这些吃饱了撑的闹事的共生吧。今日算是一种试探，60万秀才以银绑架了大部分百姓，掌控了舆论，想废除太祖祖训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等着，最迟1年，朕必做到。不仅是读书人的特权，连科举制度朕都要改革。石凤来，你身为内阁辅臣，陕西民变和大灾之事该如何解决？陛下，臣以为想要彻底解决陕西的问题，可以采用辅剿并用的方针，辅以郭大人的提议为主，剿以程国公的提议为主，两路齐下。石大人，请问哪来的粮食？程国公算的那笔账中的缺口，你如何解决？我同意石大人的提议，还有调兵，若是被外敌知晓，趁机犯边怎么办？请陛下圣裁，请陛下圣裁。理论上来说，朕是同意石爱卿的提议的。朕刚刚听了众位爱卿的争论，这几个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。第一，从各镇只抽调3000精锐，几大边镇各驻军数万，抽调区3000问题不大。另外，从经营神机营抽调3000精锐前往。崔成秀，此事交由你解决。臣领旨。第二，调粮，先开官仓，有多少算多少。其次，朝廷出钱，在当地士绅手中买粮，再从江南等地调粮。郭大人，从国库拨出50万两，内户再出50万。陛下，陕西灾情如此严重，恐怕粮价……外卿，这事朕有安排。李若莲，派一个1000户的锦衣卫前往陕西各地，告诫当地粮商，粮价不得高于进价的1成，不听劝告者一律抄家。刑部、户部也跟派几名主事一同前往，处置商家，必须3方同意。臣
臣领旨。陛下圣明。陛下圣明。咱们来说说灾民的问题。朕觉得可以迁出一部分人。陛下，人口迁移是大事，需要耗费大量银两，有这笔钱不如投入到赈灾之中。陛下，此刻已经进入冬季，天寒地冻，迁移会导致大量百姓死亡，请陛下三思。可以将一部分百姓就地迁移到陕西定边、甘肃定西、宁夏固原、山西吕梁这4个地方。迁过去的百姓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开垦田地，留在原籍的百姓修筑湖泊，再把陕西到北京的官道给修整一番。陛下圣明。此举既能让百姓有事情干，也能增加田地，还能增加水利工程防患未然，更能分散难民。更重要的是，能省出很大一笔费用，一举五得。陛下英明。陛下圣明。好了，咱们再说说第3个问题。诸位认为陕西的3边总督谁合适？陛下，3边总督需要负责赈灾一切事宜。臣思来想去，具有此等威望的，除了陛下，就只有孙阁老和袁老大人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确定为袁可立为此次陕西钦差大臣，加封中极殿大学士。赈灾结束后入阁参与机务，内阁即可拟旨。臣没有意见，臣领旨。诸位，还有最后一个粮不够，百姓会不会再造反的问题。关于这一条，诸位有何良策？既然诸位爱卿没有提议，那朕提一个，请陛下示下。朕决议即日起全国永不加赋，陕西境内百姓3年不征赋。陛下，臣以为此举不妥。我大明虽然国土面积广阔，但真正交税的只有2京10省，而陕西占全国的1/5。若是不征，朝廷根本就无法补足这个缺口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郭爱卿，你的担忧朕都知道，先解决眼下问题，缺的这部分银两，朕来想办法。此事就这样定了，内阁拟旨晚上就发出去。半个月内，朕要所有百姓都能看到这道圣旨。行了，都散了吧。各部最迟明天中午之前将计划送到东暖阁。方正化，找个徒弟进来。奴婢方稳参见陛下。你秘密出宫，赶在翰林承旨的人之前见到袁可立，将这6个字告诉他。大办方正化，你们在京城有没有认识的比较可靠的商人？皇爷，奴婢在进宫前与芜湖巨店的少东家阮康文有过几面之交，其人乐善好施，重情义，讲义气，现在在北京城的分店中历练。方大人说的可是家里经营江染业徽商阮波的后人？王中公知道此人？知道一些，就是他凭一己之力让芜湖跃入大明5大手工业中心区域。好，方正化，朕修书一封给他，你秘密送给他。皇爷，这要绝对的保密。是。皇上，是我皇后。听闻陛下处理朝政未吃于午膳，臣妾炖了当归参鸡汤，特意给陛下送来提神补气。凤儿有心了。陕西旱灾，陛下体恤百姓，特下旨大明即日起永不加赋，陕西境内百姓3年不征赋。我师父是方正化。方公公，请您转告陛下，草民必不负陛下圣恩。陛下圣明，昨日废除了读书人法律优待，今日又宣布了永不加赋，陛下真是位明君呐！切，你们不要高兴太早，陛下是好意，可政令能不能彻底执行不好说。快看，武士队！各位父老乡亲、老少爷们儿，都听我说几句。哎呀，银子，好多银子，开眼界了！这是要干啥？难道要给我们发银子？诸位父老乡亲，我将这10万两白银捐给朝廷，帮助陕西百姓度过大灾。捐给朝廷？少东家，你图什么？不图什么，我爷爷能捐银造城墙。做孙子的捐银帮助陕西百姓渡过难关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诸位父老乡亲，朝廷刚刚颁布了永不加赋、陕西3年不征赋的诏书。我阮家虽是商贾之家，但也有爱国之心。诸位可曾见过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的惨状？诸位可听过一子而食？这就是陕西灾区的现状。
古籍中记载的东西已经在现实中发生了。父老乡亲们，若有余力的，就捐几两碎银，帮一帮陕西。我在此声明，凡是捐银的，在我芜湖店购买面料1两以线，减价半成；1两到10两，减价1成；10两到100两，减价2成；100两以上，减价3成，3年内有效。少东家，老汉年纪大了，没什么余钱，这2两银子是老汉准备买寿壳的，就捐了吧。老人家，我代陕西的父老乡亲谢谢您了。我大康米铺别的没有，粮食倒是有一些，我捐粮1000斗。康老板，我庭轩客栈也凑个热闹，捐银1000两。我鸿运酒楼捐银2000两。我也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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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捐。郭爱卿，合计250万两，够了吗？陛下圣明，支撑到明年秋收绰绰有余了，还能多出数十万两。哈哈，朕也没有想到我大明的百姓会在这个时候慷慨解囊，解了我们燃眉之急。陛下，你这演技不行啊！全城的商贾士婚都猜出这是您的手笔了，要不怎么可能募捐到这么多？陛下，臣告退。这种薅羊毛的事做一次还行，以后再想用这方法就不太见效了。等白杆兵进京，抄了8大晋商，几千万两白银，真就起飞了。大办方正化，你说朕该给阮康文赏点什么？皇爷已经答应，9大边军所需部分衣物面料从他们那里采购，这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账不是这么算的，交易归交易，现在城中民心高涨，再给点奖励会让百姓们更开心，因为得到了朝廷的认可，有这次的封赏在，以后他们还会再捐的。这样吧，捐款的人中抽50人，家中有秀才的，给他们一个进入国祖监的名额。至于阮康文，就给个知然所大使吧，一定要当众宣读，名额想办法偏向百姓。奴婢领旨。你请回吧，待我叩谢陛下。老臣年事已高，恐怕辜负陛下期望了。陛下还让我给袁大人带了一张纸条。方文，老夫问你几个问题，希望你如实回答，这关系到老夫最终的决定。袁大人，请问，奴婢知无不言。袁可里足足问了10几个问题，包括朝局、党州等等。我大明王朝还有救，还有救啊，还有救啊！方文，你即刻回北京，告诉陛下，老臣即刻前往西安府，必不负陛下所托。翰林城事无闻，速速打开城门，引我等前往袁科大人住处。开城门！袁可立接旨。臣袁可立接旨，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袁可立一世清廉，经世忠臣，特以原职回朝，加中极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入陕西负责赈灾事宜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，必不负陛下所托。忽臣蔽日，神州陆沉。明君威武，负我一山行，在心华夏魂。殿帅，广平府有大军经过，人数不详，看装备好像是白杆兵。以时间算，这会儿估计已经过了真定府。不可能！若是白杆兵，为何这一路府县卫所没有急报传回朝廷？小公爷，通往北京的道路都被锦衣卫封锁了，凡是进京人员都被扣下了。小的熟悉那一带路线，从小道出来的。你先下去休息吧，此事不要外传。方正化、李若莲、李邦华、袁可清5成兵马司，原来如此，陛下果真是好手段啊！爹，现在咱们怎么办？是保持中立，还是去找皇帝妥协？为父问你，陛下为什么要调白杆兵进京？从目前的形势看，是为了清除阉党。阉党占据了朝廷3成的大臣，联合起来可以调动21位，还有部分锦衣卫和藤乡4卫。陛下调兵是怕这些人引起动乱。你还漏掉了禁军，那可是魏忠贤亲自统领的。明日早朝，为父弹劾崔成秀，东林肯定会跟进。陛下趁势拿下崔楚秀，
委父在居建李邦华担任兵部尚书。爹，我们要彻底的站到陛下这边。不是站队，是保命。你我世代为大明守土，这忠字不能丢。陛下，臣弹劾兵部尚书崔成秀罪名有6：其一，立志卑微，居身秽浊；其二，职缺议价，宣称买官；3，构陷忠良。臣等附议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诸位爱卿，弹劾6部大臣，若无实证，可是大罪。陛下，这是罪证，请陛下过目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崔大人是兵部尚书魏忠贤，本国公给你脸了是吧？陛下，臣愿以英国公府数百口脑袋担保，此证如若有假，臣以死谢罪。臣等也愿以身家性命为担保。来人，将崔成熙拉到菜市口砍了，买官和受贿的人全部革职查办，其家族之人永世不得参加科考。陛下，此刻正是处理陕西民变调兵之时，兵部不可一日无主。臣推举李邦华为兵部尚书。诸位爱卿，兵部尚书是正二品，还是要按规矩停推。散朝后，诸位再开始。李邦华先进为兵部左侍郎，暂领兵部。陛下，臣还有本奏。英国公请讲。陛下，1月来，臣领着经营日夜操练，成果颇生。臣想请陛下再次检阅。为了更好的检验效果，臣请求陛下调动禁军。具体计划：3日后演武，双方各出动6000人。准。魏忠贤，禁军由你统帅，没事就退朝吧。臣领旨。陛下，方家传回消息，白杆兵3日后进京。好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去传英国公吧。奴婢遵旨。臣张维贤参见陛下。大办，赐座，赐茶。英国公，你说朕是谢谢你呢，还是杀了你？陛下，臣知罪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保留张家英国公爵位，并重掌经营。重掌经营？呵呵，重掌之后你还保持中立，依旧独善其身。陛下，臣保证，自此以后我张家只忠于陛下。英国公，朕答应你，只要你忠于朕，你张家永远就是大明的第1勋贵。臣明白。行了，你去吧，按你的计划来。兵权呀，当你掌控绝对的力量的时候，世界都会为你让步。方正化，去传李若莲和李邦化。遵旨。臣李若莲参见陛下。臣李邦化参见陛下。 3日后，白杆兵进京。白杆兵进京？这不可能！我刚看了最近的调兵记录，没有白杆兵。从中州到北京城，沿途州府。果然如此。3日后，白杆兵进京。白杆兵进京？这不可能！我刚看了最近的调兵记录，没有白杆兵。从中州到北京城，沿途州府。果然如此。今晚之后，禁军会由图文祖带领进驻经营。朕让魏忠贤带着剩下的禁军去观摩学习。 那边就交给英国公了。皇爷，奴婢去御马监，您这边。方大人，我虽打不过您，但自信武力还是可以的，还有数千锦衣卫，陛下一定会安全无恙的。诸位，拿下阉党，随朕开创全新的大明盛世吧！臣等愿追随陛下，为大明死而后已。行了，按计划行事。闪开！我有紧急军情面见陛下，当了军情你承担不起。这位大人，宵禁开始时，没有李大人的手令，谁都不许出门。你们，王哥，万一真有紧急军情怎么办？傻不傻？若是紧急军情，那也是兵部的人通报，这明显就是幌子嘛。就算是真的，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只是执行李大人的命令。陛下，臣弹劾秦良玉。秦良玉无兵部内阁调令，私自率兵进京，实属叛逆之罪。秦良玉是奉了朕的旨意，何罪之有？越过兵部和内阁调兵，这是违反祖制。恳请陛下下旨，让秦良玉率兵退回中州。够了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朕要做什么还需要向尔等汇报？陛下，这……闭嘴！李若莲，带人围住皇极殿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出出。李邦化，关闭北京城所有城门，一律不得进出，你亲自负责。皇爷，方家传回消息，
白干兵距离北京只有180里，最迟明天辰时就会到北京城外。大办，安排人去高阳，让孙承宗火速进京，然后带人去司礼监拿下里面所有人，将印笥拿回来。方正华，你去御马监将掌印太监刘英密拿下。奴婢领旨。还有1天，现在知道也晚了。司礼监重地，非司礼监所属，不得入内。哼！王承恩，这里是司礼监，擅闯可是诛9族的重罪。放开！放开！陛下口谕：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蹂躏深显，依附阉党，诬陷忠良，押入诏狱。钦此。王承恩，你敢假传陛下口谕，活腻了不成？拿下！传陛下口谕，御马监掌印刘应谦欺上瞒下，贪冒军功，打入诏狱。拿下！混账！方正化，你这是污蔑！来人，将方正化拿下！再敢异动者，格杀勿论。皇爷，御马监相关人等已全部拿下。好，让李邦化配合你整顿藤乡四卫。整顿完成后，兵分2路，一路围住禁军大营，一路围住锦衣卫葛千户所。大官，你旨1份给藤乡四卫，1份给锦衣卫，内容是让他们投降，否则格杀勿论。玉玺代表皇权，兵符火牌代表军权，现在就差禁军了。来人止步！杂家乃陛下常侍，奉陛下之命前来传旨，速速打开营门，通知4位指挥同知使前来接旨。方公公，怎么是您？孟大人，武乡右卫的人呢？方公公，周大人刚刚在开会，稍后就来。老周，这是做什么？有任务吗？我们怎么没得通知？陛下有旨，周兵依附阉党，贪赃枉法，着锦衣卫打入诏狱。孟元周速拿下叛替周兵，反抗者杀无赦。陛下有旨，周兵依附阉党，贪赃枉法，着锦衣卫打入诏狱。孟元周速拿下叛替周兵，反抗者杀无赦。关闭营门，即刻捉拿叛逆周斌。周斌，你要造反吗？呸！我奉魏都督命令，前去拦截白杆兵。孟周，让你的人让开，耽误了魏祖都的命令，你担得起后果吗？是不是魏都督的命令不好说，但现在陛下要拿你，我们是陛下亲军，自然要听陛下的。孟周，不要太天真。这些年你虽没有投靠魏都督，但你贪的还少吗？大明律，贪污60者杀无赦。等皇帝清理了魏都督，你们还有活路吗？周斌，我等是天子亲军，职责是保卫陛下。即便我们这些年犯了一些错，但我们的职责依旧在。放下武器，别逼我们动手！哈哈哈哈！职责能当饭吃，还是能当银子花？明文不灵，听我号令，放！孟大人，配合锦衣卫清点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遗漏。方公公，名单上的人都死了。孟大人，你暂代5乡右卫指挥使，即刻整顿5乡右卫，将刚刚之事降到最低，其余人等包围禁军营，只为不公，等待命令。方公公，您给个准话，陛下会给你们指条活路，陛下缺银子。找诸位来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问问，谁投靠了魏忠贤？吴长卿，吴大人，你先说说吧。李大人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听不懂？来人，将吴长卿拖下去打2军棍，让吴大人回忆回忆。李邦华，我是皇帝亲军上至26位，正3品的武将，你没权处置本将，目无尊卑，直呼上司名字，藐视上司，罪加1等，再加10军棍，拖下去！敢反抗，以谋逆罪论处。李大人，威你也立了，有事您就直说吧。魏忠贤已经完了，你们以前做的那些破事本官懒得管，陛下也懒得计较，但前提是你们配合将魏忠贤的人揪出来，本官也不让你们为难，写下名字，1刻钟后，你们若是还没有交代，那就别怪本官无情了。各位大人，好自为之。诸位除了不能踏出兵部，其他随意。提醒诸位，别拿自己前途和家人开玩笑。陛下，
这是20位指挥使举报的名单。识君之路，却不忠君之事，真该杀！请陛下下旨，臣带人将这些人抄家灭族，以儆效尤。不急，这些将领加上心腹，人数也有数千。等方正化搞定了京城内的其他武装再说。陛下，臣到了禁军大营，传了陛下的旨意后，留守的禁军都投降了，现在由藤乡右卫看着。漂亮！方正化，传消息给英国公，让他们准备动手，务必将损失降到最低。奴婢领旨。明日过后，这大明的党争就要结束了。锦衣卫、兵部，加上京城内的武装力量，下面就是户部，该对山西动手了。爹，如果陛下控制不了城内怎么办？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不管城内如何，魏忠贤必须拿下，禁军也必须拿下。陛下如果成功，我们是依计行事，这是大功；如果陛下没有成功，那我们就会同白干兵直接攻城，拿下叛逆。既然陛下是兄终弟及，那新皇也能是兄终弟及，我们还是从龙之功。见过英国公，传陛下口谕，城内已定。臣领旨。来人，去请魏公公。英国公，文府在整顿军营，一时间抽不开，还请见谅。英国公，魏忠贤亲信全部被斩杀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英国公，你想谋反吗？奉陛下旨意，内操军指挥使涂文甫结党营私，陷害忠良，若英国公拿下，押入诏狱。杀！内操军的将士们听着，魏忠贤已被拿下，你们已经被包围。陛下说了，只抓魏忠贤的心腹之人，其他人既往不咎。若再不投降，杀无赦。魏忠贤，给你个机会，去劝降涂文甫，我向陛下求情。好，我去。爹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魏忠贤想将功赎罪，劝降涂文甫无果，被抱的涂文贤给杀了。内操军残部，冥顽不灵，杀！还好投降了。殿帅，大营内已经没有活口了。知己，带人再清点一次。为父要去见陛下，然后再将这6000人分开审一审，让他们相互举报一下魏忠贤的同党。方正化，派人去南京，让曹化温速速回京。皇爷，忙了一天了，您先休息一会儿吧。有事情，奴婢再叫醒您。行，那朕睡会儿。给皇极殿的那帮大臣们送点火炉棉被，别把他们冻死了。皇爷，白干兵已正时刻到达北京城外。好，传令给李邦华，让他们直接进城，到承天门。朕要亲自犒赏他们。终于见到了大明最能打的女人了。臣实铸代宣卫使秦良玉参见陛下。秦将军请起，朕盼将军久矣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终于见到了大明最能打的女人了。臣实铸代宣卫使秦良玉参见陛下。秦将军请起，朕盼将军久矣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位将士免礼。秦良玉接旨，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实铸代宣运使秦良玉忠贞体国，荡平流寇，耀我军威，着即册封为忠贞侯，授定国将军，赐侯府一座。其子马祥龄勇力绝伦，匈罗经史，着即加封昭义将军。其侄秦义明、秦弘明、秦左明、秦世明随忠贞侯征战沙场，建功无数，着即加封为信武将军。钦此。臣秦良玉领旨，叩谢陛下天恩。看到秦将军，
朕诗兴大发，作诗一首赠与秦将军。学就西川八阵图，鸳鸯袖里卧冰符。臣叩谢陛下。秦将军，不必多礼，是朕要感谢你们。白干兵将士远征辛苦，特赏半年军饷，以慰辛劳。万岁！万岁！将士们，你们为我大明抛头颅洒热血，立下赫赫战功，你们都是我大明最可敬的，朕敬你们。吾皇万岁！如今的大明风雨飘摇，天灾不断，百姓饥荒，国库空虚，外敌入侵，虽然面临种种困难，但朕仍然有一个梦想，我梦想有一天，大明百姓安居乐业，大明的铁骑踏平贱奴，屠其种亡其族。我梦想有一天，大明的铁骑能打遍周边，让西番成为我大明的果园，让安南成为我大明的粮仓，让扶桑成为我大明的矿区。将士们，贱奴亡我之心不死，我们这一代人不打，下一代人还是要打。晚打不如早打，我们这一代人打完，下一代人重建。陛下，末将愿意追随陛下，踏平贱奴。好，朕问你们，为了大明，为了子孙，为了华夏，你们敢不敢战？敢！愿不愿战？愿战！战！李邦华、方正化配合忠贞侯，火速将在册之人缉拿归案，打入诏狱。朕等你们好消息，去吧。臣等领旨。忠贞侯，你们今晚就暂时驻扎在此。臣等参见陛下。今日请诸位来，是想问问诸位，阉党余犯该怎么处理？是杀，是关，还是放？陛下，臣以为必须要斩草除根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没错，陛下，老臣以为李大人所言不妥。阉党之人固然可恨，但不能一棍子打死。有些人是政治功利的考量，图谋仕途升迁，诸如此类的人不少，我们总不能全都杀了吧？郭爱卿以为如何处理？老臣以为对阉党做以区分：一，对显而易之者抄家灭族；二，对谄媚且失去道德底线的人杀无赦；三，对卓而易之者，如贿赂讨好之人抄家充狱。按照郭大人意见，朝堂之上一大半的人都要被拿下，这空出的位置怎么处理？还有武官，带兵打仗是需要实战和经验的，如果将他们都杀了，武将很难填补空缺。陛下，臣以为可以让他们交出贪污银两，将他们调到其他卫所，加眷留京，给他们任务，1年内练不出一支能打的卫所军，直接砍了，标准可以由兵部拟定。好主意，李阁老所言甚是。好，既然主调都定下来了，那就再辛苦几位完善一下，一会儿朝会的时候宣布。走吧，去皇极殿，想必那些人都等急了吧？诸位爱卿，这几日辛苦了，想必大家对事情也有猜测了。不错，魏忠贤已经死了。陛下圣明。大办，宣旨吧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，抄家诛3族，其冒滥宗亲皆抄其家，阉杖勇士。诏书所到之处，当地知府即可拆毁所有生祠，折价变卖，上交户部。魏忠贤掌权时，屈淫附势者甚多，由5虎5彪10孩40孙，此等奸臣即刻捉拿入狱。如显而附者，抄家诛3族。李国普，文官交由你查办；李邦华，武官交由你查办。锦衣卫负责监督，3天时间，朕要最终的审查结果。臣领旨。行了，退朝吧。来人，速去徐显全、孙云峰、杨昂、崔应元等府邸，一应家眷全部关押，家产全部运至南新仓。反抗者杀无赦。来人，速去左都御史曹思胜、副都御史李奎龙、曹钦州田吉等府邸，将其家眷拿下，所有家产运至南新仓。反抗者杀。诸位该干嘛干嘛去，
好自为之。大办，拿印玺来。这。叩谢陛下天恩，臣叩谢陛下天恩。御马监和锦衣卫就交给你们了，希望你们不要让朕失望，更不要成为第二个魏忠贤。臣不敢，愿追随陛下马踏剑奴，开创大明盛世。1个月内将老弱全部清除出去，朕只要精锐。臣领旨。大办，你就担任司礼监提督太监吧。奴婢叩谢陛下。传这几人来见朕。奴婢高时明、李凤祥、楚相张国宇参见陛下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、掌印太监，你们轮流担任。记住，朕能任用你们，也能废了你们。你们去吧。奴婢叩谢陛下天恩。号外，陛下昨日检阅百感秘的演说，1份3文钱。想知道陛下的第1首诗写的怎么样吗？我这里全都有，快来看呀！3文钱1份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朝廷最新消息啦！真的假的？卖报？什么报？我去，朝廷最新的消息都有，这是谁弄的？找死不成？朝廷最新消息，不会是瞎编的吧？各位父老乡亲，魏忠贤已经被陛下斩杀，今天开始清算阉党，胆敢包庇者以同党论处，知情者请立刻向附近的衙门报告。并地灭后弄这10多罪总结的太精准了，苍天有眼，陛下圣明，真是太痛快了！阉党倒台，天下太平。魏忠贤死了，党争结束了，大明有希望了。孙阁老，陛下还等着你呢。前面带路，老夫立刻进攻。老臣孙承宗参见陛下。孙先生，朕终于把你盼来了。孙先生，即日起你就主持内阁事务吧。臣叩谢陛下天恩。孙先生，起来吧。孙先生，现在内阁中除了你和李国普，还有远在陕西的袁克立，朕还召了韩黄和李彪。内阁有你们，朕相信大明会越来越好的。陛下圣明。陛下，臣刚刚进城时看到了有孩童在卖《大明日报》。大明日报已经刊印了吗？拿给朕看看。真粗糙。大明日报已经刊印了吗？拿给朕看看。真粗糙。果然是陛下。可是，陛下，大明有敌报，权威性比您这个《大明日报》好多了。您为何又要弄一份《大明日报》呢？当然是赚钱了。赚钱？日报1份3文钱，我大明有2万万人，一天卖个100万份，1年近200万两，再加上文人诗稿的费用、广告的费用，1年300万，只高不低。大明日报既能传递消息，又能赚钱，陛下当真有绝世之才。皇爷，司礼监掌印太监高师明求见。宣，孙阁老，你先去忙吧。是。陛下，今日奴婢整理司礼监时，发现了这本生死簿，请陛下过目。高时明，这本生死账册还有谁看过？皇爷，目前只有奴婢看到了，至于在我进入司礼监前还有没有人看到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大办，去通知李若莲，让他将司礼监东厂的人分开审问。还有谁知道这个账册？所有参与审问的人全部下达封口令。奴婢领旨。满朝的衣冠禽兽，只有寥寥几人不在账册上。数百大臣、勋贵贪污近3000万两，何等的讽刺！杀还是不杀？杀了朝堂无人，不杀意难平啊！真是头疼呀！改革之路还很漫长。魏忠贤死了，朕现在正在清算阉党余犯。臣妾多谢陛下。臣妾明白。陛下，审查已有结果，案犯皆已入狱，附逆魏忠贤5官余犯共有328人，5官共计贪污现银500万两，现查出240万两，古玩字画等84件，折银49万两，良田12000顷，折银260万两。所有查抄都在北京南新仓封存，请陛下明示。李爱卿，你也汇报一下吧。附逆文官共计226人，贪污现银280万两，
石钞140万两，古玩字画210件，良田2万领，折银617万两。所有查钞在南新仓封存，合计现银1257万两，抵大明3年税收。可惜这笔钱不能全入内档，各库都要分润。查钞所得3成发入内档，5成入太次库，其余的各库平分，这样分配如何？陛下圣明。此案案犯53克全部处决。处决后，内阁李邦华户部太仆寺，工部主事到东暖阁议事。退朝吧。参见陛下。诸位爱卿免礼，都坐吧。陛下，此次魏忠贤逆案主要人员全部被斩杀，共计397人。赐每人棺材一具，葬在居庸关外，让他们好好看着大明是如何永固的。诸位，魏忠贤此事告一段落。今日找诸位来，是有几件事安排。臣等请陛下示下。阉党查抄的银子很快就会下放到各部，朕给你们找了些用处。藤乡4尉接下来要编练2到3万人的精锐骑兵。太仆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买马，有多少买多少。工部尽可能多的储存铁、铅、铜3种金属，朕有大用。户部迅速补发9边欠饷，稳住边军，同时大量购买储存粮食。臣等领旨。孙爱卿，朝臣补捐的事情怎么样了？陛下，这是臣等几人商议到的补捐名单以及补官官职，请陛下过目。孙爱卿，朕说过，从今以后这大明不许再有党争，这话你记得吧？陛下，臣等举荐之人皆为公，不敢有丝毫的私心。朕会派锦衣卫彻查，希望你们能理解朕的心情。都去忙吧，李邦华留下。李爱卿，朕调你回来主要是整顿兵备，但你的性格过于耿直，兵部尚书不适合你。等你整顿完，朕再给你新的委任，希望你能明白。臣明白。我大明200多万的军队已糜烂之极，如果臣整顿后能让大明军队的战力再次焕发，日月所照，铁骑所至皆臣服，臣死而无恨矣。别总是将死挂在嘴边。朕欲开创大明盛世，整顿兵卫也只是第一步。朕希望你能跟朕一起看到这大明盛世的到来。兵政就拜托你了，朕会通知中之侯，让他配合你，放手去做。朕永远站在你身后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去吧。臣定不负陛下所托。银子有了，兵政开始改革，下面该发展火器了。碎发枪、火药、炮弹才是未来。大办，让李若莲派人去通知毕茂康、孙元化、徐光启即刻进京。皇爷要研制火器。让李若莲派人去通知毕茂康、孙元化、徐光启即刻进京。皇爷要研制火器。你知道这3人？奴婢知道，这3人对火器有很深的研究。特别是孙元化，他在宁远城布置了11门大炮，将努尔哈赤轰成重伤，可惜被阉党迫害，辞官回乡了。没想到大办对火器也有了解。找到徐光启后，问问他能不能请他的老师立马都一起来。还有一个叫汤若望的，能找到的话也一并请回来。奴婢遵旨。无论是组建骑兵还是研究火器，都需要大量银子。阉党超出1000多万两，远远不够。等等吧，等锦衣卫整顿完后，就去将8大晋商抄了。这个新手大礼包也该开了。皇爷，卢相生到了，让他到东暖阁。臣卢相生参见陛下。朕听说你做了知府，还每日刻苦习武，研习兵法。是不是真的？回陛下，是。你就那么想入军伍？你可知道军中厮杀何等的残酷？贱奴入侵，杀我大明儿郎，臣只能坐在后方过太平日子。臣就算是将大明府治理成您的那个梦想，等贱奴入侵时，还是一朝破灭。放肆！锦宁防线有10数万将士，你就那么不看好锦宁防线？陛下，兵法云：9守必失，9攻必破。锦宁防线屯兵数万，耗粮无数，我大明如今的财政能跟上吗？再说了，锦宁防线最大的优势是火器，但臣听说贱奴每次冲锋都用牛皮包裹盾车、死士等等作为前部消耗炮弹，真正的杀伤并不多。大明有火器，但我们能保证大明的火器不被贱学去吗？贱奴就不会去研究吗？若是他们也研究出来，我们还守得住吗？卢相生的战略眼光和大局观果然不凡，火器方面后来还真被后金得去了。
卢相生，既然你想入军伍，朕就给你个机会。你有3个选择：一是入兵部4司做个郎中；2是入藤条4卫做个指挥使；3是朕给你权限，自己组建一支军队，你自己选吧。陛下，臣选择自己组建军队。好，那朕就给你自主的权利，招募、任免、军饷、俸禄、军营设置都由你决定。朕给你20万两作为初步军饷。朕要的是一支敢打敢战、忠于大明的军队，你能做到吗？陛下，做不到，臣提头来见，请陛下赐军名。天雄如何？天雄，多谢陛下赐军名。天雄即白虎，猛虎出山，势不可挡。陛下的期望，臣一定做到。朕听说你喜欢名马，大班，将朕的那匹武名驹给卢爱卿。奴婢领旨。臣叩谢陛下天恩。行了，卢爱卿，你去吧。半年后，26卫和经营演武，朕希望你的天雄军能大放方采。臣定不负陛下所托。世人只知卢相生是明末名将，又有几人知道他一家忠烈？3个叔父、1个亲弟、2个堂弟全部战死，卢家100余人全部殉葬，其忠义堪比秦良玉。朕信他，大明需要他。若不是这匹马和圣旨，真觉得是一场梦。不仅完成了入伍的梦想，陛下还给了组建新军的权利，何等的信任！既然陛下信任，明年6月的宴舞，我一定要让天雄军大放光彩。皇爷，卢大人出城了，看方向应该是回大名府了。不用管他，朕既然给了他权力，怎么做是他的事儿，朕只看结果。大办，传李若莲。奴婢遵旨。李若莲，锦衣卫整顿的怎么样了？陛下，锦衣卫上报5万余人，实际只有15000人。精简后，目前只有8000余人，有4000可用，剩下的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。4000人嘛，勉强够用。大办，大殿10丈内不得有任何人靠近，敢靠近者杀。奴婢遵旨。朕得到密报，山西范家、吕梁和银州王家、大同晋家等8家暗通贱奴，将茶、盐铁、火器、粮食、情报等卖给了贱奴。他们怎么敢？这话问得好。商人千里只为财，但大明律禁止军器、情报等交易。贱奴的装备从何而来？5次入关劫掠，为何能准确把握时机？还有，贱奴入关后，为何只将8大晋商列为皇商？请陛下示下。你派心腹去一趟山西，查清楚这8大家族9族关系，朕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顺便再派人去张家口，盯着那里的交易，只准看，不许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臣领旨。8大晋商从何时开始勾结贱奴？没有稳定的粮食、铁器来源，贱奴不敢对大明开战。他们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人支持。想要查抄8大晋商，还需要做一些准备。8大晋商从何时开始勾结贱奴？没有稳定的粮食、铁器来源，贱奴不敢对大明开战。他们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人支持。想要查抄8大晋商，还需要做一些准备。由山西口岸北上，经蒙古绕到张家口，必须经过太原和大同军镇的防守区。张家口属于宣府管辖，也就是说这3个边镇的高层将领可能都有问题。想要搞定8大晋商，那就必须将3个边镇的总兵换掉或者调走。也不对，8大晋商本就是给边镇送物资的，太原和大同倒也不会查，那么只有宣府有问题。现在手上能用的除了锦衣卫，就是秦将军的白杆兵了，还是要等等消息。这一整个利益链条一定要连根拔除。皇爷，陕西来的600里加急。好，杀得好！大办，传孙承宗、李国普。另外，去宗人府调亲王、郡王的玉牒来，统计一下宗室人数。奴婢遵旨。2位爱卿，这是元阁老从陕西600里加急送回来的，你们看看吧。魏忠贤的事没什么，加速清理就是了。对于驿站的事情，2位有没有什么想法？陛下，元阁老在信中提到的驿站设施破坏、异族叛逃、卫生差等问题，最终原因还是贪污腐败和缺银子。你们说，如果将驿站做成客栈的形式开放给百姓，官员途经自费等，可不可行？陛下，官员自费倒是可以，只是驿站多用于军国重事，开放给百姓似乎有些不妥。有何不妥？先选一条线路尝试，如果可行，在全国推广。具体开放多少间，怎么开放，如何不影响正常的驿站功能，这就需要你们来规划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朕给你们半个月时间来细化。好了，
再说说袁爱卿提到的秦王府的事情，这事你们两个怎么看？算了，你们去忙吧。去国子监挑100名贡生，让他们立刻去找袁爱卿报到。臣告退。陛下，统计出来了，截止到目前有30位亲王传承，另有224位郡王，宗室人数20万有余。太祖的义子节袭余子降等的制度，导致宗室膨胀。亲王年俸万担，郡王2000担，人均万顷土地，加上侵占良田，总数100多万顷。此事不管秦王府有没有参与，都是一个处理宗室机会。大办，密信袁可立彻查秦王府。皇爷，袁大人从渭南600里加急送回来的信。朕都给了活路了，竟然还冥顽不灵！既然找死，那朕就成全你们。大办，传忠贞侯秦良玉和昭义将军马祥林。奴婢遵旨。臣秦良玉参见陛下。臣马祥林参见陛下。忠贞侯，你先看看这封信。这是袁阁老的信。该死！陛下下发了招抚的圣旨，不投降就算了，竟然烧粮，实在是可恶。陛下的意思是？袁爱卿写得很清楚，这方民变已经退入山里，你手下的白干兵熟悉山地作战，所以朕想让马爱卿去一趟，亲自指挥4大边镇调过去的大军，你看可行？陛下，臣愿意前往。陛下，身为军人，守土拓疆，保卫百姓，是臣等的职责。陛下的命令就是军令。好，大办，宣旨吧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近日陕西民变，杀知府开官仓，抢粮烧粮，为扬朝廷之威，特封昭义将军马祥林征剿大将军，统领4军，镇压民变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马爱卿，平定民变之后，你就驻扎在山陕边境，等候我的命令。臣明白。去准备吧，越快越好。借平叛调兵，掩人耳目，只等消息传回，就一举拿下8大晋商和他们背后的势力，绝不能给他们转移财产的机会。陛下，周玉吉、黄德公、曹文照、曹变霄已经在宫外等候，孙传庭在代州，还需要几日到北京，快传他们进来。另外传方正化也一起来。陛下，周玉吉、黄德公、曹文照、曹变霄已经在宫外等候，孙传庭在代州，还需要几日到北京，快传他们进来。另外传方正化也一起来。臣开原卫千户黄德公，臣锦州卫千户周玉吉，臣辽东游击曹文照，臣辽东百户曹变蛟，参见陛下。 4位爱卿免礼。方正化，藤乡4位整顿到什么程度了？陛下，藤乡4位剔除老弱病残、虚冒顶替后，现在4位共计13800人。臣正在做第1阶段的体能刺杀训练，结束后，臣会抽出成绩最优的2000人组建勇士营。方正化，你再把藤乡4位的构想和4位爱卿说一说。藤乡4位将组建骑兵，目标是长途奔袭、快速突袭和大迂回大穿插歼灭战。陛下，在辽东与贱奴战斗了很多次，只能被动防守。如果我们有一支能与贱奴抗衡的铁骑，那我们就能由守转攻，将贱奴打回老家。对，贱奴之所以厉害，主要是骑兵。如果我们也有，再加上火器，足够灭掉贱奴老巢。虽然数量上不足，但已经足够牵制，战略上面就会轻松很多。如果让你们来担任藤乡4位的指挥使，你们有信心打造出一支战力超群的军队吗？陛下，指挥使是正3品，这似乎不符合朝廷的流程吧？怎么，朕敢给，你们都不敢接吗？臣等愿为陛下效死。即刻起，曹文照为藤乡左卫指挥使，周玉吉为藤乡右卫指挥使，黄德乐为武乡左卫指挥使，武乡右卫指挥使，再定。边郊，是不是很羡慕？是。那你说说，为什么没有任命你呢？边郊，陛下面前不可梦了。叔叔，我勇猛，这在您军中是公认的事实。好，直性子，朕喜欢。朕想组建一支直属朕的军队。4位中抽出的2000人就是骨架，这支卫队将是大明最精锐的军队，朕赐名为勇士营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担任指挥使？陛下，勇士云可上战场否？你说呢？臣愿意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勇士营的指挥使。那些2郎都是好手，怎么征服他们你自己看着办。勇士营100户籍以下，你可以直接任命、训练、招人、编制等等，都由你决定，朕只要结果。臣领旨。方正化，你带朕给4位爱卿接风。
大半，去内堂给每人500两白银，用作安身之用。奴婢遵旨。藤乡四卫14000人，锦衣卫8000人，5城兵马司5000人，禁军还剩4000余人，合计155000兵马。等他们相继整顿完，朕将无惧任何变化。陛下，臣奉旨整顿21卫，为尽快恢复战力，臣请陛下在21卫重开考成法。陛下，臣以为考成法不妥。陛下，臣附议。诸位爱卿，21卫是朕的亲军，你们为什么反对？是想将手伸到朕的亲军里？臣等不敢。李爱卿，此举很好。朕打算在考成法的基础上，重新组建一个部院，名为大明军纪监察部，直接对朕负责。诸位爱卿以为如何？陛下圣明。好，大明军纪监察部与6部3司同级，对朕直接负责。李邦华担任第1任监察使，下属皆由李邦华提奏。臣领旨谢恩。孙爱卿，军纪监察部设监察使1名，左右监正各1名，下设宪兵司、功过司、书记司、督导司，专门负责朕的26位。具体品位和职能划分，内阁尽快上个章程送司礼监。臣领旨。孙阁老，陛下此举所图甚大呀！此举能极大地改变军队的风气。诸位都是做实事的人，还怕什么考成监察？都去忙吧。英国公，陛下所图很明显，您怎么不拒绝？是啊，若是以后将我们也纳入那个监察部，那我们……你们自己算算陛下现在掌控的力量。走吧，以后都老实点儿。马南山贪了3000两，太祖将他埋在了石板下面。你觉得朕该怎么处理你们？是剥皮食草，还是抄家灭族？陛下，大明军纪监察部的职责臣知道，可这下面各司的职责臣有些不太明白，请陛下示下。宪兵司负责维持军规，保障军令执行；书记司负责登记和核销各级的工作任务；功过司记录军中将士的功过，但无决定权；督导司负责抓捕和关押违反军规的人。陛下，臣有个想法，下属4个司的人，臣想从宦官中挑一部分担任。李爱卿，朕是相信你的。陛下，大明军纪监察部太过于重要，这是保证大明军队战力的根基所在。臣在自然是可以搞好，但以后的监察使呢？有宦官在，只要陛下掌控兵权，就能保证监察部的独立性和纯粹性。好，李爱卿，你先去忙吧。明天你召集21位的指挥使到藤乡4卫的驻地，朕有事安排。臣领旨。大半，传工部营驻司郎中。奴婢遵旨。臣吴云清参见陛下。你看看，这些东西能做吗？要多长时间？陛下，按照图纸上所做，最多1个时辰。行，那你就去藤乡4卫做一套。臣领旨。参见陛下。这大明的机械制作确实精良。军中训练体能是怎么做的？陛下，训练体能主要是4种：跑步、举石锁、打木桩、穿盔甲摔跤。这些是朕未登基时一位奇人告诉朕的，说是能练出一支警军。今天就试一试真假，朕给你们示范。陛下不可，陛下小心伤着龙体。陛下，臣是习武之人，您说，臣照做，先看看效果。行，那朕今天当一回军中教头。这里你跟着朕走的路线走，考验灵活性；这里直接跳过这个大坑，考验反应速度和胆量；这里翻过这个幕墙，考验的是跳跃攀爬能力。2炷香不停歇跑5趟，开始吧。用时2炷半。怎么样？陛下，臣能感受到，这套东西一定比举石锁和打木桩效果好。好，日后就按这个做体能训练。半月后说说使用想法。臣等领旨。陛下，这些是练体力的，那这边的2个呢？方正化，你来，双手正向抓住这个横杆，用手臂的力量将自己提起，然后重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皇爷，方大人半炷香做了16个。
这个动作叫引体向上，主要是锻炼手臂的力量，增加手臂的爆发力，适合弓箭手。都有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。这些动作，朕说的也不一定对，你们自行研究，看看如何跟军中的训练方式相结合。臣等领旨。陛下，臣观察刚刚的训练很耗体力，军士们的伙食似乎支撑不了。朱重墨，你是天启5年当的辅军前卫指挥使吧？2年半的时间，你吃空饷冒领了54万两。你在东城金屋藏娇，那个叫白洛伊的女子比你小10岁吧？你家有一副宋刻的定武兰亭柱。陛下恕罪，臣等有罪，请陛下责罚。马南山贪了3000两，太祖将他埋在了石板下面。你觉得朕该怎么处理你们？是剥皮食草，还是抄家灭族？陛下，臣死罪，请陛下给臣等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朕本想杀了你们，但念在你们还算忠心的份上，给你们一个机会。第一，停发半年饷临；第二，配合李邦华，3个月内完成整顿；第三，整顿期间士兵必须天天有肉吃；第四，自己找锦衣卫登记家产，以后再查出不明来源的家产视为贪污。你们有意见吗？臣等叩谢陛下圣恩。3个月后咱们再见分晓，都去忙吧。陛下为什么不杀了他们？简直是太便宜他们了。便乔，一味的杀解决不了问题，至少目前陛下的处理是最好的方式。我去操练他们，往死里练。搞起来！老子被陛下臭骂了一顿。3个月后，若是达不到陛下的要求，我们金武前卫就撤销了。从今天开始往死了练，饭管饱，每天每人半斤肉。兄弟们，接下来3个月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操练，玩命的操练，饭管饱，肉管够，每天前10名上好酒一坛，第1名奖10两白银。1、2、1，炮兵开火！火冲！放！兄弟们，冲啊！不拼也是死！不错，有马祥林统帅1万多人，还有火器，民变很快就能平定。袁阁老的能力不是吹的，陕西的灾情可以平息了。秦王府参与高价卖粮，永寿郡主参与民变，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浪费。大办，传内河和6部，另外通知神功剑洒扫太庙，准备祭祀之物。奴婢遵旨。你们看看马祥林和袁可立从陕西送回来的信吧。陛下，按律秦王府当废除，永寿郡王府抄家灭族，参与宗室贬为庶人，罚没家产，带头之人斩首示众。诸位的意思呢？陛下刚登基，就对亲王动手，这让其他亲王怎么想？朕说过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刘爱卿，所有参与者一律处置，但念其秦王世代镇守西安，特免除死刑，没收秦王府所有家产。秦王一脉迁回北京，赐王府一所，不再享受鱼子酱等。陛下圣明。孙爱卿，你带朕到太庙祭祀，向太祖宣告秦王府罪行和朕的决议，圣旨即刻送往西安，交由袁阁老处理。若有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朝廷也发明诏，传遍9边。臣遵旨。好了，既然说到秦王了，那就一次性处理到位。诸位觉得秦王府的田地该怎么处理？恕臣等愚钝，请陛下示下。郭爱卿，你说说秦王府有多少田地？臣估算秦王府至少有2万顷。郭爱卿，陕西人均多少亩耕地？陛下恕罪，户部并未有准确的统计。不过从陕西每年的田赋和人口算，人均约为5亩。5亩吗？如果将秦王府的田地永久地卖给百姓，诸位觉得如何？方法是好方法，但陕西大灾，百姓逃亡，秦王府的田地都是上田，1亩8两银子，百姓哪能有银子买地？朕是这么想的，以榆林策为准，只允许5亩以下的买，6两1亩，人均上限5亩。买地的钱可以分5年、10年、15年、20年4个档次还给朝廷，每个档次是分别收取0成、1成、2成、3成的据。地契由官府保存，还清则归还地契。
最后就是由此种方法买的田地，不得转租，不得私自买卖。妙呀！陛下圣明，2万顷地，按照6两1亩，总共就是1200万两。但现在灾民没钱，估计会选择20年还清。这么算，2万顷最终卖出的价格约为1560万两。朝廷收了钱，百姓也得到了田，双方皆大欢喜。针对土地的问题，朕想成立一个新的部院，名为大明国土资源管理司，专门管理类似西安府的这种情况。诸位以为如何？陛下圣明。好，郭爱卿，国土资源管理司独立出来，直接对朕负责。组建就交给你了。3天后，朕要看到完整的构架和人员名单。臣领旨。还有几个问题你们要注意：如果百姓想提前还清，怎么处理？遇到天灾，是否有暂缓等对应策略？这只是朕提出的一些问题，你们商讨一下可能出现的问题，再给出相应的对策，不能一刀天。陛下圣明，此举实乃西安百姓之福，大明之福。陛下圣明，此举乃西安百姓之福，大明之福。好，都回去吧。孙阁老也留一下，这是袁阁老写给东江毛文龙的，你先看看。陛下，刚刚之事臣还有忧虑。秦王府的土地分到百姓手里，陕西其余数百万百姓知道后会不会闹？消息传到2京13省后，百姓会不会闹？有什么好闹的？秦王犯错了，被抄家了，朕才能这么干。其他地方朕又没有土地，朕想这么做也没办法，除非他们能变出土地来。怎么变出来？朕只是随口一说。暗中调秦良玉、李邦华进京，抄家弄银子，百姓捐银，再到黄德等人回京，大明军纪监察部的成立，还有今日的大明国土资源管理司，每一步看似突然，实则都是算计好的。秦王府土地，凭空变不出土地，可宗室士绅有大量的土地。既然能抄秦王府，那其他王府呢？谁的屁股是干净的？就算干净，还有锦衣卫呢。民不举，官不究。要是百姓举报了呢？朝廷只会顺水推舟。这就是皇帝的算计，以天下百姓的民意为刀，砍向宗室勋贵。查抄的银子再反哺自身，让一切都在控制之内。这是阳谋，无解的阳谋。陛下圣明，臣老了。孙先生言重了。都说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有孙先生在，朕才有时间思考其他事情。你刚刚想到的，绝对不能再入第三人之耳。臣明白。好了，你先看看袁可立写给毛文龙的信。跳下去，前面就是刀山火海，命令下达，你们都得跳，快！好，再来一个，做到80个，晚饭奖励1碗酒。7号，你是没有吃饱吗？好了。你先看看袁可立写给毛文龙的信。陛下，臣觉得袁阁老的评价很中肯，建议是可行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封东江伯，粮食1万担，白银10万两。孙先生觉得如何？可行。此举虽能稳住毛文龙，但给钱给粮又封爵，本就骄横跋扈的他，会不会更加的变本加厉？臣担心以后无妨，只要他不倒向贱奴，等朕整顿了大明内部后，有的是机会收拾他。孙先生。没问题的话，就安排毕子言带朕巡视东江，内河尽快传旨。还有，让毕子言暗中探一探东江镇的底细。臣领旨。毕子言是大明最善于理财的人，等他巡查后就调到户部。郭允后理财稍逊，可以调到国土资源管理部，或者说再成立一个商业部，玻璃、香水、高度酒都可以做了。靠抄家不长久。历史上的毛文龙死后，他的养子们投降贱奴，其中尚可喜、孔有德、耿仲明更是封王。特别是孔有德，带着孙元化的火器和制造技术投降。毛文龙不足为虑，皮岛只有19平方公里，切断补给，1个月就不攻自破。但这需要战船和水师，未来要开海禁，没有水师可不行。现在可以先准备起来。海军有2个来源，一是福建的郑芝龙，已有船700艘。2是戚家军愚者，戚家军被伤透了心，不知是否愿意重建。李若莲，臣李若莲参见陛下，安排人去福建接触郑芝龙，看看他有没有意向归顺朝廷。若有意，就让他进京一趟，朕亲自和他谈；若不愿意，也不要激怒他，等以后再说。
还有，派人去义乌找戚家军的幸存者，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出来重组戚家军。就算不出来，也要将绩效新书、练兵实际、直指堂籍以及戚继光行军打仗的手稿带回来。臣遵旨。锦衣卫新增东西镇父子，东镇抚司负责大明外部非官方的情报探查，西镇抚司负责大明境外官方的情报探查，直接对你负责。朕要时刻知道外部敌人的动向。现在先想办法安排人进入皮岛，监察皮岛的一切活动。另外，锦衣卫内设银库一座，以后每次办案的时候，截留1成财产入银库，上限10万两。怎么奖励那是你的事，但绝对不能出现为了银子构陷大案的事情。若是出现，陛下放心，敢出现，臣亲自灭了他们。凤儿，时间不早了，得赶紧给朕生个龙子龙女。陛下，跳下去！前面就是刀山火海，命令下达，你们都得跳，快！好，再来一个，做到80个，晚饭奖励1碗酒。7号，你是没有吃饱吗？陛下，宋应星到了，陈真龙去世了，怎么回事？细细说说。陈真龙万历47年去世，但锦衣卫将他儿子陈金林、孙子陈川喜请了回来，请陛下责罚。快宣！草民参见陛下。起来说话。宋应京，朕记得你是万历43年全省第3的举人，然后4次会试都落榜了。学生惭愧，愧被恩师教诲，令先祖蒙羞。那你还想不想参加科举做官？别纠结了，你现在就是想去参加科举，朕也不会让你去的。凭什么？放肆！起来。朕听说你15岁便迷上了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，你的志向或许不是经史几级，而是成为像沈括那样的人。多谢陛下点醒，草民知道了。既然想通了，朕给你个机会，暂时先做司农，负责农业上的研究，你可愿意？陛下，草民愿意。你可知道这是什么？陛下，这好像是马铃薯，臣听父亲提起过，但从未见过。你可知道这是什么？陛下，这好像是马铃薯，臣听父亲提起过，但从未见过。对，就是马铃薯。你的任务就是负责马铃薯的研究和推广。明日之后，你去找皇室的菜农学习一下。草民遵旨。二位如何看待丹薯？番薯若能大面积推广，可成为水稻小麦后的第3大主粮。万历21年夏，父亲从吕宋冒死带回番薯，试种成功后，在福建推广。大旱中，乡民活于薯者10之7、8。你们在长乐府种植的番薯亩产如何？番薯不挑土质，不挑地形，亩产平均可达6到10担。陈经纶，朕记得种薯传授法则和海外新转都是你编写的，对吧？陛下圣明。若是朕让你专职在大明推广番薯，你可愿意？臣愿意。父亲去世前，念念不忘番薯的推广。这几年，草民一直在研究番薯的种植，写了种薯传授法则。若能圆了父亲去世前的愿望，草民死而无憾。你父亲的夙愿，你的研究，加上朕给你的机会，番薯一定能在大明国土上种植开来。去休息吧。草民相信。草民告退。陛下有旨，传宋应星、陈经纶、陈川贵觐见。草民宋应星、陈经纶、陈川贵参见陛下。陛下圣躯安。朕安。起来说话。诸位可知道马铃薯、番薯？诸位可知道这2种作物的产量？土豆亩产8到15担，番薯亩产8到12担。啥？这么高？怎么可能？朕想全力推广这2样作物，诸位觉得如何？陛下圣明。陛下，番薯吃多了会产生积食腹胀，甚至会腹泻。大明收税也不收番薯，若大力推广，势必影响税收。臣请陛下三思。陛下，臣附议。推广必定需要银子和人手，如今国库不足，是不是晚点再考虑起事？2位大人可见过，大旱时草根树畦被啃光，百姓吃观音土被撑死，还有1子而食，与饿死相比，腹泻算得了什么？再说了，土豆和番薯如此高的产量，少量种植就可以了。税收没有征收，那就改一改，军粮按照10配2算也是可以的。百姓不愿意种，
那朝廷就拿大米小麦换。只要想，方法总是会有的。你放肆！陈经纶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怒。诸位爱卿可以畅所欲言，今日所为，朕都不会计较。臣同意陈经纶的看法，臣也同意。穷则变，变则通。虽然困难点，一点点解决就是了。对，开春了，先试种一部分，一点点的增加种植面积，过程中再解决其他的问题。臣等请陛下大力推广，以解我大明粮食困境。既然诸位都同意了，朕想新设一个大明农业研究院，专职负责农业技术的研究推广，同时负责教导农业技术。以后州县的劝农官都必须从大明农业研究院出，设院长1名，左右监院院村各1名，设博士、教授、助教若干名。研究院的第1任院长由宋应星担任，左院监陈经纶，首席博士陈川贵。另外，为表彰陈经纶之父陈振龙冒死引进番薯，追封为长乐伯。诸位以为如何？陛下圣明。内阁商议大明农业研究院品阶、选址和试验田，户部拨10万两银子作为启动资金。臣遵旨。好了，今天朝会先到这里。朕在奉天殿给诸位准备了些东西，诸位去试试。陛下称这种方法为自助餐，想吃什么就自己弄。臣等谢陛下赏赐。这青椒土豆丝不错，青白两色搭配，咸鲜清淡。醋溜土豆丝也不错，酸爽开胃。老夫还是喜欢这炸土豆条、小鸡焖土豆。冯大人，口感还不错吧？吃也堵不住你的嘴。宋爱卿，你觉得农业研究院的工作如何开展？陛下，臣认为从4个方面走。第一，合适的土壤，种合适的作物；第二，提高土地的种植次数，提高蒙产；第三，研究如何提高土壤力；第四，引进高产作物。目前臣只想到这么多。宋爱卿，北京城周边的田地你先用着，朕另外在陕西给你准备了40万亩田地，等那4个地方移民开荒结束，你就去种植马铃薯。臣遵旨。陈经纶，你就在福建、广东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先种植，明年的种植面积必须达到1万顷。臣遵旨。宋爱卿，放手去做。你现阶段主要推广土豆和番薯，其次是芝麻、油菜、花生，等这些都铺开了，再去研究其他的，包括瓜果蔬菜。你可明白？臣明白。秦王府9条大罪，竟然有这种事！号外！大明成立农业研究院，负责农业研究，现求种植高手，每月2两银子，管吃管住。大明农业研是什么部院？没听过呀。甭管是啥，只要给银子就行。小孩给我1份，2两银子，包吃包住，真大方呀！大王，出大事了！他怎么敢？秦王是太祖一脉，天下第1王，他对秦王动手，不怕太祖怪罪吗？他怎么敢改祖制？大王，出大事了！他怎么敢？秦王是太祖一脉，天下第1王，他对秦王动手，不怕太祖怪罪吗？他怎么敢改祖制？是本王失态了。汤长史，你怎么看这件事情？大王，此事经过是陕西大灾，爆发民变，结果秦王府带头涨价，且挪用社仓的粮食，然后被锦衣卫查出来了，最后就有了这道明诏。那其他的罪名呢？也都是真的？说说你的想法。大王，陛下发明诏就是敲打诸王，也能鼓舞百姓，毕竟这是百姓乐于看到的。陛下借机对秦王府动手，那会不会对其他亲王动手？开弓哪有回头箭？但暂时应该不会动其他诸王。那就好。但如果各亲王又触到陛下的眉头，那就不好说了。大王，臣建议代王府放弃所有盐铁等国家明令禁止的东西，免得有心人举报，甚至什么？都到这个时候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说吧。大王，陛下登基后联手英国公弄死了魏忠贤，而东林死了魁首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北京传回消息，朝堂上成了陛下的一言堂，而且陛下在整顿26位，现在朝廷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，所以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臣的意思是，陛下对秦王动手只是一个开始，
大王不如早做打算，主动向陛下示好。绝对不可能！30位亲王、数百郡王、20余万宗室，他敢这么做吗？不怕宗室的人暴动吗？大王息怒，主动示好是不可能的，但暂停私言私帖倒是可以。另外，告诉代王府下的宗室，最近都老实点。还有，派人秘密传信给韩王、沈王、晋王、周王、楚王，问问他们的想法。是。这大明的天要变了。户部左侍郎曾宪接旨。臣曾宪接旨，奉天承运皇帝制约，封大明国土资源管理局首席，负责秦王府所属田地售卖，遇事不决，可请示袁可令钦此。阁老，曾大人，你们的疑惑都在内阁给2位的信中呢，您2位先看看，这是孙承宗的字迹。陛下大才，臣等佩服。阁老，这是陛下给您的密信，阅后即焚。密旨的意思很明显，就是要多搞点田地。从哪里搞？这么大的事情，那些士绅肯定有牵连，怎么定罪还不是袁可立说了算？阁老，我们是600里加急来的，朝廷也发了明诏，您这边动作可得快点了。崔明，持本阁手令，调4镇5000兵马，立刻随本阁去西安府，半个时辰后出发。是。郭雨桐指挥使负责永兴、保安、兴平3处秦王府宗室。陈长平指挥使，你负责献阳、钦阳处秦王府宗室；赵康指挥使，你带领经营坐镇白水，负责秩序维护。末将领命。按计划行事，速度要快。其余人等留守各城门，此刻起西安城禁止出入。胆敢私自开启城门者，杀无赦。秦王朱翊勋接旨。臣朱翊勋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指陕西大汉永寿郡王府参与白水民变，着抄家灭族、剔除宗室御敌。秦王府犯抗旨、谋逆、藐视祖制、盗取官田、贪污等9大罪名，着锦衣卫押回秦王府嫡系回北京城。钦此。啊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永寿郡王不可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。本王只是卖了点粮食而已，肯定是你打压我。本王要去北京面见皇帝。来人，速进秦王府，清点秦王府人员，不可漏掉1人。谁敢？秦王府听令，没有本王允许，擅闯王府者一律乱棍打出。秦王，您这是准备抗旨？众军听令，速进秦王府，胆敢反抗者，格杀无论。来人，请秦王和家眷到原殿去，没有本阁的允许，谁都不能见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秦王府典保证何在？下官秦王府典保王表峰见过袁阁老。王表峰，带本阁去王府内库。阁老，请随下官来。阁老，王府内库设为金银、宝玉、羽毛、古玩、字画、地器等共计12个门类，另有供应库10余座。金银库内白银有58万6千两，金有6千两，另有散银10余万两，合计白银74万6千两。金银库内白银有58万6千两，金有6千两，另有散银10余万两，合计白银74万6千两。西安府、长安、咸阳、兴平、临潼、泾阳、王表峰，这些老官箱子内不会装的都是地契吧？阁老明鉴，所有箱子装的都是秦王府拥有的田地、山林、酒楼、庄园的地契，箱子上的名字就是地契所在的州县，加以区分。一个箱子按2000张地契算，这么多箱子估计能装10万份吧？阁老，这本书里就是仓库中地契的汇总。西安府下田8库，中田80库，上田622库，酒楼5座，米房2座，庄园3座。长安县下田23库。罗指挥使，安排人将这些箱子全部搬到庭院中，立刻召西安城内的账房先生核算账册。是。你刚刚说
秦王府还有10座供应库。是，西安城内有4座，每座存粮2万担。西安周边各县有6座，存粮已全部卖空。崔明，立刻派人看住4座粮仓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。阁老，秦王府的良田中有一些是士绅富商挂在秦王府名下的。好，赶紧去统计出来。另外，明日派人通知这些士绅富商，本阁有请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是直接没收10倍处罚，还是抄家？阁老，我等一时糊涂，财迷心窍，请阁老责罚。按照你们所为，抄家砍头是肯定的，但本阁给你们个机会：第一，各家挂在秦王府下多少土地，那就再补多少；第二，至于逃税，老夫只追查10年，10倍补回；第三，家族现有坊市店铺，3年内税收双倍；第四，家族子弟10年内不得参加科考，已有入仕者3年不得晋升。以上4条，可能做到？阁老，我等完成这些处罚，秦王府的事情是否翻篇？来人，拉出去砍了！阁老，阁老，阁老，记住了，本阁是通知你们，不是跟你们商量。当然，以后没有人能拿秦王府的事情找你们麻烦。多谢阁老，我等愿意。阁老，秦王府下所有宗室全部处置完毕，查抄家产都统计出来了。哦，看你这表情，应该是大有收获。说说看。阁老，秦王府宗室一系查抄田地共计4万3千顷，现银共计886万两，古玩字画数千件，折合现银89万两；店铺庄园90余处，折合现银60万。其他的绫罗绸缎、角羽等等也值个110来万，约合总价值1500万两白银左右。宗室误国呀！阁老，整个西安府上下的官吏几乎都和秦王府有关系。按照大明律勋贵典，达到斩杀标准的97人，那就按规矩办吧。阁老，西安府的6位指挥使也贪污了不少，是不是？暂时不用管。陕西境内还有民变和大灾，还要靠他们来震慑。另外，抄家所得尽快运往京城。明白，下官这就去安排。诸位父老乡亲，今天召集大家来，就是想当众处理秦王府的事情。秦王府左长史全庆红、右长史谭瑶辜负圣恩，为督促秦王斩立决，抄没家产，行刑！陛下，徐光启到了，孙传庭和曹化纯也到了。先传孙传庭来，让内阁和李邦华来一趟。奴婢遵旨。陛下，徐光启到了，孙传庭和曹化纯也到了。先传孙传庭来，让内阁和李邦华来一趟。奴婢遵旨。臣孙传庭参见陛下。起来说话。孙爱卿，你那句“圣主若需钱席带，愿将血泪洒丹席”，朕很是喜欢。陛下谬赞。孙爱卿，此次让你回来，朕有3种安排。第一，朕给经费和卢相生一样，自己招兵练兵。第二，朕准备成立禁军都指挥司，由你担任都指挥使，管辖21卫。第三，去陕西接任3边总督，坐镇西北。陛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可否容臣考虑一些时间？可以，你可要抓紧了。孙爱卿，你觉得火器怎么样？陛下，虽然火器还存在一些缺陷，但从威力和攻击距离来看，都是不可替代的。臣认为可重点研究。好，大办，传他们进来吧。草民毕茂康、孙元化、徐光启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徐光启即数学、历法、农学、军事的大成者；毕茂康，火器专家，著有《军器图术》《碎发枪》的发明者；孙元化，火炮研究第1人，著有《西法神机精武全书》。可惜被冤杀，影响华夏的历史进程。你们可知道朕召你们回来所为何事？研究红夷大炮。对，也不对，不只是红夷大炮，而是要研究火器，诸如火铳、万人仪、水底雷、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、佛郎机炮等等。真的？陛下此话当真？陛下，研究火器会耗费大量的银子、工人、铁等资源。朕既然召你们回来，那自然是有准备的。不过，朕对火炮也有3点想法，你们看看有没有道理。第一，现在火炮的炮管是泥模做的，
极大影响发射的精度和质量。我们能不能用铁膜、铜膜代替？第二，现在的火铳和鸟铳都是火绳点燃火药，可否用碎石替代，自动生火，从而提高发射频率？第三，现在的火药都是在现场临时搅拌的，是不是可以将做好的火药搞成颗粒状，这样更方便运输，也不怕雨雪天气？陛下大才，3种想法细想是可行的，但能做到什么程度，需要大量的试验才能得知。可行的，绝对是可行的！我找到方法了，我怎么这么笨？就在身边，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陛下，自动生火是可行的，臣已经想到了方法，用碎石代替火绳，这需要对火铳结构改造。若能做出来，陛下当居首功。这是你自己的想法，和朕没有关系。看来碎发枪要提前问世了。皇爷，内河的几位大人到了。宣参见陛下。免礼，诸位爱卿，今天朕打算再成立一个大明火器研究院，主要负责研究火器，增加大明军队的战力。诸位意下如何？请陛下示下。大明火器研究院下辖火铳司、火炮司、地雷司、水雷司、火药司、战车司、奇技司和战术司、功过司，各司不得相互干涉。另外，将兵棒局、军器局划入火器研究院。陛下，这奇技司和战术司的职责是？大明火器繁琐，诸如神火飞渊、震天雷等，虽然用得少，但不代表没有用。不同的地形配合不同的火器才是最合适的。战术司则是研究火器战术战法，制定火器训练计划，将火器的威力发挥到最大。孙爱卿，火器研究院的品节与职司和农业研究院同级，选址与设施也按照农业研究院的标准来，保密权限更高，加派重兵保护。擅入火器研究院10丈内的，格杀勿论。此事内阁要放在第一位。李爱卿，你从军纪监察部调一人到火器研究院担任功过司司长，只负责记录各司和研究人员的功过，不得插手各司的研究。臣领旨。徐光启，你担任火器研究院的首任院长，毕茂康担任左监院兼火铳司司长，孙元化担任右监院兼火炮司司长。另外再成立一个火器学院，挂在火器研究院下面。臣等叩谢陛下天恩。徐光启和孙元华的能力我放心，但那些文章说他们通西，这不得不防。徐爱卿，朕有几点跟你们重申一下：第一，信奉什么教派，这是个人自由，但绝对不能在火器研究所内传道。第二，朕知道你们与西方有很多联系，但研究所内的所有研究一点都不能外传。臣等不会。很好，起来吧。朕有2句话送给你们：第一，科技无国界，但科技研究者有国界。第二，如果有神明站在华夏的国土上，华夏上下几千年的漫天神佛都救不了你，更何况那个弟弟。臣明白。重整山河，再兴华夏。明君威武，诸位同行。朕有2句话送给你们：第一，科技无国界，但科技研究者有国界。第二，如果有神明站在华夏的国土上，华夏上下几千年的漫天神佛都救不了你，更何况那个弟弟。臣明白。好了，火器研究所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大官，派人去请宋应星一起来，朕要为几位爱卿接风。陛下，宋院长可能一时半会儿抽不出空来。昨晚宋院长请臣调一些人手给他，说是要搞一个暖房，用来培育土豆种苗。暖房，后室温室大棚用塑料或玻璃，透光、密封、保温。宋应廷用什么做？诸位爱卿，有没有兴趣去看看？哈哈，当然，也让臣等开开眼界。好，大办，将朕的那套烧烤架带着，多准备些食材，朕请诸位爱卿撸串。奴婢这就去安排，顺便通知勇士营和锦衣卫做准备。陛下，这暖房以白纸为墙，透光保温，外附茅草可防寒挡雨，内有火盆增温。好，很巧妙的构思，不愧是我大明农业研究院的院长。此法令冬日得先书，功在社稷。陛下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走吧。辣，快，水。有一股焦香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孜然、辣椒、蜂蜜，调料很多，
但混合在一起，口感却是很奇特，很有味道。孙爱卿，你有选择了吗？陛下，臣想担任禁军都指挥司都指挥使。好，你尽快熟悉21位，再找个时间找朕聊聊合并后的军制问题。臣叩谢陛下天恩。孙爱卿，明天朝会的时候，关于大明火器研究院的事情，由内阁提出廷议，明白吗？陛下放心，绝对没有问题。皇爷，曹化淳还在外面候着呢，让他进来吧。奴婢，曹化淳参见陛下，陛下圣公安。一别7年，你受苦了。朕新登基，很多事情都要处理，你可愿留在朕身边做事？皇爷请吩咐，奴婢万死莫辞。你去东厂担任提督吧，要注意几点：第一，东厂自招人培养，不要再从锦衣卫调拨；第二，盯紧东林党、楚党、浙党、齐党；第三，重查魏忠贤时期的冤案错案；还有，不要走魏忠贤的老路。奴婢明白。曹化春，大明日报交给你负责，朕的要求只有一点，要在未来2年内遍布大明2京13省1138县。奴婢明白。皇爷，大明日报每天发行，但以现在的交通，偏远地区没法一天到达。北京城出1发，其他地方就15发，循环下去就行了。等以后驿站调整好了，再缩短间隔时间。奴婢明白，奴婢告退。李若莲，臣在。徐光启、孙元化都是天主教徒，与西方联系密切，他们保证不会将火器技术传出去。但这个险，朕担不起，大明也担不起。你派心腹去监视众人，记住了，如果被发现，朕不会承认是朕安排的，你可明白？还有，安排锦衣卫到各处看看，西方传教士传道时有没有使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？若是有，秘密抓回来。若是发现偷窃我大明的珍贵古籍、特有植物的，直接处理掉，做得干净点儿。臣明白。去吧，传国允后过来。兵部尚书还没有着落，洪承畴、侯缩汉归李定国、张黄银。李定国和张黄银还小，暂时用不上。满归是武将，内阁和6部不会同意，那就只有他了。大办，传旨，召侯勋回来。参见陛下。郭爱卿，火器研究院的成立会用到大量的铁，今年铁的产量有多少？回陛下，预计今年产量在9700万斤，但因为有些地方是折银子的，最终得到的生铁预计在7000万斤。户部存铁量有多少？陛下，约600万斤。百姓农具消耗约5000万斤，军队消耗1000万斤，各地修城修房子约500万斤，能供给火器研究院的只有500万斤，而一门红缨大炮5000斤，也只能制900门红缨大炮，产量差太多了。郭爱卿，从明年开始，逐渐收回铁矿和冶炼的私营权，明年的铁产量必须达到15000万斤。户部在以后冶炼过程中要注意研究，只要能发明新的方法，都要中奖。臣遵旨。自摸9条，13邀。陛下，规矩是您定，您不会糊弄我们吧？皇爷，西安府元阁老6百里加急。元阁老，凤儿，你们打吧，朕要去处理些事情。大办，传内阁和6部，另外让曹变交、周玉吉来一趟。奴婢这就去办。西安府的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，这是袁可立的信，你们先看看。竟然超出了1500多万，秦王府还真富有，良田4万3000顷。要我说，袁大人太仁慈了，那些代持漏税的人都应该抄家灭族。诸位爱卿，这一次现银差不多是1300万两，现银4成入内堂，4成入太国库工部1成，其余各库各半成，古玩字画全部入内堂。诸位以为如何？谨遵陛下旨意。郭爱卿，九边欠饷的780万两，先给一半。太过库留300万两银子以备突发状况，其余银子全部都去江南、吕搜、缅甸、越南等地买粮，做好储存。这些粮食谁都不许动用，违者抄家灭族。臣遵旨。好了，西安府空缺官员，内阁尽快商议填补。还有，袁克立要回朝了，你们觉得谁可担任3边总督，坐镇西北？陛下，臣推荐陕西右参政郑崇锦。陛下，洪承畴吧。
袁阁老在信中将洪承畴的情况都说了，此人颇有能力，就是不合吏部的流程。陛下，臣推荐陈其瑜，此人也颇有能力。那就洪承畴吧。陕西查抄的土地，内阁尽快下发章程，把土地出售给百姓。没事都去忙吧。臣等告退。大办，让曹变蛟和周玉吉进来。臣曹变蛟、周玉吉参见陛下。免礼。周爱卿，藤乡右卫现在有多少人？回陛下，整顿后加上新招募，总计5600人。剩余的人手，方大人已经派人去河西6郡招人了。好，你带人去河南边界等候被押送回来的秦王及查抄家产。出城的时候声声搞得大一些，把精气神给整出来。曹爱卿，你带着勇士营也跟着去一趟，将北京到潼关官道方圆100里的贼寇盗匪清理一遍。臣等遵旨。都去准备吧。勇士营准备好后，朕要去大越，绝不辜负陛下圣意。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现在要银子有银子，要兵力有兵力，农业步入正轨，火器也在研发，粮食也在储备。等过完年，收拾了8大晋商，就找贱奴碰一碰，能不能利用8大晋商的事儿坑贱奴一次呢？诸位怎么看？英明函，依我看，这是垂死挣扎罢了。一个17岁的皇帝能做什么？代善说的对，文章写得漂亮，连沈阳都丢了，还马踏王庭，痴人说梦。大汗，请拨给我3万铁骑，我攻下宁远城，给他个教训。范先生，此事你怎么看？诸位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成真？狗东西，又给你脸了是不是？你就是我大金的狗东西！来人，将代善拖下去，重打50军棍。范先生是我后金功臣，出言不逊，实在该打，拖出去。范先生，你是依据什么判断的？据本行所知，虽然清除了阉党，但东林党并没有大动，还有楚党、齐党等等。相比阉党，东林党更加可怕。据探子汇报，孙承宗回朝了，袁可立去陕西赈灾，韩部是2朝的辅臣。这3人大汉不会陌生吧？即便这3人是能臣，但此刻的大明已经腐朽，想要改变难如登天。我且问大汗几个问题：我们能攻破锦宁防线吗？能。我大金铁骑无敌。用时多久？3年还是5年，亦或是10年？要用多少将士的血肉来填关宁锦防线？即便我们的火炮研发成功，将士悍不畏死，想要打破也得3到5年，再加上研发火炮的时间，须得10年之功。但现在大明内部出现了巨大变数，难道我们就这样前功尽弃了？还请先生教我。大汗，大汗，锦宁防线在防御上无疑是厉害的，但它的弱点不在军事，在钱粮。辽东军费是个无底洞，而且进攻大明的路线可不止锦宁防线，它左侧是蒙古诸部，右侧是登莱水势。范先生的意思的借道蒙古，这不可能。蒙古诸部实力强悍，不可能让我们借道的。不行，这是在树敌。蒙古诸部会不会在我们借道的时候断了我们的后路？我倒是觉得这是个好主意。安静，范先生，既然你提出这个了，必是有所依仗，愿闻其详。大明以赏赐的名义收买了林丹汗，但明朝至太祖就一直追着蒙古打，差点让蒙古灭绝。大明控制着他们的铁器、食盐、茶叶等必需品，这其中的仇恨因为无力而隐藏。我们只要和这些被欺压的部族联系，予以好处，并且承诺干掉林丹汗，他们就会借道，甚至直接倒向我们。收服蒙古诸部有几大好处：第一，广袤的草原，无尽的水草；第二，增加我们的骑兵，蒙古诸部都是天生的骑手和战士；第三，蒙古诸部我们早晚都要收服；第四，大汗，据说元朝传国玉玺在林丹汗手上，若是我们能得到，这就是天意，借此您就可以称帝了。范先生此言可当真？8、9不离10，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察哈尔的林丹汗手上。本汗决定了，全力收服蒙古诸部。范先生，联络蒙古诸部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萨哈勒，你负责协助范先生。阿敏，3天内钦点3万铁骑进攻察哈尔。是。吾辈，你们商队什么时候去张家口？大汗，就这3、5天，
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，辛苦了。将这封密信交给张家口东来客栈掌柜的。明白。大明是回不去了，只有后金彻底崛起，我成为重臣，大明灭了，才能向大明的读书人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顺应天意才是王道。这才是我大明天朝的威武之师，这才叫军队。经营那军人是啥玩意儿？别提经营，上次看到他们给某个侯爷家砌墙，真他娘的离谱。辽东军士若都是这个样子，贱奴何愁不灭？可，皇爷，周指挥使已经出发，勇士营也已集结完毕。让兵部给蒙古的卫所传递消息，严密注意蒙古各部，特别是察哈拉、兀良哈、土默特三部，摆架勇士营。奴婢遵旨。勇士营已经集合，请陛下大阅。诸位将士，你们都是从各军选出的精锐，今天是勇士营组建以来的第一次任务，现在是证明你们的时候了。你们是禁军中的禁军，若面对一群盗匪都有伤亡，那干脆解散回家，抱着老婆孩子热炕头。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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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朕今天来有重要的事情宣布，勇士营加饷，每年军饷30两。12担粮食1斗食盐，朕会在燕山上建立忠烈祠，战死之人进忠烈祠补偿120两。你们的孩子抚养到16岁，但是高俸禄就意味着高风险，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朕希望打造一战无不胜的军队。从今以后，大明所有的士兵以进入勇士营为荣。如果你们干不了，现在就可以提出来，朕绝对不会怪罪。勇士营出发！大办，传令工部，在燕山选址设计一座忠烈祠，要能容纳10000人以上的牌位。奴婢遵旨。回宫吧。陛下，这是内阁关于明年5科出拟的圣旨，请陛下过目。拟旨后以明诏300里加急送到两京13省各州府，由各州府传至各县。明年龙抬头开5科了，凡是中了3甲的，代推最迟6年。3甲最后1名都是从5品官职，相当不千户啊！真的，竟然代推只有6年，而且还按照品阶发俸禄，陛下英明。3甲武举竟然要去九边历练半年，这要是分到辽东去，那就完蛋了。真心无语，朝廷咋想的？想参加武举，必须得拿报纸上的望名表去报名。日月山河永在，大明江山永在。大明江山永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昔我民族宝训，自古皆贵中华，见夷则不然，视天下一视同仁。自即日起改年号为崇祯，为崇祯元年，与民更始，滋而万方，宜息朕意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位，从崇祯元年开始，重启巡修，每月12、30日休沐，新增加清明、中元、中秋、冬至、皇帝诞辰、正诞6节，各休3天。孙爱卿，内阁细化完善后报给司礼监。臣领旨。好，新年伊始，户部负责统计，将天启元年开始拖欠官吏的俸禄如数发放，年前全部发放完成，让百官过个好年。另外，朕在皇极殿设宴，恭贺新年。陛下圣明。诸位爱卿，开始吧，不要拘谨。谢陛下。彩衣舞裙，伴着管乐，比后世的古典舞漂亮100倍。好了，诸位爱卿，你们自便，朕就先回去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祝陛下新年快乐！过年了，一人1个红包，图个吉利。皇嫂，这是5万两的平信，全当是新年礼物了。
谢陛下。按理要接受嫔妃皇子皇孙行礼，现在连皇子都没有，得努力才是。雨露均沾。皇上，这雪花好神奇。爱妃，我们该歇息了。啊，皇上，你喝醉了。一切都在向着预期进发。我大明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，都定会成为世界中心。八方来贺，万国来朝。小伙子，开局不错，继续加油！大明崇祯年第一个5年计划：一、研究火器，改进火铳和火炮，5年内至少要产出2000门红夷大炮，每门大炮配套弹200枚。2、田地清量分给百姓，5年内天下田地尽归百姓所有。3、整顿兵马，全面取消卫所制、募兵制，军事走职业化路线。4、调整税制，税制跟随土地分配进度走，5年内达到5000万担。5、成立大明工业研究院、医学研究院、军校等，这些计划触碰各阶层的利益。为防止意外，需要1000万计的银子以及强有力的军队。京城军队已尽在镇守，剩下就是搞钱。8大晋商，希望你们能多报点金币。若一切顺利，我大明足以应对任何问题。我大明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，都定会成为世界中心。八方来贺，万国来朝。小伙子，开局不错，继续加油！大半，给诸位爱卿看看。陛下，铁模的事情已经有了进展，估计半年后就有结果。如果工部的铁和户部的银子能供应，5年计划的第1项没有问题。好，户部工部全力支持。徐爱卿，朕只要结果，另外别忘了培训炮手。遵旨。毕爱卿，燧发枪要加紧研发。孙爱卿，火药的颗粒化研究也要同步进行。臣遵旨。我们再说说第2项计划。郭爱卿，你是户部尚书，你来说说能不能做到？陛下，大明榆林图册记载有850万孔良田，黄册记载的人口13000万人，人均约6亩。如果能大面积的推广土豆、番薯，吃饱穿暖，手里有些余钱足够了。但是大明的良田，宗室富商士神占3成，军屯占4成，百姓只占3成。想要完成目标，就必须对军屯或者宗室动手。英国公、忠贞侯、李爱卿，如果朕要整顿全国兵政，彻底废除卫所制，你们觉得可行吗？陛下想怎么做？废除卫所制，保留精锐，走职业军事路线，废除军户和军户屯田制度，把军屯田全部收回来。陛下，恕臣愚钝，您说的职业化是什么意思？通俗一点，军事将成为士农工商外的第5业，国家与军事签订契约，服役一定年限后退出军队。根据需求，大明将保留120到50万职业军士，另外再招30万预备役。陛下，职业化军队臣是极力赞成的，但军饷从哪儿来？军饷加上吃喝兵器等，1年至少5000万两白银，这笔开支朝廷无法负担。按照陕西土地改制的经验，400万顷军屯田，加上20年的举，差不多29万万两，平均每年近15000万两，支撑军饷很轻松。陛下，军屯这边牵扯的利益太多，可能会反抗，以至于造成混乱。没有如果，敢反抗，那就都杀了。朕也想试试禁军到底能不能战。诸位大人，骚乱或许会有，但造反的可能性不大。军屯本来就是朝廷的。陛下，臣以为先从陕西开始整顿，那里有4镇的12000精锐，而且秦王府和大批官员刚被查抄，又有民意加持，阻力最小。好，朕提议由李邦华任整顿全国兵政的总负责人，如何？臣等赞同。好，李爱卿，你将刚刚的建议细化出来呈给朕。郭爱卿，你调判大明古土资源管理局担任首席大臣，主管大明良田的清检、售卖。户部尚书由毕自严接任。臣遵旨。诸位爱卿，时候不早了，朕给你们准备了午膳，咱们这2天辛苦一下，把第1个5年计划的详细内容给做出来。英国公，你留一下。臣等遵旨。孙阁老，你们瞒着我们下了好大一盘棋，诸位见谅，实在是事关重大，
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陛下当真乃绝世大才，这个5年计划完成，我大明何惧之有？熹宗的眼光绝对可行，为我大明选了一位万世之君。英国公，你此刻在心里埋怨朕吧？陛下何出此言？你心里是否对朕安排李邦华作为整顿全国兵政的总负责人有怨气？臣不敢。英国公，朕能相信你吗？陛下可以信任臣。朕需要你去辽东坐镇。辽东，陛下，辽东出问题了，是士兵哗变，还是将领私通贱奴？不要激动，朕只是未雨绸缪。5年计划的实施，最需要的是时间和稳定的环境，而贱奴是个不稳定因素，辽东又是重中之重，所以朕需要你去辽东坐镇。陛下，臣倒是无所谓，但袁崇焕现在是兵部尚书，兼任右副都御史，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，已经是辽东最高职权了。刚刚任命3个月，这会儿再撤下去，容易影响军心。你担任辽东经略，但驻扎在山海关，负责关内事务，和袁崇焕隔关而治。朕再给你一道圣旨和尚方剑，如果出现叛变，你可即刻接手拧紧防线。你觉得可行吗？陛下圣明。诸位爱卿，都坐吧。5年计划中的火器、土地、百姓口粮、兵政都已经定下了。税收问题，户部制定一个可行性方案，呈给内阁和司礼监。下面看看第5项内容，工业研究院的事情现在只是一个概念，等王辉来北京后再详谈。我们先讲军校。陛下，军校是不是就是培养军事的学院？对，朕所说的军校算了，改成讲武堂吧。讲武堂下设巡营司，专职从全国各地寻找天赋好的16岁以下的孩子，进入讲武堂接受军事教育，目的是培养指挥型将领。臣认为此事不妥，已经有5科、基层选拔、世袭、文官蒙阴4种方式，再增加讲武堂意义不大。刘大人，文官有县学、国子监以及翰林院，民间还有书院，我们武官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培养体系？钟镇侯，这话就不对了。我们培养方式虽然多，但只有科举1条路走，而武官加上演武堂就有5条路。你自己看看，有几条路是为平民百姓准备的？5科需要兵法、策问，你觉得普通百姓能搞得定兵法？现在多一条给百姓的路有什么不好？武将世袭是他们祖先拿命拼来的，本侯认了。那文官蒙阴是什么意思？陛下，刘大人和钟真侯所说各有道理，臣考虑讲武堂和5科选拔有一定的重合，要不要再调整一下？周大人不需要调整，陛下只是将卫学改成了讲武堂，招收人数比卫学还少，对5科没有影响。李爱卿说的对，讲武堂从孩子开始培养，而5科则是成年参加。巡营时也不可能将所有天才都找到，我们总要给百姓多一些机会。臣明白了。陛下，臣大力支持。陛下，臣也同意。好，既然诸位没有意见，那讲武堂的事情就这么定了。讲武堂挂在兵部下面，兵部负责制定详细方案，速度要快。臣遵旨。对于讲武堂，朕还要多说2句：武以尚武，文以养士，文武兼面，方可强国富民。我们要时刻准备着，当有一天侵略来临，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。手中有剑不用和手中无剑，这是2回事。这才是朕设立职业军事和讲武堂的真正原因。你们现在可能没有想明白，但朕要告诉你们的是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就在执行中慢慢理解。陛下圣明。有超前的思维和眼光，但没有太多实操经验，而内阁和6部9经经验丰富，有些东西只需提点一下，他们就能发散出各种想法和建议。古人只是受见社会的发展阶段不同。诸位爱卿，这2天辛苦了。5年计划大致方向是定好的，具体的细节和执行计划需要尽快做出来。诸位去忙吧，孙传庭和李邦华留下。谨遵陛下旨意。老夫现在好奇，陛下这份大明第1个5年计划会不会有第2、第3？对，老夫现在浑身满是力量，期待大明的明天。不为别的，就冲陛下的这个计划，老夫也得多锻炼身体，多活几年，亲眼看看大明盛世。陛下，秦王的车队预计下午酉时进入北京城，传令周玉吉宵禁时进京，将车队财物全部放于南新仓。传令孙传庭派2个千户所去看守。好，有了这批银子，国库终于不再空虚了，终于能安心做事了。是啊，工部积压了近100项的申请，终于可以做了。秦王真是个好及时雨呀！后世若得到一剑，
一辈子吃穿不愁了。陛下，所有箱子清点完成了，和元阁老送回的总账一致。既然无误，那就按照定好的乘数，各自拉走吧。大办，传李若莲。李若莲，武举结束后，朕要去西北巡视，你派人前去查探消息，规划路线。陛下，圣驾出京恐……朕意已决，注意保密，去安排吧。臣遵旨。巡视只是借口，陛下的目的恐怕是为了晋商。八大晋商发展了这么多年，背后一定有人。大人，西镇抚司传来消息，300里加急。皇爷，李若莲李大人又回来了。宣，陛下，臣有事禀奏。建奴那边传回消息，盛京与前线频繁换防，大批物资运送到前线，前军主帅阿米撤回，动向不明。其次，盛京有商队携带物资进入草原，带队的人像是范文成，因为距离太远，没有看清。大办，传方正化、孙传庭、钟真侯。陛下，臣还有消息，遵化城传回密信，暗探查明，遵化城知府与千氏马司公私通建奴。李若莲，从喜峰口到遵化蓟门，是不是只有一条官道？回陛下，官道只有一条，还有一些小道。你接下来要做3件事：第一，派人将喜峰口到冀州这一路上的官道和小道打探清楚；第二，看看能不能接近马司公；第三，查查3屯营的总兵和将领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参见陛下。免礼。李若莲，给几位爱卿说下情况。几位大人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我军的细作传来消息，减兵增造。对，就是减兵增造，结合商队进入蒙古诸部，臣可以断定，或许建奴真的要收服蒙古诸部，借道蒙古绕过紧宁防线，攻击大明其他地方。李若莲，立刻核实建奴是否在攻击察哈尔部或者交好蒙古诸部，查探一下建奴前线动静，有消息立刻来报，让曹化纯和你一起。臣遵旨。方正化、藤乡4卫现在如何了？能否一战？陛下，藤乡4卫现共有军士24000人，其中11000老军士可以一战，新兵9000人还需训练。好，钟真侯，从白干兵抽调8000人，化整为零进入遵化城外隐藏。方正化抽调5000人，化整为零入3屯营与遵化城中间的城子山中，所需粮草在当地筹措，但绝对不能暴露。朕给你们3个月的时间到位。臣遵旨，臣等告退。大办，传旨给火器研究院，让他们务必在3个月内做出500具万人敌。奴婢遵旨。崇祯2年，皇太极绕道蒙古，攻陷遵化，直逼北京。2年时间，那就先肃清宣府，巩固防线，落子宣大。皇太极，这里将是你的埋骨之地。陛下，5科准备就绪。5科第1场开始。5科第1场考核结果出乎朕的预期，朕心甚慰。预祝各位接下来的兵法测问、兵械考核取得好成绩。第4场测问。陛下，这是测问前10的试卷，朕先看看。这篇测问可得满分，考生是谁？陛下，考生是行荒县赌印新。谁？去查一下此人的具体信息，速度要快。皇爷，赌印新的资料查到了。赌印新，生于万历29年，字仲衍，果然是他。他竟然也参加了5科，明朝最后一位战略大师。
一己之力撑起南明战局，差点让南明翻盘的牛人，他单枪匹马劝降李锦30万大军，收复10余城。李爱卿，把他定在2甲前10，私下通知他，不要随便向其他人谈及策论的文章。臣明白，陛下这是在保护他。诸位大人，策问前10的试卷，陛下已经过目了。陛下示下，立刻统计分数，明日5时出课放榜，开始吧。陛下，5科结果已经出来，只待明日进宫谢恩，状元游街后，5科就结束了。李爱卿辛苦，锦衣卫查明，宣副总兵王承寅贪赃枉法，纵容家丁欺男霸士，军纪涣散，该如何处置？陛下，宣府是大明九边重镇之首，王承寅在宣府7年了，宣府肯定有他的亲信，贸然处置会不会引起哗变？蒙古诸部会不会趁着交接的空档偷袭？如今我们缺时间，不如装作不知道，先缓缓。不妥，孙阁老，如果只是贪污倒没什么，但家丁假冒响马劫持商队，杀民冒功，一旦传出去，以后谁还敢在张家口护市？对，张家口护市每年马匹高达3万匹，而且那里是罗刹国进入大明的第1站，影响太大。李爱卿，你怎么看？臣以为可杀，但要分2步。第一，派一位镇得住的大臣前往，既是处理王承寅，也是防止亲信哗变。第二，选派一位能力强的新总兵接任，最好杀伐果断、有勇有谋，毕竟要清查9边，杀伐不果断镇不住。2项人选，你可有建议？陛下，臣推荐辽东总兵满贵，他本就是宣府人，宁远之战、宁锦之战的主帅，经历还是军功都足够了，而且忠诚勇敢，不好声色。最重要的是，蓟辽都师袁崇焕和他不和。好，内阁尽快拟旨传满贵进京。至于威望高的人，诸位觉得朕怎么样？陛下，恕臣没有听清楚，您说的重臣叫郑什么？是朕，不是郑，朕就不信了。朕亲自去宣府，他们还能翻了天？陛下不可，万下不可，万不可！朕巡视西北有几件事情：第一，查看西北几个边镇的情况；第二，到陕西看看大灾和救助，还有土地的售卖情况。然宣府出了这种事情，那第1站先去宣布，然后再去西安。朕意已决，不再更改。臣遵旨。朕西北巡视期间，孙承宗带领内阁处理所有事务，不决之事600里加急送给朕。孙传庭负责北京城安全，李邦华带领军纪监察部负责监察，御史全部跟朕去巡视，处理沿途百姓告状之事。秦良玉留下，其他人都去忙。臣等领旨。钟真侯，你抽调2000白干兵随行，此次朕巡视西北，护卫之责就交给你了。臣领旨。大办，永士营现在在哪里？回陛下，永士营3日前传信回来，在潼关休整，随后准备进入陕西，从陕西返回京城。传令给曹变交，让他率永士营到大同等阵。奴婢遵旨。李若莲、曹化纯，朕离京后，你们要严密监视内阁6部。另外，派一位监护带着手谕到福州传信给陈经纶。臣遵旨。传蓟辽都师袁崇焕总兵满贵接旨。300里加急，速打开城门。打开城门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蓟辽都师袁崇焕家资暴政，用为显扬之志，彼以殊荣。宁远总兵满贵永而廉，着满贵即刻回京，不得有误。臣袁崇焕满贵接旨。满总兵，需要收拾行李吗？咱们可以等1个时辰。稍等片刻，我去就来。都师，末将受诏回去，营中之事就不做交接了。若是能回来，末将再追随都师上阵杀贱奴。告辞。此去保重。都师，末将想送满纵兵，请都师允许。去吧，想去的都可以去。总算调走了，仗着军功总和都师对着干。现在只剩下赵帅教1个外地将领了。大寿，你去接收满贵的人马，镇守宁远。近来贱奴调防频繁，且和草原诸部多有联络，要小心防备。未得本都命令，不得出城交战。末将领命。都师，贱奴在城中散布谣言，您要不要上个折子，免得满贵回朝后借意公仗您？不用，清者自清。陛下自登基做了这么多事儿，足可见不是昏庸之徒。那皮岛的毛文龙呢？听说皇太极也秘密联系他了，万一被策反，朝廷给毛文龙封帛筹粮了，应该就快到了。咱们都没满足，还给这个土匪头子，陛下真是慎言。
陛下岂是我等可以谈论的？再有下次，军法成事。按照预定部署，都去准备吧。皇帝的态度摸不清楚，怎么在这节骨眼上把满贵调走？山海关还调来英国公担任蓟辽经略，看似保障物资，实则是一种震慑。到底是防备我和辽东将士，还是防备贱奴，或者防毛文龙呢？赵兄，我走后，这宁远城除了你，其余众将都是辽东本土的，他们忠于大明，不用怀疑。但排挤外地将领也是真的。我走后，你们可得小心些。此次回去，我拼了这条命，也要请陛下将你调出来。多谢满兄。满兄，城中关于都嘘，赵兄，这是贱奴的反间计。袁都少虽然性情躁暴，处事不公，喜谈天下事，但这种有失气节的事情不会做的。满兄明白就好。兄弟真担心你回去会以此攻卓。满兄，诸位弟兄，给几位送行。搞什么？老子只是回去朝觐。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满兄保重。这是京城。满总兵，下官回宫禀报，中间有2刻钟的空闲时间，您要不先去会馆洗漱一番？好。臣满贵参见陛下。马爱卿，你如何看待蓟辽都师袁崇焕和辽东的将士们？怎么，你和他共事6年，不了解他？陛下，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10余年间，人心惶惧欲顿，士卒畏敌不畏将良。袁都师到任后，面貌大改，将士用其命，军民安其生，乃大才也。辽东传言皇太极给他送礼，想要招降他，是不是真的？建独久攻不下，死伤惨重，使得反间计而已。臣虽与袁都师不和，但那只是在军事和资源分配不平衡上的不和。都师力贺威江，数次杀敌于城外，足以证明袁都师是忠于大明的。如果朕相信了呢？如今北京城中百姓面貌大变，守军军容整肃，街道干净整洁，商贩不畏衙役。虽然只是进城一瞥，但这足以证明陛下乃是明君，绝不会相信这种幼稚的离间计。哈哈哈，满贵，你很不错。大办，赐座赐茶。这是宣武的情况，你先看看。这，没错，如你所想，和朕去偏殿吧。宣府乃是九边之首，北京城的北屏障，你要接任宣府总兵，可有对策？陛下，宣府镇分6路镇守，其中有2处最为重要。第一是张家口堡，那里是大明最大的护市所在；其次是柴沟堡，是宣大防线连接处。2处必须要信得过的参将防守，再加上1名协助的副总兵。只有外敌不入侵，2处平稳了，我们才有时间整顿内部的事情。好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这3处的人选你来推荐，朕派人传旨，让他们直接去宣府，咱们在那边会合。臣多谢陛下信任，必不负。陛下也要去宣府？朕要西北巡视，顺带去宣府，和朕说说关宁防线和辽东江门。宣府总兵和宁远总兵品阶相同，但宣部有9万人，宁远只有2万。在宁远有都师和经略压着，宣府才是真正的老大。要赶紧把尤世禄、尤世威和刘兆基调到宣府，宣部大有可为。东家，前方就是鸡鸣驿，离宣府还有60余里。鸡鸣驿，在鸡鸣驿停留一会儿，朕看看再赶路。这就是《大话西游》的取景地，后世爽文中出镜率极高的鸡鸣驿啊！没想到离北京这么近。东家，明天中午能到宣府，按约定，藤乡右卫和白杆兵虎班卫是今早出发。好，那明天就早点出发。走，咱们去前面看看。这位老兄，前面这是怎么回事？半天都没动了，估计和您老哥哥一样，都是第一次来宣府。听您老这意思，
这中间有奥妙。小伙子，有悟性，一点就通。宣府有个秘而不宣的规矩，凡是入宣府城或者张家口堡的商队，必须得交税，不是朝廷规定的商税，而是另一份保护税，少的几两，多的几百上千两。久而久之，大家也就习惯了，花钱买个平安。那为什么不抗争？这里离北京这么近。老兄，你家这后生崽还得多调教啊，这种性格可不适合做买卖。就算朝廷知道了，大不了把这些人杀掉，但新的总兵不会效仿吗？而且这里面有多少将领和世家参与，得罪了他们，消息传到其他几个边镇的护士，你还能来宣府做生意吗？老兄这意思，其他几大边镇也有类似现象？差不多，只不过名目不一样。小伙子，老朽看你是富贵之相，提点你两句，这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官，都是人情世故。别说是我等小民，就算是天子，面对群臣也不能太刚了，否则，走喽，咱们有缘再见。去查查这个商队，走，先去张家口看看。北京城数万大军朝宣府而来，疑是百杆兵进军，统帅不知。没有接到调兵的公文啊。最近蒙古诸部有动静？没有，都挺老实的，事出反常。郭巡抚，你尽快上书问问朝廷，我们也好有个准备。来不及了，朝廷意图不明，我会让16位的兄弟们做好随时出征的准备。你们说，朝廷会不会知道些什么了？知道又能怎样？我会尽快核实。韩管家，你说张家口护士算不算是和亲赔款？东家，自护市以来，三边民贴席，边兵解甲，农夏渔野，旅人夜行，边民使之有生之乐。总的来看，利大于弊。走吧，回去了，该办正事了。下官王承印、郭之宗、马洛生见过忠贞侯。诸位大人客气，这位是藤乡右卫指挥使周玉吉。300里加急，召忠贞侯秦良玉，即刻率白杆兵、藤乡右卫、武范卫进军宣府。下官王承印、郭之宗、马洛生见过忠贞侯。诸位大人客气，这位是藤乡右卫指挥使周玉吉。忠贞侯，此次大军出征是……此地不是说话的地儿，到巡抚衙门再说。周指挥使带人随本侯进城。不可，忠贞侯带军进城不合规矩。不合规矩？陛下在城中，他们是陛下亲卫，你说能不能进城？什么？陛下？什么时间来的？这怎么可能？王总兵，好好看看吧。陛下，臣冤枉。看都没看完就喊冤枉，你告诉朕哪一项是冤枉的？当锦衣卫眼瞎还是朕糊涂？陛下，家丁欺男霸女，臣管教不严是臣之罪，但是勾结伤身、私家商税，臣是为了大明着想，填补欠饷的漏洞，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望陛下体谅臣一片苦心。王承印，朕见过无耻的人很多，但如此无耻的，朕还是第一次见。你告诉朕，鸡鸣驿地窖中的100多万两白银哪里来的？你是为了大明还是为了自己？假扮降马，劫持商队，杀民冒功，这也是为了大明。陛下，臣劫杀的都是为富不仁的商队，而且大部分是蒙古的，反正都是敌人，既能获得财物补充军饷，又能减少稀缺物资流向蒙古。这么说来，朕还要感谢你了。臣不敢，一切为了大明。你他娘的真是个人才，朕都有点不舍得杀你了。王承印，其实上面这些罪名，朕都可以饶恕你，只要你交出贱奴走私的交接之人，还有你幕后之人，朕就让你隐姓埋名，做个富家翁，如何？陛下，勾结伤身、私家商税，这些为了大明的罪，臣认了。可这走私的罪名，哪怕将臣千刀万剐，臣也不认。陛下，他在撒谎。哦，何以见得？以陛下的身份质问这种大罪，哪怕是沉浮朝场数十年的老臣，至少会出现错愕、不自然等等表情。而王祖兵脸色平稳的可怕，这说明他要么没做，问心无愧，要么做了，但无所畏惧。陛下，将他交给臣，带入诏狱，剥皮、断脊、琵琶等18项酷刑用一遍，不怕他不招。陛下，王承印如此态度，就是赌您不敢杀也不能杀他。王总兵，下官来猜猜你为何如此强硬。第一，你所犯之事背后有大人物参与，陛下要动他们会引起骚乱，给了蒙古诸都机会。
辽东还有建弩，两线作战，大明拖不起。第二，劫持过往商队，你做了准备，只要你死了，就会有亲信将消息传出去，说你的行为都是朝廷授意，到时候朝廷信誉扫地，蒙古诸部施压，商队惶恐不安，护士形同虚设，甚至引来战争。你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哼，就算你猜到了，那又如何？王承印，说你天真还是傻呢？拿这个来威胁朝廷，威胁朕？朕不是嘉靖爷。你那160万两银子，再抄了城内作奸犯科的富商士神，朕就不信几百万两，加上朕带来的2万大军，还有宣布的9万军士，他安打敢来？你下面的副宗兵参将游击，朕已经派满贵去联络各路参将，他们若是交出贪墨所得，朕既往不咎；不听，那就全杀了，正好给5科代推的武进士们。至于护士，更是无所谓，要来朕欢迎，不来朕就自己组建商队，而且朕还会派锦衣卫彻查原来的商队，朕管杀不管埋。最后就是被你们残杀的百姓，朕会立一座悼念塔，请僧道超度，再将你们凌迟在塔前，雕刻你们的石像，长跪于塔前。最后在大明日报揭露你们的罪行，让你们的罪名传遍大明。你们就是死了，朕也要让你们遗臭万年。秦将军，陛下有令，百杆兵驻扎宣府北门，密切监视宣府6路守卫。令派出赤头深入草原，查看蒙古诸部动静。王总兵，你觉得朕这么做能不能解决你的打算？你好狠的心！狠吗？还不够。谭瑶，人交给你了。今晚之前，朕要知道他知道的一切。另外，宣府巡抚郭之宗、万大都指挥使马洛生也一并抓了。臣遵旨。是。崇祯小儿，老子就算做鬼，也要看你如何将大明。休得胡言！陛下，您所说的对策会不会太激烈了一些？如果我们猜错了，你还有更好的方法吗？自古流言难尽。韩阁老，建奴很可能在联络漠北蒙古攻击察哈尔，如今他们自顾不暇，顶多虚张声势。忠贞侯所言极是，只要土默特部的卜什图汗脑子不蠢，就不会做出出师的决定。现在正是清理宣府兵政的好时机。陈满贵、侯拱吉参见陛下。免礼。兵营如何了？陛下，宣部下有参将7名，游击各级军官合计45人，已有26人愿意将功赎过，戴罪立功。好，侯爱卿，此次宣父的事情，你的功劳朕先记着，好好辅助满贵，朕不会亏待你的。为陛下分忧，乃人臣之本，臣必誓死效忠陛下。诸位，我们不能对王承殷抱有侥幸心理。侯巡，传旨宣布镇守备以上将领，明天5时在校场集合，剑指即刻出发，沿途不得与任何人接触。臣领旨。侯拱吉，你配合满贵，即刻接手宣部守卫，阻拦者杀无赦。忠贞侯率军驻扎宣府城北门，密切注视宣部6路守卫。令派出斥候查看蒙古诸部动作。周玉吉率人看住宣部城内所有官商士绅。臣等领旨。奉令戒严，所有人老实待在屋内，不得外出。即刻起，一方亭戒严，不准进出。扰乱秩序者，杖50。军爷，我们这客栈可是总兵的，戳出去，杖50。众军进入一方亭，让客咖全部回房，不听劝告者全部抓出来。走。陛下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看到朕是不是很意外？其实朕不想这个时间来的，可这里发生了数件骇人听闻的事情，逼得朕不得不来。抓吧！这不是王总兵吗？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宣务总兵王承印其罪有9：第一，欺上瞒下，勾结宣务城官商士绅，私加商税；第9，杀民冒功。还有，王承印为保自己不死，派心腹前往大明各处散布劫掠商队是朝廷授意，意图挑起蒙古漠南诸部对大明的战争，以及百姓对大明的恐惧和愤怒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朕思索再三，还是决定公布真相，错了就要承担后果。为此，朕决定
被王承印杀害的百姓客商，朕会建造一座悼念塔，被劫持的物资全额返还，并赔偿20年的收入。诸位父老乡亲，如此处置，可满意否？陛下圣明，陛下英明。我承认，我羡慕了。羡慕什么？羡慕去死！脑子没病吧？你懂个球！我1个月3两月钱，按陛下的赔偿就是720两。今后3代5代都是好日子。若能培养出个举人，将彻底改变命运。诸位将士们，朕是说如果蒙古诸部对朕的这个处理不满意，趁机向我大明索赔更多，甚至发动战争，我们该如何自处？陛下，臣以为战。70年前，安达汗多次进犯宣府，烧杀劫掠，这是我宣府镇的耻辱。如今，我们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历史的悲剧重演吗？好，说得好。都说我大明不割地、不和亲、不称臣、不纳贡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但朕想说的是，这护士是另类的和亲，岁次更是另类的纳贡。今天，朕就扯掉这层蒙羞布。都说我大明不割地、不和亲、不称臣、不纳贡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但朕想说的是，这护士是另类的和亲，岁次更是另类的纳贡。今天，朕就扯掉这层蒙羞布。朕在这里宣布，从崇祯元年起，每年给土木特的税取消。土木特要战，那便战，首战战死，参将上；参将战死，游击副总兵、总兵上。如果没有总兵，那朕就亲自上。我大明男儿不惧死。诸位将士，尔等可敢随朕一战？满贵何在？臣满贵参见陛下。满贵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朕为治世以文，勘乱以武。今蒙古扰我宣府，辞特授尔为宣府总兵，加中都督，挂镇朔将军印，威震夷狄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位宣府的将士，朕给你们选的主将，你们可还满意？满意。有道是3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本总兵自是明白这个道理的。开枪！诸位将士，这里有100万两，除去补足欠饷外，提前发3个月饷银。若是蒙古诸部动手，剩下的就是诸位的奖励。杀一名普通士兵5两，小旗50两，百户500两，千户1000两，指挥使1万两，官升3级。本总兵威武！陛下圣明！陛下圣明！本总兵威武！哦，曹巨，天启3年授10马营参将，共计贪污白银23万3千两。刘康，万历40年武进士，共得银19万8千两。王景，万历38年，你们是不是在心中认为朕不会杀你们？那几位是今年的武进士，总共录取了88名。你们觉得朕缺人吗？陛下，末将一时糊涂，臣等愿意上缴所有贪污所得，请陛下开恩。陛下，臣知道错了，请陛下给臣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臣愿意死在战场上。朕没杀你们，是因为满贵替你们求情，否则朕直接砍了你们祭旗。尔等交出贪污所得，好好配合满贵整顿宣府，都给朕滚！多谢陛下。走吧，咱们去会会那群客商和宣府镇的富商士绅。诸位，宣府可能马上就要大战了。朕在校场公布了杀敌赏银的方案，国库现在还差500万两白银。诸位都是精通商贾之人，可有解决方案？好家伙，搁这儿等着呢。土木特等部的青壮全战死了，也用不到100万两吧？来人，将宣府镇的程家、秦家拉出去砍了，抄家。余者送到大同挖煤。陛下，我愿意出20万两。陛下开恩。陛下，我秦家愿意贡献50万两白银。陛下，草民山东杨家商号杨青云捐银50万两，陛下恕罪。草民不知道您是陛下，口无遮拦，冒犯龙颜。起来吧。说起来，朕还要感谢你，若不是你，朕还不知道护士军阵中还有这么多猫腻。陛下，草民代汪家商号捐助30万两，以振军威。草民捐助10万两，草民捐助20万两，草民捐助20万两，草民捐助30万两，草民捐助50万两。都听好了，要做生意就好好做。若再让朕发现你们夹带私货、抄家诛九族，将你们10年内私家的商税10倍交出来，朕既往不咎。不舍想出，那朕就自己拿。杨青云留下，其他人都回去吧。
杨领队，你猜朕为什么单独留下了你？回陛下，估计是草民的杨家商队没有夹带藏私的缘故。哦，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夹带藏私吗？陛下，草民有2个法子：第一，朝廷禁运的物资是茶、盐、铁等，收为国有；第二，陛下有一篇朕有一个梦想，如果一统蒙古诸部，他们都是我大明的子民，那自然就不存在夹走走私了。不错，很好，杨青云，你可愿为朝廷效力？请陛下示下，杨家上下愿为陛下上刀山下火海。你此次回去后，组织人在全国各地看看，将各种有特色的东西做好统计。至于你们杨家商队是否解散，你们自行决定。朕每年给你们50万两，但朕要的是一个绝对忠诚的杨家。草民明白，同意则罢了，若不同意，草民就自立门户。哈哈哈哈，很好，去找谭瑶拿一枚锦衣卫千户的令牌，有重要事情或想法，用锦衣卫的渠道将信息传回北京，但一定要保密。去忙吧。草民告退。用杨青云做好前期准备工作，下一步准备开海禁，重启丝绸之路，打造张库大道，将大明打造成一个吸金巨兽。这就是我大明的皇商。杜云熙，传信给李若莲，让他散布消息，那些来过张家口护市的商队，自己主动交代补齐罚款，否则抄家诛3族。臣明白。王承印，你庇护的商队是8大晋商吧？山西介休范家、吕梁和新州王家、大同晋家、红姑梁氏、祁县田家、沁县翟家、黄家，或许不全，但是以这8个为主，对不对？你们是和贱奴做生意吧？以盐和铁为主。你放心，朕已经派人盯住他们了。宣务的事情处理完，朕会到太原，将这8家连根拔起。你老实告诉朕，这其中是代王、晋王参与了，还是武功参与了？朕可以给你个痛快。啊！你不是人！来人！陛下还有口气，保住他的命，就这样死了，太便宜他了。诸位，无论陛下什么想法，我们都要做好打的准备。郭大人，户部清查存粮，随时准备支援宣府。遵旨会使撒出斥候，盯紧周边军阵，催促火器研究院先送几门红缨大炮去宣府，都去准备吧。诸位都说说吧，对宣部和土木特的看法。都师大人，满贵竟然调去宣府任总兵了，还加了中军都督，挂镇朔将军印。都师，看陛下这架势，似乎真的要和土木特开战。土木特部实力不弱，若真开战，胜负难料啊。是啊，满贵虽勇，但土木特部也不是好惹的。贱奴在联络漠北蒙古，若是宣府开战，我们要不要袭扰，减轻陛下压力？土默特不会出兵的，眼下我们以稳为主，贱奴不动，我们不动。另外传信毛文龙，让他密切注视盛江东部的贱奴，若有印动，立刻袭扰。可惜时间赶不上，否则倒是可以重演土木堡之变。传令范文成，挑拨土默特等部，他们若是出兵宣府，我们就出兵宁远。以后我们入关，草原归他们。混账！劫掠我们的商队，杀害我们的儿郎，他们这是想对我们宣战吗？大明必须付出代价。嘉靖皇帝定下的岁次都能取消，这不是打我们的脸？都给本汗闭嘴！请诸位来是商议对策的，都说说对策。大汗，70年前我们能打进北京城，现在大明国力衰弱，不如再次兴兵10万，攻破宣府。对，敢取消岁次，马踏宣府，提高岁次。一群蠢货！大汗，后金在收服左翼诸部，逼得林丹汗西迁，谁知道他会不会趁机侵占了我们？大明有长城天险，还有宣府10余万大军，我们起兵已经没有了突袭的优势，那就这么放弃了？大汗，我们要分3步走。第一，派使者前去索要高额赔偿，态度要强硬。第二，陈兵冒民安部，兵力至少3万，这是军事威胁。第三，派人进入大明，释放谣言，让百姓给朝廷压力，这是愚。使臣和陈兵是正，舆论是奇，奇正相合，才能谋全局。好，戴博尔，你担任使者，即刻出访大明，其余诸部整顿兵马，陈兵冒民安部，都去准备吧。戴博尔留一下。戴博尔，陈兵冒蒙安部，你的意图是什么？果然瞒不过大汗。是因为陛下，土木特的使团来了，正使是乌信部首领戴博尔台基，此斗首领多以智谋闻名。悼念塔是不是今晚完工？明天5时朕要去悼念塔参加封塔仪式，
就让使团去悼念塔观礼吧。王承印罪证：其一，杀良冒功；其二，劫杀商队；其三，贪赃枉法。王承印罪大恶极，判凌迟。土木特正使戴博尔见过大明皇帝。来人，将土木特使臣拉出去砍了。大明皇帝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刚一见面您就要杀我们，这不合规矩。规矩？这里是大明，朕的话就是规矩。大明皇帝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刚一见面您就要杀我们，这不合规矩。规矩？这里是大明，朕的话就是规矩。韩爱卿，你告诉他，藩臣见皇帝该用什么礼仪？回陛下，洪武礼制和藩国仪制中明确规定，凡朝见，臣下见上之礼，先击手、顿首4拜，1拜叩头成礼。藩国使臣礼节不对，按大明律处大不敬之罪，按律当斩。大明皇帝，我们是土木特的使臣，不是大明的藩国，这个礼仪可以。哈丹巴特，闭嘴！大明皇帝，请原谅我们的失礼。你们此次所来何事？外臣奉卜师汗的命令前来大明，主要有2件事：第一，商量关于蒙古商队被大明劫杀的赔偿；其次，就是问问大明皇帝为何要取消大明对我土木特部的岁次。商队的事情，朕已经公布了处理方案。不，我们不赞成这个处置方案。戴博尔，这就是你们土木特的规矩，这要是在大明，早就被拖出去喂狗了。大明皇帝恕罪，哈丹巴尔副使只是一时心急，请您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行吧，朕也不是小气的人，让他说说为什么不同意朕的方案。经过我们协商，物资必须5倍返还给我们，其次是被杀的勇士至少50倍赔偿。按照你的说法，我大明百姓的命不如你们土默特勇士的命值钱了。侮辱朕，朕是天子度量大，懒得跟你计较。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朕的子民，朕岂能饶你？来人，将他拖出去砍了！陛下，哈丹巴特已经伏诛。大明皇帝，你这是在挑起战争？怎么，侮辱朕和大明的子民，你们还有理了？你问问这里的百姓，他们答应吗？杀！外臣代表卜师御寒同意大明的处置方案，请尽快将物资赔偿给我们。但岁次的事情，大明皇帝为什么要取消？那是自然，核对清楚，该赔偿的一文不差。至于岁次，戴博尔，你知道什么叫岁次吗？所谓岁次，就是皇帝每年赏赐诸王、妃子、勋亲的白银、缎绢等物品，称为岁次。很好，难怪卜师图汗会派你担任使团的正使，果然精通大明的礼制。但既然是赏赐的，那自然可以取消。我大明近些年和贱奴打得不可开交，耗费无数军饷，国内还有好多天灾，现在国库没钱了，你让朕如何赏赐？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不对，大明有钱。前段时间刚抄了秦王府和阉党，肯定有钱。前几天您在宣府校场上还亮出了200万两白银。戴博尔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安插细作进入大明，打探大明的情报，果然是狼子野心。大明皇帝，你这是欲加之罪，这不是世人皆知的事情吗？韩妙，你告诉朕，秦王府和阉党抄了多少银子？臣不知道。侯勋，你告诉朕，回陛下，臣也不知道。你看，朕的公府之臣都不知道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们，岁次是嘉靖皇帝钦定的，你们怎么能言而无信？岁次是嘉靖爷签订的，不是朕。你要找就去找嘉靖爷。岁次一事，自朕起，今后不再有了。大明皇帝，您这样做会让战火重燃，贱奴在攻击你们，2线作战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在威胁朕？林丹汗的西迁大军马上到你们的王城规划城了吧？土默特12部卜师图汗又能号令几个？你们要战，那就战吧！我大明男儿何惧一战？战！大明皇帝，既然你如此一意孤行，那咱们战场上见吧。战场见？你还想在战场上见？做梦呢！来人，拉出去砍了！周玉吉，带人将护送使团的土默特军士杀了。韩跑，散布消息，土默特使团对大明不敬，罪名你想？臣领旨。陛下，消息传回土默特的规划城，会不会激怒他们，让他们彻底起兵？陛下，恕臣愚钝，
没明白陛下的意思。起兵是肯定会的，至于攻击谁就不一定了。陛下，消息传回土默特的规划城，会不会激怒他们，让他们彻底起兵？陛下，恕臣愚钝，没明白陛下的意思。起兵是肯定会的，至于攻击谁就不一定了。陛下，是因为察哈尔林丹汗的原因吗？剑奴联合漠北诸部攻击林丹汗，林丹汗被迫西迁。可西边是永谢部、土默特两大部落，而土默特只有2个选择：要么西进到鄂尔多斯，要么举族对抗林丹汗。无论是哪个，他都没有精力对我们动手。陛下，如果说土默特退走了，那察哈尔占据了规划城，会不会对我们用兵？假设你猜测是对的，那林丹汗会进攻大明哪里？应该是大同，理由有3：第一，距离规划城最近，且有多部与规划城接壤，出兵方便；第二，大同议和已久，军备松弛；第三，大同周边的军镇最近的都有近500余里，救援困难。好，你们就在这儿推演一下，如果林丹汗要进攻，会从哪里进攻？我大明该用何等策略将利益最大化？朕去休息会儿，等有结果了告诉朕。臣等遵旨。陛下，臣等推演好了。说说吧。陛下，臣等推演的结果是大同威远城，这里地势平慢，无险可仗，察哈尔骑兵可快速机动，而且这里向东到大同100余里，向南有怀应等县，都是富裕之地。不错，你们可有对策？陛下，臣等有2种对策：一是关门打狗，让林丹汗进入威远堡，然后出军截住退路，困死他们；第二是在堡外设置大量陷马坑，然后再抽调大军，消耗林丹汗的实力，耗到建堵的大军前来，他们只能退走。然后呢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剑奴将林丹汗消灭了，宣大以北对剑奴来说基本畅通无阻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陛下的意思是先将林丹汗揍一顿，然后给点支援，让林丹汗和剑奴鹬蚌相争，我们坐收渔翁之利。对，让他们去消耗，我们缺的是时间。等火器研究院的军备提升上来，账早晚要算的。满贵，宣府这边要迅速整顿兵政，加速训练。另外传旨给宣大总督，让他们做好随时支援的准备。臣等领旨。朕明天就要继续西北巡视了，宣府就交给你们了，不要让朕失望。恭送陛下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。废除读书人特权，刷名望、搞钱、免赋、分田地、悼念塔，都是为了农民利益。等工业研究院、医学院搞定，工也能团结；武举改革再改革科举，士也能团结。商最难，但已让杨青云准备。小伙子，你果然是个天才，未来可期，加油！停！换马，朕在藤乡右卫直奔太原，争取10天到，停留几天后直奔西安。还有，你跟着栾驾经过大同的时候，让栾驾继续走，你秘密进入大同，等朕的旨意。臣明白。岂有此理！诸位，戴博尔驻兵茂名安部的真实意图是，如果大明拒绝，就直接攻打柴沟堡，那里是大同和宣府的交界处。攻破后直奔大同，劫掠后从大同的威远城出去。这个策略可行？大汗，前方来报，大明多个堡垒外开始大面积挖陷马坑和壕沟，而且宣布有一支军队在朝大同方向靠拢。什么？诸位，大明已有防备，计划落空，林丹汗也逼近了，沿途部落都被打劫一空，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。本汗决定，请卡尔赫、阿苏特等部出兵，联合10万大军攻击林丹汗，然后南下劫掠大明，恢复绥赐。诸位，大明已有防备，计划落空，林丹汗也逼近了，沿途部落都被打劫一空，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。本汗决定，请卡尔赫、阿苏特等部出兵，联合10万大军攻击林丹汗，然后南下劫掠大明，恢复绥赐。若是各部不出兵怎么办？不出，那我们就直接撤退。他们若是不让退，那就跟他们先打一场，我们不好过，他们也休想安稳，大不了都被林丹汗给收拾掉。
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犹豫？难道你们想臣服林丹汗，成为他的炮灰？一旦你们战死，你们的打丝呼痕都将成为别人的。我们土木特和察哈尔都是达延汗的后代，这蒙古共主凭什么察哈尔做的，我们做不得？本汗承诺，一旦打败林丹汗，草原的驻守地都给你们。咱们都是蒙古勇士，痛快点，干还是不干？愿为大汗效力。没想到这小皇帝竟有如此魄力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大明如此危局还敢这么做，到底是有底气还是虚张声势？如今土默特陷入两难，我若加速追赶林丹汗，他会早日与土默特碰撞，土默特就没机会攻击大明；但我若撤军，就无法绕道蒙古劫掠大明。有这位新帝在，只能看着大明慢慢恢复生机，这些年的努力将白费，真是好手段呀！将本汗和诸部势力算计得死死的。传令阿敏，调着林丹汗，等土默特集结联军后再攻击。传令范文成，将拉拢赏赐增加30%，要求出兵。等土默特联军和林丹汗两败俱伤时，一并干掉。打下的驻牧区都给诸部，我们只借道。哼，算计本汗，本汗偏不让你如意，就看谁能笑到最后。曹变交，你带1000勇士营进城。忠贞侯周玉吉，你们驻扎在南关瓦城和太原城中间的连城内。臣遵旨。大王，土木特传来消息，那边在联合周边部落需求大量粮食和盐茶，粮食3两一担，最低要10万担，铁器的价格更是3两，10万担。父王，陛下进太原城了。什么？栾驾不是刚出大同吗？怎么会到太原？父王，陛下骑马而来，刚刚进城。大王，陛下在宣武就下发了诏书，各地官员不得迎接拜见，咱们装作不知道，先让巡抚去探探虚实再说。通知下面的人，最近都老实点儿，出了问题，别怪本王大义灭亲。我这就去安排。几位当家的，你们从密道回去，等皇帝走了再说。告诉土木特那边，皇帝来了，行动容易暴露目标，如果需要，那就加钱，加到5两银子一担。大王，5两会不会太高了？不高。如果他们抵挡不住林丹汗的攻击，就没有下一次了。能多赚点算点。告诉他们，要买就买，不买林丹豪剑弩还等着呢。大王，陛下来太原会不会从王承初那里？不可能，都回去吧。草民告退。臣参见陛下。这趟出去感觉怎么样？说说看看。陛下，勇士营横跨数省，6000多里路，共处置盗匪133处，劝降3600余人，斩杀700余人。局势已经刻不容缓，大明各地的基层已经乱到这种程度。陛下，勇士营在这3个月中进行了急行军、攻营拔寨、奇袭等等训练和实战。勇士营现在的战力已是大明顶尖的存在，即便面对剑弩2倍的骑兵，臣自信也能在损失不到30%的情况下全歼他们。勇士营现在的战力已是大明顶尖的存在，即便面对剑弩2倍的骑兵，臣自信也能在损失不到30%的情况下全歼他们。好，你们是大明最精锐的军士，战死一个都是大明的损失，能智取就不要硬拼。朕给你16字秘诀，你用心体悟，学会了，勇士营将再无败绩。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这16个字，臣似乎明白，又似乎什么都没明白。给你这16字秘诀，是让你用智慧打仗。哼，勇士营自身才是最强的，敌人10倍于己，优势在我。这事儿你以后慢慢琢磨。去休息吧，让李若莲过来。臣告退。臣李若莲参见陛下。免礼。说说这段时间的具体情况。陛下，臣彻查后确定，山西8大家族家主分别是山西范家范永东、吕梁王家王登库、大同晋家晋良玉。前段时间，我们在塞外伪装成盗匪，劫持了范永栋3子范世敏带领的商队，得到了大致的信息。陛下，臣等用玉规，请陛下责罚。继续说。他们最开始给大明边军运送物资和军械，但因军中装备更新慢，经常拖欠货款，而努尔哈赤又高价格采购物资，他们就继续说。他们先是贩卖粮食，解决了贱奴的燃眉之急，然后又对铁器、军火和军工产品下手，
而后从大明招收铁匠，到建尼那边帮助打造兵器。除了这些，他们有没有传递情报？回陛下，这点范世民也不知道。情报是另一条线传递的，不仅是情报，包括运送的粮草、盐、铁、茶、军火等，都是各自的线路，彼此之间都不互通。这8家不只和燕奴做生意，还和蒙古诸部做生意，只要是给钱，他们都会给。据范世敏交代，他从天启2年接手范家的运粮商队，送出的粮食达到了5万担。5万担，折合750万斤，够3万人吃3个月。这还只是一家。陕西大旱饿死了那么多人，不将他们千刀万剐，对不起死去的百姓和九边将士。有没有查到背后的人？陛下，幕后之人还没查到，但臣猜测晋王参与了。8家的当家人偶尔会来太原，然后相继进入一处酒楼，一待就是几个时辰。今天上午，范家范永斗、荆州王大禹、祁县田生兰3人又进入了酒楼。酒楼离晋王府只有100来丈，或许酒楼与晋王府之间有密道相连。除此之外，太原总兵大同兵代王都可能参与了，否则这么多年，那么大量的物资不可能做到一点消息不漏。这么大量的物资出太原，肯定还有人接应。你手下有多少人在监视这8家？臣在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后，已经秘密调了2个千吴的锦衣卫，分布在8家周边，随时可以动手。你刚刚说范永斗3人在太原城？回陛下，是的，臣来之前，他们还没有从酒楼出来。既然如此，盯着他们，只要他们出城，在路上的时候直接绑了。今天是3月初9，明天晚上秘密抓捕能抓的8家的嫡系，迅速突击审查，后天上午对8大家族动手，将能抓到的3族全部抓起来。到时候藤江右卫的军士会协助，另外每家镇再派1个白虎的勇士营过去，无论是谁阻止，直接绑了。大同晋家你亲自去，带一道圣旨给韩茂，如果代王出面，将他也带回来；如果没出面，那就安排人进入代王府监视代王和嫡系，传令给城外的忠贞侯，等范永都等3人出城后，即刻接手太原城防务，封锁城门，不准进出。臣遵旨。诸位兄弟，今日路过宝地，这是100两白银，请兄弟们喝茶，烦请通融一下。山西首富范家，就值这么点银子？王新涛，穿衣服，我数到10，你要是没穿好，我就将你那玩意儿剁了。好汉，要银子你说个数，我绝不还口。你要是看着这女子，也可以送。再废话，直接杀了。锦衣卫办事如实回答。若是想试试赵玉的手段，你尽可以说谎，看看我们能不能分辨。锦衣卫，我又没干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如果私通箭毒还不算天怒人恨的话，那还有什么算？官爷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我最喜欢嘴硬的。来人，封住他的嘴，先将他的右手指甲拔下来，给王少爷开开胃。王二少爷，开胃菜怎么样？要是不满意，我可以在上面撒点盐。我说，难怪老大嘱咐可以动用任何手段了。你们看着他们，出了岔子。诸位兄弟，今日路过宝地，这是100两白银，请兄弟们喝茶，烦请通融一下。山西首富范家，就值这么点银子？诸位兄弟，若是嫌少，可以开个价。动手！敌袭！自己走不了了。你们身为军士，自当保家卫国。若是寻财，大可开个价，为何要乱杀无辜？速度打扫战场，把他带走。锦衣卫办事，闲杂人等闪开！本官乃藤巷右卫副千户任鹏，即刻起本千户接手新州县城防务。众军士听令，关闭城门，只准进不许出，违者斩。锦衣卫可以进，但你们身后的军士不得入内，这是规矩，规矩所在。不，那若是本指挥使非要带他们进去呢？李指挥使，大同城那是大同总兵、巡抚和代王所驻守的地方，
军士入内，末将担心。那就让他们去太原城和陛下议论，反正也不远。进城，阻拦者杀无赦。锦衣卫来了！锦衣卫来了！你私通贱奴，出卖大明情报，以此获得巨额报酬。老实交代，免得吃些苦头。大人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带到院中，先给靳大家主开胃，免得以为我们锦衣卫是吃素的。再仔细查找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有用的。随即抓10名靳家成年男性和10家家庭仆人，吊起来，插针。住手！混账！李指挥使，好大的官威！你们锦衣卫都是这么审案的，真是长见识了。陛下口谕，着大同巡抚总兵调遣军士看住靳家粮仓，如若出现走水等问题，按从逆罪论处。末将遵旨。靳大家主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靳家乃再给一次机会，再顽迷不灵，那就别怪本指挥心狠手辣了。来人，靳大家主看不起我们，让他见识见识你们的手段，只要不死就行。带上来。大人。靳家在大同城的5名嫡系已全部抓获，这是供词。念：天启2年6月，福建采购铁锭15000斤，分18车，上装瓷器丝绸，下装铁锭，经大同威远城出关，押送人靳兴怀。天启3年9月，南直隶采购大米2000斗，经张家口堡出关，押送人靳兴伯。王新涛，穿衣服，我数到10，你要是没穿好，我就将你那玩意儿剁了。好汉，要银子你说个数，我绝不还口。你要是看着这女子，也可以送。再废话，直接杀了。何必苦苦坚持呢？你们这是诛9族的大罪，只要你说出你背后的庇护之人，本指挥使如实禀报陛下，或许可以少诛几族。再不开口，就将你在全城百姓面前宫刑，然后再骑木驴。我可以，小心！带下去，好好审问审问，各种手段都用上，我只要结果。靳良玉，看到了吧？你庇护的人想杀人灭口，为他们卖命值得吗？不值得。老实交代吧。韩阁老，这背后之人比我们还沉得住气。您说大王到底是沉得住气，还是没有参与，还是有其他的底牌？你护送靳家嫡系到太原，老夫留在大同清靳家财物。再者，看看大同这些人到底要搞什么也好。那给您留一个1000户的人手，再让猛如虎留下护卫您的安全。指挥使大人，这是靳良玉的供词。真是狡猾，伤人天性。程总旗，你立刻带人将贱奴的线人缉拿归案，只要活口，其他不论。黄金13000两，白银83万两，各种玉器，地库内总价值130万两白银。就这么点儿，糊弄鬼呢？当然不止，在张家口堡和大同威远城各还有一座金银地库，此外还有各种珍藏字画、皮毛和药材的库房，还有各种良田、庄园、店铺、粮仓等等，用狡兔3窟来形容也不足为国。来人，将地库内的金银珠宝全部搬出去，核对完后立刻贴上封条。胡大威，你带一锦衣卫百户人手，即刻前往威远堡，将钱财即刻运送到大同城来。阁老，您看看这账册。李指挥使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你即刻带着人手押送靳家嫡系去太原，老夫留守大同。指挥使大人，我们赶到地点的时候，那小酒馆已经化为灰烬，正待我们查看，从周边射出数箭，我们被打得猝不及防，损失了3名弟兄，请大人责罚。
行了，下去吧，好生安葬战死的弟兄，继续追查。大人，那几个死士招了，是剑奴安插的，而且据交代，晋良玉都不知道这群人的存在。李指挥使，敌人的布局比我们想象的要周密，你立刻出发去太原。阁老放心，我这就去准备。不许泼大粪！你们好歹考虑一下我们押送军士的感受，几百里地呢！李指挥使，你终于来了，八家就剩你一家了，没出事吧？我倒是想出事，可惜那帮人没胆子，布置了几重后手，结果没用上。我们速度快点，陛下还等着呢。陛下，范永斗等8人已经带到，这箱子中就是八家这些年走私的账目和家产明细。查清楚八家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吗？陛下，陛下，粗略算下来，八家正式投靠剑奴，应该是在万历38年，将近20年。万历初年，起源是王崇古，嘉靖20年进士，隆庆4年改总督山西，宣大军务，刚好努尔哈赤制定3大发展政策。然后开始向剑奴输出大明的违禁品。万历38年，努尔哈赤统一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以北的女真诸族，建立8旗制度，而后建立大金。万历46年，发布7大恨的讨明檄文，率2万骑兵进攻大明。这些后面都有8大家的身影。晋王和王承运是怎么回事？陛下有旨，晋王豢养军士，意图谋反，太原左卫速速放下武器。下马！3人小队阵型检查，补刀。蒋千户，本指挥使还要回去复命，清理战场就交给你了。末将遵命。可惜了这么一群精锐，能去前线杀敌该多好！因为晋王就这么损失了，没什么可惜的。当他们宣誓效忠晋王的时候，结局就已经注定了。如果今天勇士营不在，我们藤乡右卫队上估计也是惨胜。陛下，太原左卫3000军士全部伏诛，我方无战死无重伤，只有40余人轻伤。陛下，那是数千精锐就这么被消灭了，您可知道？够了，晋王，你到现在都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举着为国为军的旗号谋私谋逆，口口声声说为了大明江山社稷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历朝历代可有大明对宗室亲王更好？你们晋王府土地就有近2万顷，各种山林和矿山数百处，每年进项100万两，你还要干这种卖国的事情？万历30年，宗族支出占了国库总收入的50%多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哼，你知道皇族在百姓眼中是什么吗？一群猪狗不如、麻木不仁的祸害。你们每死一个，他们都要拍掌叫好。等到哪一天全国百姓都受不了，揭竿而起，第一个要清理的就是你们这些藩王。这天下也并非一定是我朱家来做，不过朕要好好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为朕聚集了这么多的财物。你刚刚不是说虽九死其犹未悔吗？既然你想死，那朕就成全你，作为朕的感谢。来人，将晋王府满门抓起来，满门抄斩！众军听令，反抗者就地斩杀！先将嫡系抓起来，和八家一起游街，游完一起行刑。慢着，成王败寇，臣在死之前想和家眷们吃顿团圆饭，请陛下允许。作为交换，臣会将对箭毒和蒙古诸部的秘密全部写出来，如何？李若莲，看着他们，有任何异动，格杀勿论。朕先回去了。臣恭送陛下。都坐吧。吃完这顿饭，咱们去了地府，依旧是一家人。崇祯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审判本王，你也不行！哈哈哈哈！陛下，晋王在戒指中藏了毒，偷偷放入酒中，晋王和其家眷都死了。死了？太便宜他了！陛下，这是晋王留下的信，鉴于晋王的死，臣代为打开。念：已死之人有几句话要给陛下。蒙古诸部和贱奴为何会壮大？真是我们贩卖违禁物品的原因吗？究其原因，还是大明自身出了问题。神宗30年不上朝，
光宗在世仅1月，3案构征，党获义赤，熹宗好木工，伪太阿谀逆焉。3地如此，大明百姓对大明还有希望吗？臣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做些准备。陛下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唯愿陛下能广开言路，有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大局观，懂隐忍，城府深，练兵也有一套。此等人物若生在普通百姓家，未必不能成就一番功名。可惜生在了将藩王当猪养的猪家。李若莲将晋王一系合葬在太原东山晋王墓，同时清查晋王府家产。晋王府下辖宗室，按大明律处置。先把8家拉去游街，明日午时行刑。臣领命。晋府私开盐引，通敌卖国，罪不容诛。他们竟然卖国！亏我还以他们为奋斗的目标，简直是耻辱！晋王府这些年没少修路铺桥，怎会参与走私？哼！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待范永斗、晋良玉等人上来，诸位父老乡亲，今天就一个事儿，就是斩杀叛国者。朕非嗜杀之人，但胆敢叛国，杀无赦。不杀他们，对不起辽东战死的数十万战士。待范永斗、晋良玉等人上来，诸位父老乡亲，今天就一个事儿，就是斩杀叛国者。朕非嗜杀之人，但胆敢叛国，杀无赦。不杀他们，对不起辽东战死的数十万战士。这8人就是山西有名的富商范永斗等人。与其说叫富商，不如叫皇商，蝗虫的蝗。他们犹如蝗虫过境，啃食着大明的一切。这箱子中有赵玉的18种刑罚，他们的儿子抽中哪种，就用哪种方法行刑。再不动手，我就替你选择。范永斗车裂，晋良玉凌迟，田生兰，开始吧。李若莲，说说8家口供中汇总的信息。陛下，据8家的口供和晋王留下的账册来看，大同巡抚、大同总兵、宣大总督及镇守各路的守备、参将等，或多或少都参与了。其中以大同巡抚和总兵最为严重。山西有一大半的官吏和8家晋王都有牵连。太原这边没问题吧？臣调查过，太原镇总兵谢志良和8家没有关系。一是他驻扎在偏关，离太原近700里路；二是谢志良是2世将门之后，朝廷敕封为敬岳伯，对大明极其忠诚。那大同代王、潞州沈王呢？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代王、沈王参与了，但其问题也不少，诸如私开矿山、贩卖盐茶、勾结官商等等。诸位，朕欲彻查大同总兵和巡抚，诸位可有合适人选接替？陛下，大同总兵的人选，臣有3位人选推荐。第1位，前宣抚总兵黑玉龙；第2位是前蓟镇西协参将孙祖寿；第3位是辽东锦州副总兵都督同知赵帅教。大明9边11镇的总兵，除了满贵和赵帅教外，其他人都不怎么相信孙祖寿是理想人选，但还要算计借奴，对他另有大用。而赵帅教则是留在辽东的一颗钉子，还不能调动。那就让黑运龙担任大同总兵，调侯拱基到大同任副总兵，协助黑运龙整顿大同，驻守威远城。传旨给大同的韩皇，让他从旁协助，然后彻查大同官吏，抓大放小，以震慑为主，慢慢过渡，撤销大同巡抚职，除兵政外，其他事务由山西3司管辖。中正侯，你带百杆兵先去洋河，在新任的宣大总督到任前，你先兼任宣大总督，节制宣抚大同、山西3镇。臣遵旨。侯爱卿，你留在太原城，清查晋王府家产和太原官吏，等羽林卫前来运送8家家产，然后整顿太原城周边卫所。侯爱卿，你责任重大啊！臣明白。今天是3月18，朕明天就前往西安府，都去准备吧。李若言留下，朕有事安排。笔墨伺候。李若言，将这2封信安排心腹秘密传给孙祖寿、赵帅教。这封信传回北京城，给户部尚书郭允厚；这封给内阁。臣领旨。前段时间曹变交剿匪，说是在河南、山东一带有白莲教在秘密谋划什么，你派锦衣卫去查一查，顺便通知东厂的人也去查查。臣明白。外面的情报重点放在建奴动向上，朕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
要在箭弩内部打入一颗钉子。八大皇商提供的箭弩在张家口情报站继续深挖，另外打探下，看看有没有官升好的副千户以上的武将。陈灵旨，八大皇商处理完了，下一阶段就是宗室了。至于箭弩，拖的时间越久，对大明越有利。算算总账吧。自继位开始，抄家超出总价值1亿1000万两白银，但现银只有6000万左右。入内堂和户部差不多有4000多万两左右，看似很多，但火器研究院、农业研究院都是烧钱的主，还有工业研究院、岐黄研究院、讲武堂，以及兵政改革军饷等等，都需大把的钱。特别是工业研究院，一旦把水泥弄出来，这些钱也只够修9边的水利路。唉，还是要有活水啊！等巡视完，经济要搞起来，暂时不能抄家了，得缓缓了。卖报！八大晋商通敌卖国，看陛下如何扭转乾坤！大明日报，陛下查抄晋王府，真是无耻！处罚是不是太轻了些？只诛了3府，晋王竟然自杀了，太便宜他了！晋王自杀了，真是便宜了他们！孙阁老，老夫总觉得陛下早就知道八大皇商的事情，何以见得？陛下到太原后立刻封闭城门，而且抓捕的行动过于迅速了。若是没有准备，不可能做到这种地步。不要猜了，陛下既然没有说，那自然有其他的考虑，我们就别操心了。都回去吧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是。是时候该做决定了。都师大人，请您上书陛下，一定要将八大皇商的9族全部处死，即便不处死，也要将他们征调到前线来。末将赞成。来了之后，要好好的招待他们。诸位，我们是军事，职责是保家卫国，不是残害百姓。那些襁褓之中蹒跚徐步的孩子也有错，欺负弱小有意思？赵副总兵，您手中沾的血还少吗？现在装什么仁慈？副将，行了，都别吵了。赵副总兵说的没错，都想想怎么收服失地，将箭毒赶回老家。重复。大汗，汉王传御医。崇祯小儿可恨。你们也看看吧。大汗，我们是不是要改变策略？没有八家的支持，我们的存粮只够半年消耗。喀拉秦部干旱，水草锐减，存粮不足，请我们支援一些。大汗，如果让喀拉沁部向大明求援，就说因大金的武力压迫，他们被迫屈服。他们以前是大明的藩夷，我们配合演场戏，被他打退，然后让他们先向大明朝廷商表，同时给袁崇焕发去一份，请他代为转呈。然后让朝鲜叛逃过来的韩润、郑梅去朝鲜买粮，买不到就抢，最后去大明抢粮。去大明抢？大汗，如今国内的情况，这恐怕不好操作。莽古武泰传令阿敏和范文称立刻向周边部落施压，给他们3个月的时间联合诸部，不同意就调集大军横推过去。萨哈连，朝鲜筹粮之事就交给你了，只要粮食方法不论，都去准备吧。臣等告退。富汗建立大金后，各种策略无所无力。可自从大明的新帝登基后，局势瞬间发生变化。如果这个策略失败，大金遭受重创，我也将被赶下汗位，结局只有死亡。崇祯，难道这也是天意吗？诸位，有许多大臣反对朕做这项水利工程，但朕还是力排众议，坚持了这项看起来劳民伤财的工程。知道为什么吗？陛下，臣听说了，说是以工代赈。陛下，陕西少雨，但也发生过大涝灾。这项水利工程，哪怕20年用一次，都是赚的。大涝之后必有大旱，大涝灌满的水，这个时候就有用了。而且水库还可以养鱼、家亲，岸边种树，很好。诸位，眼光不要局限，居安思危的意识要长存。杜爱卿，先绕道去泾阳，朕带你们去见一位能人。前段时间，孙元化带来王征著作《新制诸器图书》，
里面记载了由低向高引水的虹吸，灌溉农田的鹤引。这些发明用在这里正合适，更何况里面还记载了自行磨、自行车、轮毂、带耕等发明，这些我可惦记了很久。上次请王征出仕，他因丁忧婉拒，既然到了陕西，那就亲自去一趟，也算礼贤下士。这些军营是来做什么的？听前面说，好像是去找王征的。不会是那个整天捣鼓些稀奇古怪东西的吧？听说他入了一个外夷的教派，不会是来抓他的吧？丁忧之臣王征参见陛下，失礼之处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免礼。王爱卿怎么知道是朕？陛下，这两位穿的是指挥使的武官铠甲，后面是禁军军旗，而陛下刚在太原处置了8大皇商和晋王，按路程算，也差不多到附近州县了。而且您虽着便装，但难掩贵气，所以臣斗胆猜测，您是当今陛下。哈哈哈，果然是理学大家，推理能力很强。不请朕进去坐坐？陛下恕罪，陛下请进。王爱卿，这就是新制诸图中记载的虹吸和鹤引结合的东西吧？陛下，臣将这个命名为可污，一些奇淫技巧入不得陛下法眼。这些东西也不是自动，也要隔6个时辰人工干预，否则就会停止。而且随着时间，往上送水量会越来越小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从0到1很难，慢慢改进就是了。谢陛下。王爱卿，知道朕来找你所谓何事吗？知道，初阳兄来信想让臣出仕，如今陛下亲临，可能是要研究这些奇淫技巧。这可不是奇淫技巧，只要用得好，就能发挥巨大效用。诸如你书中的虹吸、鹤引等，用在朕修建的水库中正合适。朕有时候在想，是不是有一种东西和水在一起搅拌后，能搞出石板一样的效果？是不是有一种东西能带数百人飞上天，1个时辰跨越北京到西安的距离？是不是有一种东西不用人力，能拉动10000担重的东西，日夜不停歇？是不是有一种器械能够代替人工播种？王爱卿，朕成立了大明火器研究院，研究各种火器；成立大明农业研究院，研究如何提烧粮食产量。今年，朕准备成立大明工业研究院，研究各种器械。王爱卿，你是理学大家，讲究经世布用之学。你今年57了，甘心研究了大半辈子的成果就这么失传吗？朕这边工业研究院的院长由你担任，院内的研究你说了算，要人给人，要钱给钱。朕查抄了8大皇商和晋王府，银子有点多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出来帮朕花点？我丁忧期满就60了，就算恢复原职，也不过是个从6品，能做的太少了。若是能将这几本书中的器械全部做出来，然后在整个大明推广，也算不负所学。但是王爱卿，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天你在大街上、农田里、百姓家里看到你的器械，会不会满满的自豪感？陛下，臣有2个疑虑。第一，如今大明内忧外患，这种情况我们不应该将心思放在攘外安内上吗？第二，研究这东西3、5年也不一定出成果，但耗费钱财无数，陛下又能支持多久？第一个问题，我们不能因为危机就放弃发展。若我们消灭了外敌再开始研究，那岂不是浪费了这些年的时间？即便大明真出了问题，我们还有亿万同胞，受益的依旧是他们，这又有什么关系？至于第二个问题，没有什么是100%的，但在研究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发现很多有用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可能会用在其他器械上，匠人们也能以此谋生，这就足够了。任何技术研究了就可能进步，至于说能支撑多久，朕可以保证，只要朕在，就一直会支持。这个回答你满意吗？牢骚太盛防肠断，风物长宜放眼量。行了，该说的朕都说了，决定权在你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朕也不会怪你。如果你想通了，就到西安府找朕。即便你不来，这种造福百姓的大工业之事，朕也会找人做。走了。陛下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，不再劝劝，这种人才不出仕，委实可惜了。不用了，该说了都说了，况且他会来的。杜爱卿传旨内阁，让孙承宗会同工部着手修建大明工业研究院。臣三边总督袁可立率陕西3司官员参见陛下。臣等参见陛下。诸爱卿都起来吧。
袁爱卿辛苦了。陕西民变大灾能如此快速的平稳，你当居首功，终于见到这位赫赫有名的战略大师了。历史上，如果崇祯不是那么急功近利和疑心重，按照孙承宗、熊廷弼、袁可离的三方方案，建奴的日子本不会好过，真是可惜了。半年时间能有如此作为，还如此年轻，我大明得遇明主雄主。走吧，进城。今日天色已晚，明天朕在秦王府处理公务，诸位再来汇报，都回去吧。诸位都自报一下官职和姓名吧。正部主使，从你开始吧。臣陕西部主使郑崇简，陕西都梁参政洪承畴，陕西略安府副使陈其瑜参见陛下。洪承畴、陈其瑜。好了，袁爱卿，你汇报一下赈灾情况和西安府土地清账事宜。陛下，陕西大灾波及30余县，遍及西安、凤翔两府，总受灾人数93万余人，遇难约8万余人。若是大灾刚起时就能上报朝廷，遇难人数会减少至20%。陛下，朝廷调拨加上查抄秦王府以及西安府负伤士绅，总赈灾粮380万担，赈灾6个月，目前剩余150万担。开春后，固原、定边、定西、吕梁4地各迁移了2万人。另外，大灾的3府之地，共计修建湖泊330座，修缮官道，赈灾各项工作耗资全部登记造册，督察院和户部可随时核查。袁爱卿言重了，这一路上的赈灾情况，朕都看到了，朕很满意。郑爱卿，你是陕西布政使，水库每年必须清理1次淤泥，加固堤岸、疏浚河道，此事形成定制，每年上报朝廷，谁耽误，朕就砍了谁。臣遵旨。袁爱卿，说说清账耕地的事情。陛下，秦王府土地清账后，共计46530顷，两府之地榆林册登记216680顷，清账后共计253220顷。清账两府耕地竟然多出这么多，那整个陕西呢？全国呢？袁爱卿，多出来的这些地都是哪些人的？回陛下，9成是富商士绅，1成读书人，其中少数是普通百姓的。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，真是越富有越吝啬。既然历代皇帝都不敢动，那就让朕来试试，到底是朕的刀子硬，还是你们的脖子硬？第一，隐瞒的土地全部收为朝廷所有；第二，追查这部分土地10年赋税，10倍补回，且家族子弟3年内不得参加科考，已出仕者3年不得晋升。至于百姓的就不追查了，赏10棍。袁爱卿，今天是3月27日，4月1号。土地准时开售，土地售卖的具体的内容和注意事项，你和诸位爱卿讲清楚。但将渭南临潼一带的上田留2000顷，讲完了到后花园找朕。恭送陛下。唉，如此一座王府就这么荒废了，可惜呀。陛下，都已安排妥当，为确保售卖不出意外。臣恳请陛下调征剿大军进入各县周边震慑。好，杜爱卿，传令马香菱调军到两府之地，居中策应。臣遵旨。袁爱卿，你说那些富商们会不会有过激反应？臣巴不得他们闹点事儿，也方便我们行事。哈哈哈，那咱们就拭目以待。你们再推敲一下细节，查漏补缺。臣遵旨。既不封城，也不出巡，这些官员都出城干什么去了？来人，将这群人拖下去，各打10军棍。来人，将这群人拖下去，各打10军棍。隐瞒耕地、大小亩、偷税漏税、粮战等罪名，别说打你们10棍，就是直接砍了你们，你们都不冤枉。行了，本官也懒得跟你们废话，朝廷决定清理。洪大人，我们愿意多出银子，家族子弟科举和晋升的事情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陛下在西安府，你要不要去找陛下谈谈？明天中午看不到地契赋税，本官可就来硬的了。
来人，送客。是。郑大人，叫我等前来有何吩咐？叫诸位来是因为清账耕地的事情。清账多出来的耕地直接没收，追查10年赋税10倍返还，家族子弟3年不得参加科考，已出仕者3年不得晋升。郑大人，10倍追缴，我们认了。可直接没收是不是过了？即便我们隐瞒了，那也是我们自己买的。朝廷这不是什么？本官是通知你们，不是在跟你们商量。明天中午，本官见不到地契。这西安城杀的人够多了，也不在乎多几个。来人，送客！诸位父老乡亲，近几个月，朝廷查抄秦王府和富商官绅，加上重新丈量多出的耕地，共计8万余顷。陛下体恤百姓辛苦，将这部分耕地售卖给诸位父老乡亲。卖？我们哪儿来的银子？把我们都卖了也不值8两银子。诸位，陕西大灾，陛下圣明。朝廷特别推出了分期付款先用后交的方法，本阁给诸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分期付款。袁阁老汉有疑问先不要着急，诸位可以先看看朝廷印发的答售卖耕地疑问100条，看完之后若还有疑问再来找本阁。第一问：售卖耕地真实有效吗？答：朝廷颁发诏书，地契人5亩，俺家5口就是25亩，20年还清，每年还8两7钱。苍天有眼，终于不用再受地主压迫了，能吃饱饭了。袁大人，恕我冒犯。去年陛下废除了祖制，免除了读书人律法特权，这里面第1条只说了诏书和祖制。若是几十年后，新帝又废除了这项规定，我们又将如何？你能提出质疑，这是好事。但本阁却觉得你不仅蠢，而且心思还蔫坏。袁阁老，你解释不了也不能骂人吧？诸位父老乡亲，你们看看，拿暴力压人了！住手！别被这个人给带偏了。诸位，朝廷是无法保证后世之君会不会遵循祖制，但本阁可以给诸位算笔账。你买5亩上田，分20年还，本利总计52两。而5亩地可以产出10担粮食，还了分期后，每年可结余7担左右。你说的在理又如何？富商瞒报漏税，朝廷都能追查10年10倍补回，谁又能保证后世之君会不会也这么干？这就是封建社会百姓的愚昧和无知，容易被人带节奏。周玉吉，派人去盯着这个人，朕倒是要看看谁胆子这么大。臣领命。信与不信，诸位自己判断。朝廷不会强迫。从明天开始，只有15天的售卖期。另外，朝廷给诸位准备了种子，言尽于此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哦，对了，耕地数量有限，售完即止。看到了吧，百姓能吃饱就心满意足了。这是天大的事情，你们以后主政一方，要为百姓办实事，解决民生疾苦，这样才能得民心。百姓稳，则大民稳。臣等谨记陛下教诲。看到了吧，百姓能吃饱就心满意足了，这是天大的事情。你们以后主政一方，要为百姓办实事，解决民生疾苦，这样才能得民心。百姓稳，则大民稳。臣等谨记陛下教诲。陛下。人若衣食无忧，便易耽于安逸；若是生计艰难，则易心绪偏动。这中间的平衡该如何掌控呢？臣还听闻另一种说法：富足生乱心，饥寒起盗心。这个盗是道德的道，意思就是说，人贫寒时反而会激发斗志，这就是所谓的穷则变，变则通。这又是和让百姓吃饱穿暖相违背。你们说的都对，苦难磨练意志，保暖又思。人是复杂的。人的需求分5个层次，第一是生理需求，也就是呼吸、水、食物、睡眠等，这是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。为什么会饥寒起盗心？是因为无法满足生存所需。再说第2个层次，就是安全需求，例如自身安全、身体健康、财产安全等。我们满足了百姓的生理需求后，就满足安全需求。他们哪有时间去谋逆？即便有人想谋逆，为了不被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，百姓的怒火就能将其淹没。陛下，即便这样，那万一……这只是一方面。即便四海澄清，我们也不能马放南山，反而要更加厉兵秣马。有剑不用和没有剑是2回事。精兵强将，武器先进，既是防止外敌入侵，
更是对内部的震慑。第3个方面，算了，说太多你们也明白不了。你们只需记住：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。走吧，下去看看。百姓自发维护，军队强力震慑，教育与思想引导。那陛下下一个5年计划的重点就是教育了。等这一辈老去，从小接受教育的孩子成了基石，谁还会想去谋逆？陛下心中却有万千沟壑。听陛下一席话，圣臣大半辈子的见识。国强民富，万物盛，人和家兴，百业昌。陛下，您刚刚说5个需求，那后面3个是什么？依次是社交需求、尊重需求、自我实现需求。行了，现在说说正事。袁爱卿，你认为耕地能卖出去多少？臣以为可全部卖完。百姓能被愚弄一时，但不会一直被愚弄。这笔账很好算，而且臣已派人到各县演戏去了，现在应该开始了。哦，演戏，具体说说。陛下，如果您有时间，臣请您到长安县看场戏。袁爱卿，你认为耕地能卖出去多少？臣以为可全部卖完。百姓能被愚弄一时，但不会一直被愚弄。这笔账很好算，而且臣已派人到各县演戏去了，现在应该开始了。哦，演戏，具体说说。陛下，如果您有时间，臣请您到长安县看场戏。砸！给我砸！哇！气死老夫了！李掌柜，生这么大气，您这店铺年前刚买的，怎么说砸就砸了？怎么说呢？朝廷刚刚颁发了售卖耕地的诏书，这种方式购买耕地，百姓家里就不缺粮食了。我这米房的粮食卖给谁？他们倒是想卖给我，可我收了也卖不出去啊。李掌柜，您这话严重了，万一朝廷把土地收回？没有万一。西安、凤翔两府近300万人，朝廷怎么收回？现在是这2府，以后会不会是整个陕西、整个大明呢？那你改行开酒坊得了，以后2府不缺粮食了，酿酒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诸位还不各自回村买地，晚了好地可就被抢完了。对呀，反正现在不用花银子，对，先把地拿到手再说。袁爱卿，这是你安排的？回陛下，是的。类似的一幕，臣在2府数百城镇安排了近100个类似的场景。袁爱卿，你真是大明的最佳导演。什么陛下？何为导演？就是说爱卿运筹帷幄的意思。袁爱卿，你说说富商士绅是如何兼并土地的？陛下，兼并土地有3种：第一，合法手段售卖，例如婚嫁、疾病等；其2，中性手段逼迫售卖，诸如大灾、赋税太重等；第3，非法手段，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强买强卖等。陛下，咱们定的规则是，售卖出去的田地不得私下买卖，只能由朝廷回收，这就杜绝了兼并的可能性。没有完美的制度，漏洞总归会有的，百姓永远是弱势的一方。如果贪官污吏强占，但不走售卖流程呢？如果土豪劣绅以百姓家人的生命相威胁呢？袁爱卿，土地必须掌控在百姓手中，且必须有粮食产出。朕有几个设想：第一，搞个田地里甲制度，里祖要对整个村子的土地负责；第二，在国土资源管理局下设立巡检司，同时制定耕地普查制度，每年抽查1个府，3年抽查1个省，6年全国普查1次；第三，设立有奖举报制度，举报强占土地，核实后给予奖励，反之则处罚。此事你要抓紧和内阁协商。臣明白，回去后臣立刻拟定。皇子封王赏赐土地，官绅一体纳粮，火耗归公，想要实施至少还要3、5年。为了耕地掌控在朝廷和百姓手中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大兄，前几日陛下驾临，你肯定知道内幕，朝廷这策略能不能买？你可不能因为是朝廷官员就坑了乡亲们，会被戳脊梁骨的，搞不好祖坟都要被刨了。大兄，前几日陛下驾临，你肯定知道内幕，朝廷这策略能不能买？你可不能因为是朝廷官员就坑了乡亲们，会被戳脊梁骨的，搞不好祖坟都要被刨了。我决定了，过几天去西安府找陛下，我要出仕了，家里就拜托你了，时常替兄长上几炷香。大兄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您这是不是眼光长远一点？如果这项诏令传遍整个大明，以西安、凤翔两府凝聚的民意，他
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强占的土地都将被检举出来。在庞大的民心和压力下，朝廷必定彻查。只要查，土地就能回流到朝廷手中，然后再卖给百姓。而查抄了阉党、秦王府和晋商，皇帝手中的兵力财力肯定不少。这也是阳谋可以实行的保证。你去忙吧，告诉乡亲们放心购买，家里也要积极配合。大兄，你放心，家里有我。也不知谁的策略，以民意凝聚长刀，砍向贪官劣绅，当真是可怕。既然选择要出去，自然要送给陛下一个见面礼。论器械研究，整个大明没人比我强。诸位，这事儿总得拿个章程吧？就这么耗着也不是事儿啊！还能怎么说？你觉得哪个农民算不好这个账，还来傻傻的来给我们当佃户？一人买5亩，梁府就还有100余万百姓买不到地。我们可以挑拨一下，让百姓们闹起来，然后我们联合梁府商人暗中涨价罢市。若是朝廷迫于压力取消卖地，那我们就……陛下，统计出来了，第一天售出5860顷，这么少。各地还不太熟悉操作流程，加上一些人闹事，百姓还抱着观望的态度。今后几天速度就会快起来，预计4月初10前能完成。传令下去，闹事者取消购买资格，徇私者杖30。陛下，这几日各地富商经常聚集在一起，要不要重点关注一下？不用，随他们去吧。袁爱卿，你说这些藩王会不会闹幺蛾子？怎么处置，朕很头疼。罢了，但愿他们老实点儿，否则就别怪朕痛下杀手了。袁爱卿，你是不是很疑惑，朕为什么如此着急实施这项策略？陛下，臣觉得时机刚刚好。哦，那你说说为什么？陛下，臣接下来的话有些大不敬，请陛下恕罪。说吧，现在就是闲聊。陛下，从始皇统一华夏后，强如汉唐，国运300年几成定数，而大明开国260年。如果陛下没有出现，按照之前的局势，50年内大明就延续50年，你还真高估大明了。就算加上南明，也不过295年。现在王朝的问题积重难返，即便陛下做了这么多，但依旧没有改变本质问题，诸如土地兼并、商人失控、兵政荒废等。而改革只能一时，不能长久。就像张居正的改革，最后人死政消。所以只有暴力强制重组、破产清算，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而臣说时机刚刚好，是因为这半年来，陛下以赈代工、修建水库、推广土豆、红薯等高产作物，再加上朝廷赈灾，受灾百姓才有了活路。最后，陛下还耕于民，凝聚天下民意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这就足够应对未来的变数。哪怕是这个时候，陛下发布还耕于民、抑制土地兼并这个可能倾覆大明的策略，袁阁老，可若是中途富商士绅和藩王搞事情，这场改革被迫终止了呢？你是觉得陛下在赌吗？不，你错了。陛下完全有能力平息。大明有200多万军队，但能打的也就9边11镇。现在忠贞侯提调3边，宣府大同的总兵是陛下钦点，再加上禁军9卫、白杆兵、藤乡4卫、勇士营、陕西征剿大军以及经营和正组建的天雄军，陛下手中掌控了近50万军队。辽东之事虽不在掌控，但英国公在山海关，而朝堂之上，内河6部都是陛下亲选，这种力量重打一遍天下都是轻而易举。如今还耕于民就是无解的阳谋。如此3、4年的时间，我一定上书，亲自率军横扫了贱奴。朕倒是想知道各大藩王、士绅、富商，还有贱奴，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是何等反应？朕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。陛下，出事了！各县送回情报，不少店铺都关门或者涨价了，诸如成衣行、油盐醋茶行等。有动作了？有统计数量吗？粗略统计有3000多家，平均一个县110来家。哼，既然不想营业，那就都贴上封条，然后找几个偷税漏税的典型出来，拉出来砍了，杀到他们怕为止。再安排人散布他们关门的原因，试试民意大刀好不好使。还有扶持还在营业的门店，臣这就去办。
户部和大明国土资源管理局核查商南县钱家侵占耕地163醒，漏税，按大明律斩，家产充公。死了也好，将他们抄了，我就能买到地了。这群人真是找死啊，还来威胁朝廷，真以为朝廷不敢杀？开始行刑！哎，那些没有买到地的怎么办？会不会搞事情？我不管，反正地契在我手上，谁要抢我就跟谁拼命。没买到活该，那能怪谁？陛下，此次两府参与的富商士绅共计626人，处决103人，共抄得耕地13360顷，白银。其余参与者共捐粮56万余担，耕地数量还在统计。还是抄家来钱快呀，怪不得陛下喜欢抄家。袁爱卿，粮食做好存储，谁敢乱动，朕就砍了谁。耕地售卖完后，剩余的地如何将产出最大化？内阁做一份规划给朕。臣领旨。大半年了，耕地一事耗费精力最多，如今总算是告一段落，民意大道已成，就看各方是什么态度了。杜林新，去偏殿准备地图，接下来要去哪儿呢？河南、甘肃、宁夏、固原、延绥。这条路不错，印象中有几个不错的虎将，可以去看看。杜爱卿，由西安出发，过延安到榆林，再到太原镇，传令给锦衣卫，按照这条路线探查周边情况，再传令给忠贞侯秦良玉，准备一支精兵，做好随时支援的准备。3天后出发。是。陛下，大好事，王征来了。王征在哪里？快请他进来。丁忧之臣王征参见陛下。前几日陛下御驾亲临，臣犹豫不决，请陛下恕罪。无妨，想通了就好。你能出来是大明百姓之福，即刻起你就是大明工业研究院的院长了。臣谢陛下隆恩，陛下放心，论器械研究，臣在大明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哈哈哈，好，朕等的就是你这话。你要记着，工业是所有行业的基础。你担子很重。王爱卿，你先研究灌溉和耕种的器械，这是现在最缺的。其次是研发与火器相关的器械，如何提升红缨大炮的移动速度、搭建速度等。这点你回京后和火器研究院的院长徐光启聊一聊。陛下，关于您刚刚说灌溉的器械，这几日臣做了一套器械的模型，献给陛下。好，带朕去看看。杜爱卿，去请袁爱卿、洪承畴等人一起来看看。终于完成了，陛下，这是臣结合了翻车、水转井车，并利用风力带动器械取水的农业器具，臣命名为风轮推力取水车，既可节省人力，又可在水流平缓时使用。王院长，风力推动虽好，但风也不是一直都有，而且风向不定。这种情况，老夫自然是有考虑的。没有风，那就用驴、牛、骡子来推动；实在没有，那就用人力推，比用脚踩的翻车省力得多。妙呀！这取水车与我们修建的水库相得益彰，不仅陕西可以用，全国都可以推广。臣前段时间还在想怎么灌溉，原来陛下早就考虑到了。陛下深谋远虑，臣远不及。这都是王爱卿的功劳。王爱卿，北京那边工部开始建设工业研究院了，你如果有想法可以提出来。但这几日你先留在西安城，找一些工匠，教他们做水车，然后再回北京。臣明白。为了加快制造速度，朕有个建议，你可以将取水车分成若干个部分，例如水斗、搅棺、带齿木轴等等，一个工匠只负责其中一个部分。你只需要制定每个零件的尺寸规范，等每个模块做好了，再由负责组装的人来组装，这样速度快，又能减少工艺的泄漏。各自负责，互不干扰，汇聚成型，如流水源源不断，妙呀！陛下，此法可有名字？既然你说了如流水源源不断，那就叫流水线吧。好名字，流水线。好啊，好。陛下，研究院的主要职责是研究，制造力有限，
而流水线虽然能防泄密，但能工巧匠看几遍就能做出来。这个问题很好，朝廷可以设计一项制度，例如专利权或者知识产权，工匠研究出来的器械技术在朝廷备案，别人想用，需要向工匠支付银子，也可授权给商号使用，未经授权属于违法。朝廷作为中立执法方，可以从中收取一定份额。妙啊！朝廷不仅不花钱，还能赚钱，高，实在是高。不仅如此，工业研究院还可以成立评选机构，给工匠定级。至于怎么定级、考哪些内容等，你们更专业。等级达到最高，或者发明有重大贡献，可以获得朝廷赏赐，甚至封爵。这个政策触动了户籍制度，而且将改变大明的生产力结构，阻力会很大。政策一旦落地，对工匠行业将是毁灭性的冲击。工业的百家争鸣要来了。陛下，臣代天下工匠们拜谢陛下天恩，工业的百家争鸣一定会出现。王爱卿，你先起来。朕刚刚说的只是一种想法，这会触犯很多人的利益，想要实施阻力很大。袁爱卿，此事你记着，回去后找内阁尽快拿出一套章程。臣遵旨。这个水车利用自然的力量，虽然还有很多弊端，但终归是迈出了第一步。等王征将蒸汽机搞出来，那将改变整个大明的工业格局。这事要规划下，回京后找王征详细聊聊，引导一下。只是1天的时间，整个西安府的能工巧匠都被布政司发布的公告吸引了，主要是给的太多了。1月3两，管吃住，还有安家费。只要通过考核，1月3两，管吃管住。陕西的军屯要重新丈量。陛下，陛下，陈经纶来了，快请，带他到承允殿。陈经纶参见陛下。哈哈，陈爱卿，朕盼你已久啊！朕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臣此次带来20万斤番薯，可以种植2000亩地。目前番薯在渭南城。陈爱卿，此次番薯引入陕西，你当居头功。等丰收之时，朕亲自为你庆功。陛下谬赞，臣定不负陛下所托。对了，广西、陕西等地有一种农作物，名为玉七亩，朕感觉也能成为主粮。你有时间研究一下如何提高产量。臣明白，这种作物臣听说过。好，陈爱卿，中午准备一次番薯宴，给陕西的诸位尝尝鲜。这个烤番薯虽然做法简单，但味道真是绝了。这个番薯糯米饼不错，甜而不腻。油炸番薯丸子不错，就是太费油。拔丝番薯真好吃，百姓一旦尝到味道，就省得推广了。袁爱卿，你觉得洪承畴怎么样？能胜任3边总督的空缺吗？心狠手辣，冷酷无情，勇勇果断。臣在陕西4个月，多次接触，此人文韬略策皆精通。袁爱卿，你觉得洪承畴怎么样？能胜任3边总督的空缺吗？心狠手辣，冷酷无情，勇敢果断。臣在陕西4个月，多次接触，此人文韬略策皆精通。评价这么高，就没有缺点？有，按照此子性格，往往会走极端，为了目标不择手段。此人若是用得好，是一把好手；若是用不好，会带来极大的伤害。能力无可挑剔，不能把还没发生的事强加到现在。环境能改变一个人，用人就看怎么用，才能发挥最大作用。那就找来再考察一下。臣觉得可行。臣洪承畴参见陛下，见过袁阁老。什么情况？洪承畴，听说你未入仕前就表现出了想治国平天下的愿望，那朕问你，你准备怎么做？陛下，平天下这里的平，臣理解的是在等级制度上的合理、公平、公正、平衡、秩序、和谐，而不是均匀，这是最理想的状态。如何达到这种状态，其实陛下已经在做了。哦，朕做了？朕做什么了？陛下还地于民，为工匠设立专利制度，设立大明军纪监察部、农业研究院、火器研究院等。如果这些目标都能实现，那天下自然就太平。中间的过程无非是用哪种手段来实现而已。不得不承认，确实是王佐之才，跨越几百年时光，竟然能遇到同频的人。洪承畴的思维远超预期，因机废食要不得，如此困局，
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才是王道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臣告退。陛下，臣以为可以一用。好，明天上午召集陕西三司在承允殿宣读圣旨，而后我们离开西安，继续巡视。臣等参见陛下。奉天承运皇帝敕曰：陕西都梁簪正洪承畴10人擅任，自特授尔为三边总督，兼督察院迁都御史，提夺陕西一切军务，节制钦此。臣谢陛下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真的是他，业绩拔萃，华经大利，前途无量啊！按惯例应该是郑崇简啊。哎，下属变上级，但他不管民政，布政司权力大了，好事。梁府耕地已经清检完毕，收效甚好。诸位爱卿及参与人员加俸3个月，但各州县行政官员要经常巡视，凡地必重，重则有产出。今天就到这儿，诸位散了吧。臣等告退。郑爱卿，陕西的民政事务全权交给你了，你对朕直接负责。臣谢陛下隆恩。洪承畴，你专管军政，你的任务是精简卫所，凝聚精兵，废除军户，走军事职业化道路。废除军户，职业化。陛下，是不是朝廷第一个5年计划里提到的军事职业化？对，大明军纪监察部会来配合你一起整顿。马祥林的12000名征剿大军也留给你，作为震慑诸卫的力量。你能不能在今年完成陕西卫所的整顿？能，太能了，那是臣读过的最完美的军队改革方案。臣愿立下军令状，年底之前完成整顿计划。好，这里是卫所和边镇军事职业化改革的第一个试点，朕也给你个承诺，完成整顿后，朕调你回朝廷入中书。臣谢陛下隆恩。陛下，改革后负责给卫所耕地的百姓要怎么称呼？请陛下赐名。就叫生产建设兵团吧。人员来源由卫所、边军考核淘汰退役的军士和从各州府招收的人员组成。他们的子女可以免费进入卫所开设的讲武堂，主要负责屯垦岁边所需和军队相关设施的建设。另外，再招收一些工匠。这些只是朕的一些设想，具体政策你们协商好再呈给朕。臣明白。对了，等你回固原后，派人去银川寻找异族李洪基，也有可能叫李自成，家是榆林米脂县的，现在21、22岁。找到后，将他带在身边。等你回固原后，派人去银川寻找异族李洪基，也有可能叫李自成，家是榆林米脂县的，现在21、22岁。找到后，将他带在身边。异族？陛下，您找一个异族做什么？朕得到线报，此人武艺高强，颇有能力。你将他放入军中磨砺一番，若是安分守己则罢了，若是结党营私不可治，那就杀了。臣明白。李自成由洪承畴监视，那洪承畴由谁监视呢？杜印熙，他能力出众，执行力强，欠缺的就是基层历练。就他了。杜印熙，过来。陛下，你跟在朕身边2个月了，你的能力朕是看在眼中的。你就留在陕西，做宣抚使司副使吧。你没有为政一方基础，跟着洪承畴好好学习，多听多问多做。臣拜谢陛下天恩。起来吧，洪承畴，陕西的军务就交给你了，不要辜负朕对你的期望。时刻记着“国实”2字，心存民族大义，坚定立场。臣谨记陛下教诲，时刻铭记于心。行了，都去忙吧。陛下圣明，陛下万岁！这些感谢远比宣抚太原的百姓真诚，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耕地。父王，西安来的急报。父王，陛下把秦王府和西安多出来的耕地全部卖给了百姓，每亩定价3两银子，还让各地官府把这些年贵族和大户兼并的土地清退出来，让无地可种的百姓去种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父王，陛下这是要赶尽杀绝，我们要不要？你若是想死，本王现在就可以成全你。出去，在王府内老实待着。崇祯，你无非是想要我们手中的地和钱财罢了。我大明真能起死回生吗？哎，罢了。秦王，你欠本王的1顿酒该还了。躲过8大皇商的事情，本以为没事了，
没想到啊，当真是好手段，无解啊！崇祯，崇祯，可恨，可恶！按计划行事，关宁锦防线突破不了，只能借道。陛下，为我们做主啊！小民的田地被赵员外强制。状子转交郑崇简处理，严办。大明已经烂到这个地步了，难怪崇祯2年后会激起那么大的民变。这塔似曾相识。袁爱卿，那座山上的塔是什么塔？回陛下，那是嘉岭山，又称塔山，山上是岭山寺塔，离延安约6、7里。塔山，宝塔山，走去看看。这就是塔山啊！袁爱卿，既然来了，那咱们去看看宋代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，全当放松一下。周玉吉，你带藤香右卫和栾架继续前进。曹变娇，你带1个百户秘密入城，其余勇士营就地驻扎。王来聘，你带5进士们乔装打扮，和朕一起入城。延安，是吧？客官，您点的菜来嘞。诸位客官，在下曹永昌，乃是这翠云酒楼的说书人，今日给大伙儿说上一段。老曹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赶紧的给大伙儿讲讲，你又收集到什么野史了？诸位客官，在下曹永昌，乃是这翠云酒楼的说书人，今日给大伙儿说上一段。老曹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赶紧的给大伙儿讲讲，你又收集到什么野史了？诸位，今日老朽讲一讲延安城的风水秘闻。咱们这延安城西边多山，东边多水，西边是白虎沙，所以延安城会武将辈出，甚至武将辈出，甚至出天子。老曹，你早晚死在你这张破嘴上，天天胡说八道，就不能好好说点正史吗？我去，难道风水之说真的存在？义府之地除了李自成、张献忠2个人物，还有高迎祥等一堆武将。这事儿听听就算了，别瞎传。万一有人说你要造反，拉去砍了就冤枉了。黄虎，你别吓老头子，这是野史，懂不懂？张哥，您跟这个倔老头扯啥？就是耍嘴皮子混口饭吃，来和弟兄们喝几杯。去查查这人。是。东家，查到了，此人名为张献忠，是延安府的一名捕快，生性刚烈，爱打抱不平，又留着一缕黄色的胡须，人送外号黄虎，在延安城人缘不错。果然是他！别让他跑了！别让他跑了！给老子打！打死这个小偷！真不要脸！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孩子，脸都让你们丢完了！黄虎，别仗着几分拳脚功夫就天不怕地不怕，也不看看我们是谁！这延安城有大把的人能弄死你！弄死老子之前，老子先弄死你们！黄虎，你等着！这张献忠和历史的评价一样，爱打抱不平，性格急躁刚烈，只图眼前痛快，缺乏长远打算。黄虎，你闯祸了！这是皇家的家丁，他姐夫是延安府知府，你呀，老子是捕快。有人当面行凶，我若是不管，那还不如扒了这身皮。小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犯什么事儿了？赶紧说出来，免得连累救你的人。叫虎叔。我叫李定国，是皇家的佃户。听客商说皇帝将西安府的耕地给了百姓，所以我们就不想种他们的地了。结果皇家非让我们种，我们理论了几句，他们就要打我们。哎，不对呀，你小子是不是傻？虎叔，干啥打我？耕地卖给百姓，这是大好事儿，但现在还轮不到延安府。你们现在不种了，今年吃什么？你这孩子。虎叔，其实我们也不是不租了，只是想闹一闹。皇帝搞不好早就派锦衣卫来按查了。只要闹大了，知府为了平息民愤，会出面让皇家少收点租子。谁知皇家这群不要脸的，一点都不讲规矩。你还真是个人才，你都要动人家的利益了，还指望着讲规矩？谁教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什么乱七八糟？这叫计谋，计谋懂不懂？屁的计谋，拳头大才是正道理。李定国，定国，当真是好名字呀！这孩子相貌不凡，且逻辑清楚，是个苗子。东家，讲武堂不是开了吗？要不带回去？看人之准。
这可是南明第一军神，连斩剑弩2王的人物。散开，散开，都散开！完了完了，全完了！张献增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前2天你在东城与人打架，今天又与人发生冲突，赶紧给皇家道歉，然后滚回去！王巡检，你都没问发生了什么，谁对谁错就让我道歉？你是大明的巡检还是皇家的？你放肆！王巡检，你将这贼子踢出捕快队伍，剩下的就是我皇家的事情了，不劳您处理。好大的威风！这延安城是朝廷的还是你们皇家的？你又是哪冒出来？本官锦衣卫副千户崔明，回去告诉延安知府，1天内将此事查清楚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下官这就去。锦衣卫，小兄弟，这年头爱打抱不平的人不多了，老朽佩服。老张客气，大路不平人人菜，老张是。小兄弟，这年头爱打抱不平的人不多了，老朽佩服。老张客气，大路不平人人菜，老张是过路的客商。看小兄弟嫉恶如仇，身手了得，不想就此埋没。而且这府衙你是没法待了。老朽和边镇的参将挺熟，特来送你一份机缘。机缘？哼，边镇哪个边镇？延绥、固原，这些边镇是啥德行，我还是知道一些的。老丈可不要糊弄小子。宣府，哦，宣府，如此麻烦老丈了。好，小娃子，老朽看你有几分聪慧，我们少东家更好缺一个书童，你可愿意跟着？小子，这是可以改变你命运的大好事儿，但老子没法替你做主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你要是能救我爹娘和乡亲们，我这条命就是你的。哦，他们怎么了？我娘病了，卧床不起。我爹给皇家干活伤了腿，没银子治，也快下不了地了。乡亲们为了让我跑出来，被皇家打了。去找延安城最好的大夫，跟着小兄弟走一趟，再带1车粮食和肉食分给乡亲们，速去速回。是。小兄弟，走吧。东家，按您的吩咐处理好了。好，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，这2人以后能成为虎将，你怎么看？张献忠身手不错，有江湖侠义之风，但做事顾头不顾尾，得好好敲打。但当个参将问题不大。参将，未来的事可不好说。李定国呢？你觉得他怎么样？颇为聪慧，有责任，吃苦耐劳，知恩图报。入讲武堂学习几年，未来不失为一代名将。行了，你给满贵写封信，重点关注下张献忠，时常敲打培养。东家，从今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老张，这事儿办得敞亮，我服。这是老夫给你写的介绍信，你拿着信去张家口堡找参将尤世禄，他自会安排，你好自为之。大恩大德，张某铭记于心，若有需要，只需来信一封，张某必到。告辞。这有啥好喝的？还不如李老汉家的锅烧。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妇人，你们一走，这些东西也浪费，还不如赏我当为我送行了。哈哈哈，咱们山高路远，后会有期。这脾气是要好好的调教一下，有些规矩还是要守的。既然张献忠给你了，你就吃吧，吃完了咱们就出发。东家，我能不能回去一趟？您放心，半个时辰内我肯定能回来。李定国，这些东西算不上什么好东西，跟着东家好好学，等你出人头地了，这些东西你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，到时候还怕你父母没吃的吗？袁爷爷，这个道理我懂，可我此去1年半载都不一定能回来，万一，我是说万一。袁管家，安排人买点干果蜜饯送到他家去，你1个月有1两银子，你若还有其他心愿，都可以一次性办了，然后安心跟我走。1两银子，我可以支取1年的补贴吗？我可以立下字据。可以，袁管家去安排吧，然后让他去讲武堂学习。是。此番寻人之行收获已超预期，李自成有洪承畴教导，张献忠让满贵教导，李定国入讲武堂。至于孙可望3人，等回京后让巡鹰使寻找，但延安府中还有1人，必须要尽快找到。王来品，东家，延安城皇家的事，你安排人盯着点儿。另外，朕听闻安塞县有一个叫高迎祥的，以贩马为业，善于骑射，臂力过人。你亲自去查一查是不是真的。
若是没什么恶行的话，想办法招来，然后将他送到天水，交给方正化，让方正化调教一下，让崔明和你一起去。朕听闻安塞县有一个叫高迎祥的，以贩马为业，善于骑射，臂力过人。你亲自去查一查是不是真的。若是没什么恶行的话，想办法招来，然后将他送到天水，交给方正化，让方正化调教一下，让崔明和你一起去。东家放心，必不负东家重托。哦，你准备怎么招来？暴打他一顿就行了，一顿不行就2顿。这种江湖草莽之人最讲究侠义实力，只要实力比他强，他就服你。他可是善于骑射，臂力过人，你可别掉以轻心，到时候阴沟里翻船。哼，臂力过人，再过人还能有陈过人。陈能提100斤大刀冲锋，打的就是臂力过人。你说的好有道理，去吧。世人只知闯王李自成，却不知他的舅舅高迎祥。若他不死，李自成、张献忠绝无自立可能。此人自幼贩马，懂马善骑射，正是藤乡四卫需要的人才。这难道真的存在风水？哼，唯有拳头才是硬道理。此次来延安，收编了张献忠和李定国，收获满满。这出发去延绥。重金修建的延绥重镇，竟然颓败至此，可悲可恨。袁爱卿，你也看看吧。可恨，该杀！陛下，臣刚卸任3边总督，任期内竟没有查到吴自勉的罪行，是臣失职，请陛下责罚。袁爱卿，请起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陛下，臣恳请将吴自勉处死，臣留下来担任延绥统兵，必为陛下练出一支精兵。这事等会儿再说，咱们先去会会延绥的将领们。吴自勉，你身为总兵，贪生怕死，侵占军粮，倒卖美马，收受贿赂，私放精兵，你认不认罪？陛下，臣。来人，拉出去砍了！抄家，家眷苦役致死！你们要不要也看看锦衣卫查出来的证据？完了，朱同盟，你调任延绥总兵，延绥不再设巡抚，民政寰宇地方。臣领旨。你们以前干的事，朕暂时不追究，但从今日起，再有贪腐之事，吴自勉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朱爱卿，朕会在榆林镇停留3天，给你争取时间，你尽快接手延绥镇，整顿兵政。都退下。臣明白，臣告退。陕西改制，一个陕西设了7个巡抚，9个总兵，何等夸张，一团乱麻啊！罢了，等回去和贱奴干一架再说这事吧。陛下，臣已掌控延绥镇大部分要职。很好，朕给你留2个武进士协助你管理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臣宣大总督秦良玉携太原镇总兵谢志良参见陛下。众卿平身。这里情况比延绥好太多，营地虽旧，但军事精气神还在。陛下，太原镇定边53000人，因粮饷不足，臣削减老弱，如今只有35000余人，但战力绝对比卫所军强，至少敢打敢拼。既然你说了敢打，那就打一场吧。刚好忠贞侯的2000白杆兵在这儿，你去掉2个千户所，来一场小型的演武。什么？演武？和白杆兵？怎么，不敢？臣这就去准备。太原镇军完了。太原镇军完了。愚蠢！陛下，臣行了，起来吧。
一场演武而已。太原镇军士缺少勇往直前的气势，但好在军纪、协调性、军阵都还很熟，相信经历战争洗礼后会有很大的改变。接下来，朕会让忠贞侯的白干兵配合你们多几次演武，你可要把握好机会。臣明白。谢爱卿，朕听忠贞侯说你对接下来的兵政有些想法，说说吧。陛下，臣想太原镇只保留35000人，因太原镇属于2道防线，北边敌人若能突破宣大的20万大军，偏关兵力满编意义不大。其二，偏关西临黄河天险，周边沟壑纵横，不适合大规模作战。陛下，偏关重心在宁武和堰河两关，都在内长城上，历史大战事多集中于此。谢从兵说的有道理。诸位，陛下，陛下，北京600里加急。七河密封完好，标记无误。陛下，徐光启的600里加急，是火药颗粒化，还是红夷大炮，或者是碎发枪？竟然是颗粒化，最难的东西最先突破了。有了它，红夷大炮射程大增，虽然伤炮管，但可以用铁模铸炮快速替换，火器研究进了一大步。得赶紧回北京了。陛下，北京城300里加急。又来？今天什么日子啊？陛下，宋一星的，不会是暖房的土豆全死了吧？好，袁爱卿，你看看吧。陛下，此乃国之祥瑞啊！陛下眼光之准，臣不及万一。南有番薯，北有土豆，一旦大规模推广，大明就不缺粮了。第2批土豆还有不到1月就要收获，亩产18担，是普通作物的6、7倍。下一站是大同，土豆丰收在即，火器颗粒化也突破了，得赶紧回京推进。曹变交，立刻去准备，晚一些咱们直接去大同。臣领旨。谢爱卿，太原镇兵员的定额就按你的想法来。朕回京之后，会给各镇配备几门红夷大炮以及大将军炮，增强各镇战力。请陛下放心，臣必竭尽所能，练出一支敢打必胜的精兵来。行了，谢爱卿，太原镇的后续安排都取消，朕即刻出发去大同，太原镇就交给你了。忠贞侯，宣大总督人选还没有定下来，你且多待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，你将太原镇的军事给操练操练。臣遵旨。你们就送到这里吧。驾！恭送陛下。臣等恭迎陛下圣驾。诸位爱卿免礼，都回去吧，各行其职。未得诏，不得觐见。韩爱卿，说说8大皇商后续处理的问题。陛下，山西的官员有近80%被举报，罪名是贪污受贿、渎职、职权垄断等，其中有近1成和8大皇商有关系，罪证已经收集清楚。和8大皇商有关的官员，全部砍了，抄家。其余官员捐出贪污的耕地，既往不咎；涉及人命的直接砍了，渎职、职权垄断的，革职查办永不录用；偷税漏税的，10年10倍追回。和8大皇商有关的官员，全部砍了，抄家。其余官员捐出贪污的耕地，既往不咎；涉及人命的直接砍了，渎职、职权垄断的，革职查办永不录用；偷税漏税的，10年10倍追回。4品以上的空缺由吏部部推，4品以下由副手和翰林院国子监补上。臣明白。8大皇商的情报线，代王府有没有参与？陛下，代王府……韩爱卿，有话直说。是。韩爱卿，此事可有确凿证据？陛下，臣有7成把握。起因是一个自称是朱鼎沙贴身侍卫的人举报了此事，所以臣查了查，发现了诸多疑点。臣怕打草惊蛇，所以没找代王对证。来人，去传代王。臣朱鼎卫参见陛下。朱鼎卫，当亲王的感觉怎么样？宿命而已。宿命？呵呵，有人举报你为了代王位，伙同母妃残杀兄弟，这是证据，你看看吧。他们怎么查到的？哼，朕既然传你来，就是有确切证据，只要你承认，朕可以网开一面。若是传了证人，那你整个代王府可就要满门抄斩了。朕已经让人去请你母妃和代王妃了，
你想清楚了再回答。我就知道会暴露的，早就劝说他不要搞事情，悔不当初，终究是一个贪字呀。这秦王有什么好当的？王府跟个牢笼一样。母妃，你害了整个代王府啊！陛下，这朱鼎卫，身为亲王，如此失礼，成何体统？站起来，朕问，你答。朕问你，你刚刚说的劝说是什么意思？陛下，臣是母妃主导的。陛下，臣认罪。臣愿意贡献出代王府家财，带领家眷去凤阳守灵，请陛下给代王府上下一条生路。既然你主动提了，朕就给你个体面，自己上一道请罪题本，带着家眷去凤阳守灵吧。给你1天时间准备，明日辰时必须启程。下去吧。臣谢陛下圣恩。韩爱卿，给参与调查的人下封口令，代王府的事情就此打住，胆敢泄露，诛3族。第二，你去代王府见一见代王，他可以带走总价值不超过10万两白银的东西，算是对他的恩赐。还有，晋王、代王、8大皇商和查抄官员的耕地，算下来应该是山西耕地的3到4成。你负责清点并重新张良，告诉田户们，今年只收1成租险，但前提是辅助张良耕地面积。陛下仁慈，臣明白。让黑云龙和侯广吉进来吧。臣等参见陛下。免礼。裴爱卿，你说说大同镇的情况。陛下，大同镇军士定员8万2千余人，臣接手时只有5万2千人，其中老弱占了4成，各级将领家丁占了1成，剩余可战士卒不足3成。这2个月中，逃卒达到了900多人。有这数据也正常，若不是穿越过来，估计大同镇已经血流成河了。黑爱卿，土木特那边有没有动静？回陛下，前2日传回消息，土木特部以本部5万骑兵为主力，联军10万，在规划城严阵以待。察合拉林丹汗部已到宣府防线，离规划城400余里，估计月底就能对上。林丹汗有多少兵力？据说是20万，但以臣了解，15万已是极限。15万吗？记得这一战，林丹汗惨胜，土木特被打残西逃，向剑奴求救。皇太极率兵5万横扫草原，剑奴成为诸部盟主，然后就是几寺之变。记得这一战，林丹汗惨胜，土木特被打残西逃，向剑奴求救。皇太极率兵5万横扫草原，剑奴成为诸部盟主，然后就是几寺之变。你们怎么看土木特联军和察哈尔林丹汗，谁胜谁败？陛下，从目前形势看，土木特联军胜算不大，但即便不敌，也会拼掉林丹汗一部分实力。可惜我们没法坐收渔翁之利。倒也不是不可以当一回渔翁。陛下，大同和宣法2镇能战志士皆为步兵，而林丹汗就算损失惨重，也还剩10余万大军。我们，朕问你们，剑奴最大的威胁是谁？陛下，对剑奴的威胁，第一是察哈尔，第二是朝鲜，第3才是大明，最后是蒙古诸部。而土木特和察哈尔2败俱伤后，剑奴不可能放弃这种机会，一定会出兵。陛下的意思是，等林丹汗和土默特打完后，我们帮助林丹汗，让他和剑奴干一架。无论结果与否，对大明都是好事。帮肯定是要帮，但不是无偿帮助。林丹汗本就富有，一路西迁，抢劫了沿途部落，与其被剑奴夺去，不如给我们。陛下，以林丹汗的风格，我们提出要求，搞不好他会直接出兵抢。黑重兵，即便我们不提要求，林丹汗战后物资急缺，也会来抢。只要我们提前做好防御准备，部落存亡之间，他会大出血的。好，黑总兵，尽快修筑加固大同的防御工事，集中训练火器和弓箭手。陛下，如果剑奴知道咱们卖物资给林丹汗，他们不出兵怎么办？那岂不是便宜了林丹汗？剑奴出不出兵，他们说了可不算，是我说了算。散布大明扶持林丹汗的计划，增加岁次等手段有很多，而逼剑奴入关，围杀其精锐的计划暂时不能声张。计划中大同的战力也是关键，剑奴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。不论如何，咱们提前做好准备就是。你们这几天再讨论下，林丹汗最缺什么，我们需要什么。陛下，战后他们最缺粮食和兵器，但提供粮食兵器，那控蒙之策不就白费了？不然，即便我们不提供，也会有商人冒险。与其这样，不如我们找折中之策，主动提供，操作得好，还能坑剑奴一次。哦，什么折中之策？陛下，
咱们年年都有爆损的兵器，可以利用起来。质量差一些又不是不能用，也可以掺和一些残副品，外表看着很好但不耐用的。至于粮食，咱们只提供他们兵力70%的粮食，让他们维持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。还有，咱们不要银子，只要皮毛和战马。哈哈哈，侯副总兵，接触1个月，我第一次发现你还懂这些弯弯绕，不过我喜欢。哈哈哈哈。侯爱卿，兵器的事由你全权负责，一定要保密。臣明白。黑爱卿，朕给大同军事定下目标，1年内步兵精锐2万，能扛住白干兵1刻钟冲击；骑兵2000，能扛住1000勇士营冲击；其余6万人达到普通军事标准。粮草军饷，朕全力满足。白干兵、勇士营，这怎么没有信心，还是做不到？臣必不负陛下重托。陛下，大同镇有一些刺头，臣想请周指挥使和曹指挥使带人去校场验武，修理一下他们的气焰。你们谁去？陛下，还是周指挥使带人陪他们玩玩吧。臣怕勇士营的兄弟们收不住手，容易出人命。我了个叉，太狂了。行吧，周爱卿，你带人去吧。魏儿，你怎么会如此的糊涂？皇帝召你没有直接定罪，那就是证据不足。父王，您告诉儿臣这不是真的。你随我一起去找陛下，就说你刚刚被吓到了，一时胡言乱语。闹够了没有？闹够了就去收拾一下，明日辰时出发。谁若是想死，那就留在代王府。想想秦王、晋王的一个圈禁，一个自杀，再想想西安凤良府的土地，你们觉得皇帝想要的是什么？本王这是在救你们。你们认为他做这些就没有想过应对吗？你认为我们有反抗的可能吗？既然反抗不了，那就贡献家产，送他一份人情，而这份情他必须成。大王，韩阁老求见。他来做什么？臣韩皇参见代王殿下。韩阁老免礼，不知韩阁老此次前来所为何事？传陛下口谕，代王朱鼎卫现家产有功，主动前往凤阳守灵，此乃大孝，朕心甚慰。作为嘉奖，特允许携带价值不超过10万两物品前往凤阳。臣谢陛下天恩。难道代王也参与了8大皇杀？动点脑子，要是通敌叛国，此刻就不是马车，而是囚车了。自愿去凤阳守灵，代王这是唱的哪一出？不知道消息传到潞州，沈王会不会瑟瑟发抖？咱们山西现在只剩下沈王一个了，你说他怕不怕？对面的兄弟们，今天黑总兵召集大家来演武，说的难听一些，就是虐你们一顿。话虽难听，但好懂，嚣张找死，拿出史来，让他们知道这是谁的地盘。传陛下口谕，此次演武第1场比试弓，每位军士10支箭，环数总和多者为胜。第2场比试冲，重把次数多者为胜。第3场，整个卫所出动，比拼杀。何参将，客随主便，你们先吧。周指挥使，来者是客，还是你们先吧。何参将，还是你们先吧。我怕我们射完后，你们就不想比试了。狂妄！第1小旗上前，自由射击。小旗全中，总环数8256环，平均76环。正常弓箭手7、8箭后状态下滑，他们从头到尾没变化。早知道就先射了。放！黑爱卿，对刚才的比试说说想法吧。陛下，从刚刚的比试就能看出，大同镇军士目无军纪，战力虚浮，将领优柔寡断，畏战惧战。大同镇军士的表现着实有些差，整顿兵备之事必须得抓紧。周爱卿，你留2个监护所，负责操练大同镇军士。臣明白。韩爱卿，你继续留在大同城，一是清点晋王府家产和山西官员的更换，二是等忠贞侯过来，这段时间大同城由你全权做主，顺便督促一下山西盐道，今年务必增加2成的盐。臣明白。臣立刻派人前去河东盐塘督察，陛下要对盐商动手了。好了，都退下吧。周爱卿去安排銮驾。臣等告退。整个西北巡视用了3个月的时间，穿越前，在史书上看到王朝末年百姓凄苦，官员腐败。
这一路所见，比史书上还要惨10倍。九边军阵和卫所名存实亡，官员更不用说，山陕官员拉出去砍了，9成都不会错杀。但此次收获也是极大，处理了8大皇商，2府还地于民，凝聚民意，银子和物资粗略算5、6千万两，粮食400万担。更重要的是人才的收获，李自成、张献忠被收服，李定国也是未来名将。臣等恭迎陛下回京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爷，您辛苦了，奴婢都听说了。陛下建悼念塔，诛杀土木特使臣，查抄皇商，百姓们都说陛下乃当世圣君，一定能开大明，万世太平。圣君，还远远不够。大官，进去吧。陛下，3月来，通政司一共收到7635份题本，内阁司礼监批了6800篇，剩下没有批阅的是各州府劝谏陛下收回还地于民诏书的，已按奏折、题本、启本接替表先分类放好。大办，将奏折、题本、启本3类，随机抽3本出来，其余全部送到西殿去。奴婢领旨。陛下，皇后娘娘刚刚让人传信，说是给您准备了御汤。皇后，御汤？你们先处理折子，朕去就回。回来就好，携手共进。臣妾参见陛下。莫哭，朕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有道是小别胜新婚，大别赛初恋。陛下，臣妾伺候陛下更衣沐浴。臣妾参见陛下。莫哭，朕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有道是小别胜新婚，大别赛初恋。陛下，臣妾伺候陛下更衣沐浴。陛下，您瘦了许多，是吧？那你一会儿可得给朕好好补补。臣妾炖了鸡汤，一会儿泡完了给陛下吃。朕吃完鸡汤还要好好谢谢你。来，什么时辰了？陛下，已是第2天了，您睡了好久。收拾一下，陪朕出去走走。陛下，您心情似乎好了许多。是啊，看到你，看到这山河，朕心里踏实。等局势稳定一些了，朕带你们去东边看看大海，去北面看看辽阔草原。陛下如今还是要以国事为重，只要在陛下身边，臣妾就知足了。吾皇正皇。众卿平身。有本启奏，无本退朝。陛下，臣有本启奏。成国公为首的勋贵，姚宗文为首的浙党，汤宾隐为首的宣党，邱瑜为首的清流，还有楚党，好嘛，全齐了。刚把东林清算的青黄不接，你们又冒出来了。诸位爱卿一个个来，今天咱们有的是时间。臣恳请陛下收回售卖耕地于民的诏书，此举与商贾合议，乱了礼制纲法。陛下，此举会引发百姓与士绅富商对立，而士绅富商的力量不是百姓可比的，引起动荡，最终受害的还是百姓。陛下，前段时间运河堵塞，虽无实证，但臣可以肯定是士绅富商所为，漕运影响甚大，请陛下三思。陛下，百姓有耕地是好事，但百姓有粮后吃饱喝足容易出事情，而售卖耕地的巨大利益容易滋生贪污腐败。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陛下，臣同意邱大人的意见，请陛下三思而行。陛下，臣等复议，此举势必会引起大乱子，请陛下三思而行。还有没有意见的？一起提出来吧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说。说吧。姚大人，户部管着大明百姓的口粮，如今陛下还地于民，让百姓能吃饱，这不好吗？你怎会觉得吃饱容易出事呢？这是你一个户部官员说的话。贪污腐败更是自身原因，与政策何关？周大人，朝廷为什么不能做生意？盐铁，哪个不是朝廷在做？本官就想问问，这朝堂之上有几位家里没有店铺、庄园？这不是生意？汤大人，户部姚大人说百姓吃饱了就闹事，这话您认可吗？按道理来讲，
这话没错。邱大人也认可吗？汤大人的话有几分道理。陛下，臣请陛下下旨，治国子监祭酒和礼部右侍郎欺君之罪、谋逆之罪。李邦华，理念不同，尽管辩论就是，搞这些做什么？李邦华，你要不把话说清楚，本官告你大不敬之罪。你们礼部国子监培养出来的读书人，难道都会造反？按照你们的理论，这朝堂之上的众人是不是都要拉出去砍了？你们更是害怕读书的平民子弟多了，抢占你们的科举机会。陛下，臣没有这个意思，李邦华在曲解臣的意思。够了！身为天下读书人的守门人，百姓口中的财神，所言所想却是极端的狭隘和不妥，朕很失望。罚其闭门思过3个月，降一级留用。谢陛下隆恩。诸位爱卿，谁还有要说的？陛下，臣有话要说。本御史想问问程国公，什么叫士绅富商的力量不是百姓可以比拟的？什么叫最后受伤的是百姓？你这意思是朝廷要向士绅富商妥协？你也是士绅富商中人，那你说说你怎么对付百姓？身为国公，煽动对立，意图制造矛盾，其心可诛。张廷登，你少信口开河。本国公所言一切都是从大局出发。哼，大局出发，从大局出发就是让百姓饿肚子。从大局出发，就是替士绅富商撑腰，让他们压迫百姓。张廷登，你不得不说，这些御史文官的战力是真猛啊！当队友还是不错的。朱纯臣，程国公府3个月内不得见客。李若莲，再有劝朕收回还地于民诏书的，先清查其耕田家产，将这3个月来在京城搅风找雨的人全部抓起来，好好查查。臣遵旨。大办，宣旨吧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原3边总督袁可立赈灾有功，擢加中极殿大学士、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入阁参与机务，赐府邸1座，赏银1万两，钦此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原3边总督袁可立赈灾有功，擢加中极殿大学士、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入阁参与机务，赐府邸1座，赏银1万两，钦此。臣叩谢陛下天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决定即刻起不再设首辅，5位内阁大臣兼任6部尚书。另外，因草原战事，内阁拟只给昌平、珍宝2镇，加上经营合兵5万，协防大同。没事就退朝。孙爱卿，这是？陛下，臣有事汇报，关于耕地的事。说说。陛下，内阁和6部尚书家里的耕地准备捐给朝廷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孙爱卿，既然诸位爱卿替朕着想，朕也不能亏待你们。朝廷以5倍的价格买回来。臣代诸位同僚叩谢陛下圣恩。退下吧，孙爱卿。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，就得让他们尽可能的保住其他利益。杀鸡取卵的事情做不得，得把蛋糕做大了。大办，通知李邦华，让他到火器研究院等朕。你也准备下，不要太打阵仗。站住！军营重地，出示通关文书。保密措施做得不错。李大人，可以了。文书上未标注的地方，请勿进入，否则会遭到攻击。放行。臣徐光启，臣孙元化，臣毕木康，参见陛下。诸位爱卿免礼，你们在此等候。李邦华、曹变交跟朕进去。陛下，请随臣来。陛下，这里是提存硝石的地方。这座工坊采用的是宋元的水碱法，我们在尝试各种方法提存硝石，对比改进到最合适的方法。陛下，这里是提取火药最关键的地方。徐院长，例行检查。陛下，此山谷禁止出现火或者能制造火的存在，凡进入者都要收身。这是火药颗粒化最关键的一步，加入水、烧酒、氮氢、消水等，这4种方法是目前已经确定的。氮氢提取是一位工匠的无心之举。提出氮氢方法的工匠怎么奖励的？奖励了白银5000两。少了，这种突破性的技术，钱财要奖励，名头也要奖励。朕建议，可以再给一个硝石锅赏从9品的驻官官职，耕地50亩。陛下仁慈。
这不就是后世的压实器和机械造颗粒钢的原始版本？陛下，现在的颗粒还有些大，等进入下一个工房后会再次分离，然后用筛子筛动，颗粒会更小更均匀。走，去看看。徐爱卿，你们既然做到了如此地步，朕有些迫不及待的想看看火药的威力了。陛下，试验场已经准备好，臣请陛下移驾前往。好。陛下，此次试射的有火铳、鸟铳、三眼铳、佛郎机炮、虎蹲炮、将军炮等。开始吧，注意安全。开始。陛下，颗粒状的火药比粉末状的火药威力增加了1倍左右。徐爱卿辛苦了，算计剑奴的策略可以换换了。现在火药颗粒化做到了这种程度，哼。对了，手榴弹应该能做出来了。算计剑奴的策略可以换换了。现在火药颗粒化做到了这种程度，哼。对了，手榴弹应该能做出来了。徐爱卿，安排人去找些干燥的竹子，再找1名工匠来。臣遵旨。看着还可以，先试试能否成功，再改进造型。曹变焦，引线点燃后，你迅速扔出去，然后立刻趴到地上，其他人站在墙后观察，明白了吗？臣明白。我去，思路是可行的，威力好像弱了点儿。诸位都说说，这东西怎么样？陛下心思巧妙，此法大有可为。臣以为可在竹筒外用麻线包裹，增加束缚，也能防止落地时发生意外。对，把麻线换上铁皮，再增加火药，那威力是不是更大？对呀，也可以用牛皮包裹。陛下先参观其他火器，臣这就去准备试试威力。走吧，去看看其他火器。这个也可以改进。陛下，这里一共24个，铁皮暂时做不出来，这是用麻绳、棉布、牛皮包裹，里面都加装了10枚签子，火药分别加了半斤、1斤等各种重量。开始测试吧。我们先测试棉布包裹的。曹指挥使，你将这东西放在中间，点燃即可。我们只测试威力。很好，剩下的这枚测试一下破城墙的效果，就炸这堵墙。走，出去看看。这威力也有点太大了。恭喜陛下，我大明得此神器，踏平剑奴指日可待。请陛下为此神器赐名。既然是用手扔出去，响声如雷，那就叫掌心雷吧。哈哈，好名字，很是形象，简单通俗易懂。陛下，给臣10万，不，5万个掌心雷，臣能将剑奴的圣经给轰没了。诸位，这种程度的颗粒化火药，一天产量不足200斤，且增产困难。走吧，去议事厅，朕有些事情和你们聊聊。测试结果大家都看到了，麻绳的效果最好，重量具体要做多重，添加多少火药，你们再做具体测试研究。诸位爱卿，都说说想法吧。陛下，臣以为可以在竹筒中加入签子、铁离里等，增加杀伤力。其次，形状可以改一改，如果手持方便，能扔得更远。竹筒用桐油浸泡，可以防潮防水；引线用火药浸泡，雨中也能燃烧片刻，简直完美。陛下，
臣觉得铁片包裹竹筒杀伤力会更大，就是成本有些高。估算一下价格。陛下，一颗半斤装的掌心雷大致在8000到1两，1斤装的在1两半左右，8000银子，这么贵？扔一颗出去，100多斤粮食就没了。威力虽好，但我大明财力……诸位，这还是保守估计。现在10斤火药原料只能得到1斤多的量，还有颗粒化的蛋清、烧酒等。若再加上铁皮，那价格会更高。今天是5月25，离建奴南下只有40天了，一天200斤，40天就是8000斤，可以做16000颗。看着很多，但真不够啊，火力还是不足啊。离建奴南下只有40天了，一天200斤，40天就是8000斤，可以做16000颗。看着很多，但真不够啊，火力还是不足啊。诸位爱卿，火器制造应宽以岁月，迟以时薪，无惜重残，无拘文法。臣等谨戒在心。都坐吧。朕接下来的话是朝廷绝密，不得向任何人透露。徐爱卿，朕给你7天时间试验，优化掌心雷外形、重量，在6月底必须做出8000斤颗粒化火药，7000斤做成掌心雷，剩余的做成可以用投石机投射的，能不能做到？可以，臣必不负陛下重托。掌心雷的事情先这样，咱们聊聊火器的事情。朕今天参观后倒是有些想法。陛下的想法虽天马行空，但每次都能给我们关键启发。朕有时候在想，火药中的木炭会不会因为烧成炭的木材不同，对火药的威力有所影响？还有，朕发现烤番薯中滴落的水会让木炭突然燃烧，番薯中烤出来的是糖水，那糖作为原料，是不是也能增加火药的威力？陛下奇思妙想，臣等一会儿立刻安排人试验。这是火药威力上朕的一些想法。再说说火器研究院的事。徐爱卿，朕主要讲一点：安全。所有进入火器研究院的人一视同仁，必须搜身检查，包括朕。诸位爱卿，你们知道天启6年京城的大爆炸吧？陛下的意思是，那不是天灾，而是有人点燃了王工厂的火药库。朕分析，大概率是建奴搞的鬼。宁远之战，火器给建奴带来致命阴影。努尔哈赤因火器而死，和大爆炸的时间何其卯合。而4月份时，河南道抓捕的数十建奴奸细，也侧面印证了此事。陛下，待大明踏破建奴王都之后，臣恳请陛下，大明将士10日不收刀。坐吧。朕说这些是告诉你们，火药安全问题一定要绝对重视。研究院的军士和工匠必须要彻查上下3代，朕称之为政审。当然，奖励政策也要做好，比如工薪、子弟的读书机会、外围建立家属院等。这些朕只是建议，具体你们自己考虑。臣等明白，臣会拿出具体的计划送陛下预览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你们要谨记，落后就要挨打，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火器研究院的研究决定着大明的震慑力。曹爱卿，这是怎么了？刚才还满脸兴奋。陛下，今日所见，臣觉得自己再也无用武之地了。如果你是这种想法，那你不如早点回去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颗粒化火药已经落地，那威力更大的 TNT 呢？还有车床，但现在的工业条件生产不出来，该从哪里入手呢？唉，后悔没好好学习了，要尽快围杀建奴，加大教育投入，提升民智。土木特联军、察哈尔林丹汗、建奴、藤乡左卫和白杆军在遵化设伏，但只有1万余人，兵不够。大办，传信曹文照、秦拱民、孙祖寿秘密回京。奴婢领旨。要不要把毛文龙也召回来，免得皇太极纠结后路？不行，有点太刻意了。调走北京城周边兵力，外围防线也撤了。皇太极，你若再不抓住机会扣关，那就太蠢了。陛下，曹指挥使求见。这么快就想明白了，让他到外殿吧。陛下，臣想法走入了误区，请陛下恕罪。想通了。陛下恕罪。臣想了一晚上，多亏了陛下那句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，而不是武器。臣奉为至圣圭臬。好了，藤乡四卫和勇士营把投射掌心雷加入到日常训练，你也好好想一想战术，怎么更高效地利用火器。臣领旨。陛下，臣发现了一位猛人，名为孙应元，挺适合5乡右卫的指挥使。谁？孙应元？